测测。哪来的村姑？测灵大典是你这种人能来的？还带着鸡和狗，成何体统？赶紧滚，别在这碍眼！哎，你这死鸡，别捉我，快把他拉开！吵什么？成何体统？行了，上来测吧，测完赶紧走，别在这耽误时间。司令石碎成灰了，这石头能扛元婴期全力一击，怎么会被一个村姑磨碎？长老，俺就轻轻捞摸一小，这石头是不是过期了？长老，咱事先说好啊，这属于设备老化，是恁宗门的维护问题，可不能讹俺。肃静！测灵石乃是灵物，自有灵性，方才检测结果已出，此女毫无灵根，体内没有任何灵力波动。那长老，俺这算通过了不？念在你天生神力，暂定为杂役级资质，准许参加第2关考核。谢谢长老。第1关测灵结束，第2关生存试炼，这是低阶秘境，在里面生存3天，并尽可能多的获取兽核，生死自负。现在入场。这儿人贩子多，进去以后要是走散了，记得闻着味儿找俺，别被人骗去炖了。大黄，抓紧啦！这就是秘境。哎，这不是紫雪草吗？在老家，这草满山遍野都是，猪吃了长膘可快了。没想到这城里的秘境还有这好东西。大黄，看着点儿，别让别人抢了俺们的猪草。呀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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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了。这趟进城也不算亏，光是这筐野菜拿去集上，应该也能换几个同伴买烧饼吃。不错，这个穿白衣的小子剑法凌厉，是个苗子。啊，这是刚才那个杂役资质的村女。咱还得找个地方生火做饭呢，小红都饿得啄俺脚后跟了。完了，这女娃一点警惕性都没有，怕是要第一时间被淘汰出局。这是运气。这运气未免也好得过头了。师兄！哟，这林子里伙食不错啊，还有野猪。快跑！那是2阶巅峰的铁皮猪，别靠近！小心！这猪长得挺壮实，就是毛太硬，回头得用开水多烫它。哎，这猪刚才没撞坏恁们吧？城里路滑，走路得看着点儿。这猪俺就带走了啊，俺看恁们也不像要吃的样子。走了，大黄，今晚有红烧肉吃。小红你也别睡了，帮忙盯着点儿，别让这猪半路醒了乱动。这块红色的区域画了个骷髅头，越危险的地方野味越肥。俺记得那个考官好像说过，这次考核有个啥最终 BOSS 是一头变异的火焰鸟。小红，你说那玩意儿要是抓回来，能跟你配个对不？走，去中心区看看。要是那鸟长得不顺眼，咱们就把它窝里的蛋掏了，做个西红柿炒棺材。果然是紫叶子，俺就说这城里人肯定也养猪，不然种这么多猪草干啥？大黄，看来咱们运气不错。刚才俺就瞅这头猪光吃泔水不够长膘，这下好了，服饰有着落了。这土有点板结了，得松松。回头得弄点草木灰撒进去，不然明年长不出来。咦，哪儿来的长猪？哎呀，小红，你这嘴也太快了，这蛇看着有点瘦啊，都没几两肉，估计也是来偷吃猪草嘞。大丰收啊！这地里的出产是真不错，这趟门票钱算是没白花。这就满了，早知道换个大点的筐了。不管了，先吃饭。他全拔了，那是紫云花啊，那是明年宗门炼丹任务的指标啊！师叔，那现在怎么办？要不要去阻止他？阻止？怎么阻止？你没看见那条蛇是怎么没的吗？你去还是我去？
他这是要干什么？生火？大黄，点火！哎，你想把鸡翅烧成灰吗？小火慢炖，懂不懂？把你那嗓子眼收一收。好香啊！看来这紫叶子确实是个好东西，下次得多弄点。好了，开饭。作为监考官，我有权检查考生的作案工具。检查工具需要连骨头都嚼碎了吗？坐下，那是考官，咬死了要赔钱的。这位弟子，刚才本知识是在检验你的试炼成果。哦，检验结果咋样？熟了不？熟了。不是，这无才锦鸡是本次试炼的压轴考题之一，按规矩你要把它带出秘境才算得分。现在鸡没了，进了考官肚子算不算带出秘境？毕竟你也得出去不是？算你通过，但检验过程不必向外人道也。那俺的分儿满分，这只鸡算你满分捕获。赶紧走，别在这儿晃悠，一会儿巡查长老来了，我也保不住你。多谢指示。大黄，干活了。对了，指示，下次想吃记得给钱，俺这是小本生意。这哪里是招了个弟子，这分明是招了个土匪进村啊！这届试炼太难了，那铁皮猪简直是疯的，皮厚的连爆烟符都炸不开。别提了，我遇到一只喷毒的兔子，差点交代在那儿。楚师兄出来了！好，练气期就能毒杀疾风狼，此等战力，便是放在内门也是佼佼者。此次试炼魁首，怕是非楚师兄莫属了。哦，阵法要炸！嘿，大黄，别冲篮，使劲往外蹬，起！这也太沉了，下次得带个板车进去。长老，教卷，您看这些放哪儿？这里是宗门试炼，神圣庄严，你把这里当成菜市口了吗？俺在村里就是这么生存的呀，看见猪就抓，看见草就割。难道城里的规矩不一样？抓到了还得放回去？事先说好啊，这些是俺凭本事抓的，算是私产。要是宗门不收，俺就带回去自己养。行了，试炼只看结果，不问过程。既然带出来了，就算成绩。二阶铁皮猪，等等，这猪怎么还怀着崽儿？算70分。二阶风兔一对，活体40分。往年的试炼，弟子们带出来的都是妖兽的耳朵尾巴，就算是顶尖了。我这种拖家带口往往慢慢，这哪里是试炼，简直是搬家。总分1280。接下来各封选徒。此女无灵根，连剑都拿不稳，不要。御兽峰只收有灵石天赋的弟子，不要。都不惯犯啊？那这第一名有啥用？能不能折现，或者给块地也行啊。既然各峰都无意接手，江诺，你就去那里吧。杂役峰。老天，那里听说地底下全是煞气，普通弟子进去待个把月就会折寿，而且那风主也是个怪胎，听说是个整天醉死的疯婆子，发起疯来连长老都打。这味儿，张昭那个山头全是俺的呀。对对对，整个杂役峰除了峰主居住的院落，其他地方随你处置。无论是种地还是干别的，没人管你。走，俺去。大黄、小红，走了，咱们有新家了。去，给杂役峰那边稍微透个气。师兄放心，那位峰主最恨有人在他地盘上撒野。这村姑进了杂役峰，光是那满身的社气和那位疯子，就够他喝一壶的。大黄，你觉不觉得这地方有点像咱村后面那个乱葬岗？也是，村长爷爷说了，外面的世界都很确定养不起那么多鬼。
到了，只要锄头会得好，没有荒山变不了宝。城里的野猪身体素质这么差，少吃点零食，待会儿还要吃饭。有人吗？滚！师傅，这就是恁的待客之道。虽说咱们封人少，咱也不能见面就养灰啊。你没感觉？感觉啥？这风挺凉快了，就是灰大了点儿。你是新来的杂役？是，弟子江诺，刚分过来嘞。早点滚吧，这地方不是人住的。俺要种地。我不收徒弟，也不养闲人。这封上没饭吃，没月钱，没饭吃。没钱就赚，没饭就种，房子破了就修。师傅，恁要是累了就歇着。俺看这院子地太硬，也不平整，走路容易绊脚。你想干什么？既然要住人，那就得先大扫除。这地太脏了，俺给他松松土。这土有点紧啊！切！果然还得是这种老锄头顺手。这土得晒晒，太潮了。师傅，地扫干净了，就是这土质看起来有点缺肥，回头俺弄点肥料养养。对了，师傅，恁刚才说啥来着？要俺滚？既然地都翻了，那就别滚了。把地弄脏了还要我收拾。好嘞，师傅，恁放心，俺干活麻利，保准把这山头收拾得跟花瓜锅似的。那师傅，俺住哪儿？那间原来是关灵寿的，空了几百年了，你自己收拾。中通透，而且这地基打得深，稳当。旁边这棚子稍微修修，大黄和小红也能住。师傅，恁饿不饿？俺抓了不少野鸡野兔，晚上烤着吃。不吃，早就定骨了，谁还吃那些五谷杂粮？既然留下了，有些规矩得跟你说清楚。师傅，恁说，第一，杂役峰是宗门弃地，没有资源配额，没工资。对，包吃住不？住随你挑，吃自己解决。第二，杂役峰没有护山大阵，半夜要是听到什么动静，或者看到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别指望我救你。没事儿，俺不怕鬼。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没事别去外面惹事，要是被人打死了，我就直接把你埋在后山当肥料。师傅放心，俺可老实了，俺这人从来不惹事儿，别人不惹俺，俺肯定不动手。大黄，咱好像摊上个穷亲戚。师傅说没饭吃也没钱，咱要是想把这地种起来，得买种子，得买肥料，还得买些农具。明儿咱去赶个集。把这堆土特产卖了，应该能换几顿饱饭钱。算了，反正也是个没人要的傻子，又能翻起多大浪呢？走，大黄，咱进城买菜去。新鲜出炉的回气蛋，下品零食2块1瓶。祖传护身符，挡灾避祸，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买菜啦，自家种的野菜，刚抓的野味，便宜卖啦！小姑娘，你这卖的什么啊？看着跟杂草似的。大哥恁识货，这是正经的山野菜，生吃清脆，煮汤鲜美，大补。这一点灵气波动都没有，凡俗之物吧？等等，这纹路，这气息。大爷，恁看来点，刚出土的，新鲜着呢。恁给个10成价，2块看那个粮食俺就买。快10，2块010，你管这叫野菜？大爷，恁这也太不识时车了，咋拿废石头糊弄人呢？不买了，不买。城里人真穷，连块像样的石头都拿不出来。
算了，留着自己吃吧。既来之，则安之。这房子是纸糊的吗？笑啥笑？看来只能自己动手了。正好矿里还有几根之前在林子里捡的烂木头，本来打算当柴烧的，现在拿来做个门框应该够硬。大黄，往后挪挪，别绷着你。这是……住手！别动那块木头，那是……哎，你是谁啊？碰瓷儿的？俺可没钱啊，这地也是恁自己摔的。师妹，你把这木头劈了？是啊，这烂木头太硬了，只能劈成板子补墙了。这锄头……哦，这是俺家传的，虽然看着破，但锄地挺好使的。师妹，且慢，这活太粗重了，放着我来，我是个木匠，让我来。你不用钱吧？不用，免费倒贴，只要剩下的这些废料归我就行。就要这些垃圾？对，就要这些。中，要是修得好，这一整根烂木头剩下的边角料都给恁。多谢师妹，师妹大义。唉，这房子要是修好了，也不知道啥时候能吃上一顿正经饭。师妹，真的随便我怎么修？这是俺以前画的图纸，恁就照着这个大概模样弄。妙啊，太妙了！这本来是俺给家里那群不听话的小崽子们画的窝，必须要结实，通风要好。恁看能不能做？能做，必须能做。千奇百炼，起！哇，全自动施工队啊！这木匠活做的够专业的呀！哎，那个门槛弄高点，省了以后下雨的导管，还有窗户，结实就行。师妹，您眼熟一下。看着倒是不漏风了。我去，这也太智能了吧！声控的呀！这是为了方便省货，这里面所有的家具都能变形。中啊，三师兄，手艺不错。没想到咱杂艺峰还有这等人才，就冲这把会自动接屁股的椅子，俺也得给恁个好评。师妹要是饿了，其实正好。这个点，大师兄应该在膳堂备菜了。大师兄？大师兄陆文慈，他是咱们峰唯一的厨修。虽然脾气有点怪，但他做的饭真的很好吃。厨修免费不？杂艺峰弟子关宝。走，大黄带恁去吃大户。第一次见面也不能空手去，正好带点土特产过去加个菜。唉，肉质松散，毫无弹性，里面的灵气驳杂的像阴沟水，这种垃圾也配进我的锅？哎，大黄你弄啥嘞？哪来的野狗，竟敢吞我的火！师兄，别出狗，这是家养的，不是野狗，别杀狗啊！师兄，俺陪你还不中吗？俺是新来的江奴，这是家里带来的土特产。那是四级灵火。体内因为吻火种丢失而躁动的灵力瞬间平复，卡了3年的修为瓶颈也松动了一丝。这是……要是嫌少的话，俺筐里还有。这野菜味道有点苦，恁要是不嫌弃，俺全给恁留下，就当是这死狗的卖命钱了，中不？你管这叫野菜？野菜？是啊，山里到处都是。对了，不够的话，筐里还有几根萝卜。够，太够了。这种等级的灵材必须用9转还灵切法，保留每一丝药性。那个师兄，大黄好像有点消化不良。啊！火有了，起锅！做个饭还要放烟花？成了，尝尝。淡了。什么？这野菜本来就寡淡，要是切点腊肉进去爆炒，味道能好不少。你不懂，这是对食材的亵渎。师兄恁也吃，别客气。
糟了，这味道太冲，别把浪找来了，快吃，销毁证据。行了，师兄恁身子骨也太虚了，看个做饭都能晕过去。俺看恁晕了，那块赤龙猪肉又切了一半放在案板上，怪浪费嘞，俺就顺手给炖了。你怎么做的？就加水扔肉，俺看那肉有点腥，又从筐里抓了一把干辣椒扔进去。熟了。二师姐，那是俺的锅。败家，太败家了！赤藏猪肉用紫极天火余温慢炖，这一口汤的灵力浓度，市价至少50下品灵石。50灵石一口？不行，不能浪费，给我盛1碗，快吃进肚子里就是赚的。都别抢，都有，排好队，碗拿来。这家家的速度却比谁都快，营养真的像烧山一样高了。给你个猪蹄，2点了再吃。手法太粗糙了，调味过重，你再来一块。肉有点老，下次记得多炖2刻钟。师傅，那行了？没行，梦游呢。既然入了我杂役峰，也就是自家人了，见面礼总得给一个。收着吧，师傅很少送人东西。这瓶子虽破，但用来装水不漏，能装很多水。无量天尊虽然是个残次品，但要是拿去拍卖行，我什么都没说，小事没收好，千万别卖。行了，吃饱喝足，都散了吧。大黄，这地方虽然破点儿，但人还怪好的。既然吃了人家的饭，就得干活。那么多人要吃饭，光靠打猎可不行。明儿开始种地。大黄，去那边趴着，别崩一身泥。不好，那是后山的煞气眼！小师妹，快住手！那是地煞，碰到会死人的。而且这地皮经不起你这么砸呀！师兄恁行了，这地确实有点板结，硬得很。俺不砸碎一点，种子根本下不去。这不是板结，这是息壤，不对，但已经有了息壤的神性。这是活土，这土虽然还需要再沤一沤肥，但勉强能用了。恁别当着，俺还有一大片没翻呢。这种粗活怎么能让你一个人干？要是累坏了怎么办？小师妹，这地你打算种什么？哦，俺也没啥好种子，这是俺在老家路边收集的一些野菜种子，也不知道能不能活，反正混着种吧。小师妹，要不咱们还是规划一下间距？不用那么麻烦，长出来了谁抢谁就活着呗。看好地，要是被鸟啄了，今晚没饭吃。这山里的湿气也太重了，过2天北入都得发霉长蘑菇。回头得让4师兄买点食石灰回来撒撒除湿。这种阴雨天最容易生虫子，赶紧去地里看看，要是菜叶子被虫出了，今晚就不给你煮米糠了。坏了，今儿湿大了。俺就说这地太肥，不该浇那么多水，长这么快，口感肯定老，全是纤维，猪都不一定爱吃。俺就说有虫子吧，小红捉准点，别把菜叶子弄坏了。这虫子看着花里胡哨嘞，肯定有毒，以后别乱吃这种颜色鲜艳嘞，小心拉肚子。长得真磕碜，虽然有点畸形，但水分看着挺足。算了，凑合吃喝吃吧，回头切片炖个排骨汤给大师兄补补。这野草长得也太快了，把菜都挤没了，罢了。这萝卜味也太冲了，不行，这味儿要是飘到前山去，又要被那些讲究的师兄师姐嫌弃。你闻到了吗？好香，我感觉我的瓶颈松动了。那里是那个全是废物和怪胎的杂役峰。这股气息，这是异宝出世。
这是万年灵芝刚出土才有的先天宝器，而且不止一株，是一窝。暴殄天物，简直是暴殄天物啊！大黄，好大一只耗子，敢偷俺的菜！怎么可能？跑这么快！现在的海虫还会阴神，还自带发光甲壳，差点就踩坏庄稼了。大黄，以后警醒着点儿，这种会发光的硬壳耗子最难抓了，下次别睡那么死。啊，看着有点像丹顶阁的长老服饰。别瞎说，丹顶阁长老怎么会被人像扔石头一样扔出来？你说什么？严海峰那个老东西被扔出来了？是，千真万确，到现在还在昏迷，据说连本命法宝都碎了。严海峰可是金丹初期，看来那个江诺果然有问题。师兄，我们要不要暂避锋芒？避？为什么要避？严海峰那是蠢，竟然敢一个人偷偷摸摸进去，肯定是被阴了。既然有凶兽传闻，那正好，传令下去。明天一早，我要带人去杂役峰拜访一下这位新邻居，顺便帮宗门除个害。师兄，这都喊了半天了，怎么还没动静？怕了呗！杂役峰的人若是还没死绝，就滚出来一个喘气的。这楚萧今天是动真格的，连赤焰狐都骑出来了。那江木也是倒霉，这下不死也得脱层皮。这么多人，都是来赶集的吗？来的正好，俺这一筐刚挖的大萝卜正愁没地方卖呢。俺这萝卜水分足，牲口最爱吃了。江怒，少给我装疯卖傻！我是来查案的。查案？查啥案？有人偷菜？偷你大爷！有人举报你私藏凶兽，意图谋害宗门长辈，把你藏的那头凶兽交出来，否则别怪我不讲同门情面。凶兽？俺家没养凶兽啊，俺就养了一条狗，还有一只鸡鸠在山上生蛋。那么是不是搞错了？这就是你的灵宠？他叫大黄，很乖嘞，从来不咬人。恁们别吓着他。吓着他？既然你不肯交出凶兽，那就别怪我自己动手找了。赤焰，给他点颜色看看。这毛嘴真臭，几天没刷牙了。大黄别怕，姐姐在呢，她不敢咬你。真是感人至深的主仆情深啊！江诺，既然你要护着这只小狗狗，那就别怪我不客气。赤焰，让那只小狗狗知道什么才叫真正的兽中之王。赤焰，你怎么了？给我喷火啊！关键时刻掉链子，回去扣你口粮。大黄别怕，他好像哑火了，你看，这就是纸老虎，光会冒烟不会喷火。师兄，你看赤焰，赤焰怎么了？今天是不是吃坏肚子？赤焰，你疯了吗？俺就说他是纸老虎吧，看着块头挺大，叫一声都能把自己吓趴下。都给我上！恁们是不是没给他们吃饭啊？咋一个个都饿晕了？畜生，给我起来！别打了，有没有点公德心啊？再说了，你把地弄这么脏，俺师兄还得洗地。很好，江怒、杂役峰，我记住了。哎，你们毛不要了，不要俺就拿起腌肉了。这帮人真没素质，随地大小便。滚开，废物！一定是用了什么禁药或者法宝，难怪那个废物敢接斗兽的茬。呼，吓死俺了！俺的衣裳，这可是俺最好的衣裳。上次村口王大娘给俺缝的时候，还特意加了3层线呢。这才穿了几天啊！那个姓楚的，下次别让俺看见你，赔俺衣裳钱！去，越添越脏。啊！20阶。
师姐，恁瞧啊，恁也出来散步。站好。好了。啊，二师姐，恁这手艺绝了，能不能教教俺？以后俺要是再把衣裳弄破了，就不用花钱找人补了。不是什么好布料，随便弄了2下。哎，师姐等等，师姐，俺也没啥好谢恁的，这是俺刚在后山挖的，特别新鲜，那跟煮水喝可甜了，还能败火。这菜不错，走了。二师姐真是个好人啊，就是话少了点儿，人看着冷了点儿，其实心肠热乎着呢。走走走，回家。今儿大师兄好像要做红烧肉，咱得快点，不然都被三师兄那个木头人抢光了。你个该死的村姑！什么天生神力？不可能，绝不可能有一只土狗能吓住赤焰虎。楚师兄看来很困扰啊。谁？我是谁不重要，你是怎么进来的？这里可是月寿门重地，只要我想，这世上没几个地方进不来。楚师兄，你不想报仇吗？你有办法？狂暴引兽粉，只要撒一点点，就能让方圆百里的妖兽陷入疯狂，不顾一切地冲向气味源头。你想引发兽潮，这可是死罪。你把它弄到杂役峰上，所有人只会看到是杂役峰引来的兽潮。多少钱？不要钱，只要楚师兄事成之后，把那只土狗留给我就行。我对那只狗很有胃口。面对成千上万只发狂的妖兽，我看你还能不能叫得出来。明天就是你们的死期。7、8、9，加上地里那批快熟的野菜，要是能招个识货的买家，下个月大黄和小红的伙食费就有着落了。咋了？傻狗看啥呢？那边黑漆漆的，难不成还有骨头飞过来？饿了？也是。今儿虽然吓唬了那帮坏人，但没咋动手，是不是没消化好？中了，明儿给他们加餐，俺去后山挖点那种红色的蚯蚓给他们吃。好大的腥味儿，要变甜了。这风有点邪乎，别把俺的菜苗给吹折了。长结实点啊，别怕风吹。恁们可是要卖大钱的，谁要是敢给吹坏了，俺就把谁填坑里当肥料。安静点儿，大晚上的别扰民。大师兄明儿还要早起备菜呢。这药粉这么猛吗？玩大了！这么恐怖的兽潮，别说那只土狗，就算是筑基期的修士也会被踩成肉泥。江诺，这次我看你怎么死！三师弟不用数了，数量超过5000，而且空气里有一股很恶心的甜腥味，是黑市那种劣质的狂暴引兽粉。有人想平和杂役峰？行。大师兄呢？在磨刀。他说今晚的夜宵可能会比较多。小师妹，回去，是兽潮，快躲进地窖。恁些野味，自己送上门了。咱家的篱笆可挡不住恁些客，得赶紧把圈修修。对，就是这样，撞上去！我要把你被踩成肉泥的画面传遍整个九州。死吧，村姑！师妹，急啥急？我看你还没开饭嘞。敢动我杂役峰的人，不管你是几阶畜生，都得给我变成肉片！再看，师兄恁轻点儿，这可是铁甲犀，皮要是砍烂了就不值钱了。小师妹，这是兽潮，它的皮很硬，不全力砍。不用砍，它已经停了。长得倒是挺结实，就是咋恁脏？看看恁把院子踩成啥样了，这地刚平整好。师兄，恁把刀收收，恁看把它下来，肉都要变酸了。这不可能！引兽粉失效了，还是这头犀牛本来就是个软蛋，后面还有几千头，我看你怎么让他们全都停下！哎呦，被急坏了！那头带花纹的猪，那是五花肉啊！别踩，踩烂了口感就不中了。大师兄，我们要动手吗？动个屁！再去拿几个大盆来，看样子小师妹又要搞批发了。
别怕，俺皮厚。啊，恁不是来咬人的？俺就说嘛，哪有动物不爱惜性命的？看把恁饿嘞，连火都喷不出来了，俺还以为恁要吃俺家狗呢。那是赤焰狮王啊！他在干什么？他在学猫叫。这不可能，这狗也有问题。我就不信了，一只狮子你能忽悠？这一山坡的兽潮，我看你怎么忽悠！中了，都别急，既然来了都是客，总不能让恁们饿着肚子回去。大师兄，别傻站着了，去帮俺拿那个最大的木盆来。木盆？师妹，这可是兽潮，几千头妖兽，你打算给他们洗澡？洗啥澡？恁大工程累死谁啊？当然是开饭嘞。恁看他们饿嘞，眼睛都溜了。盆嘞，麻利点儿。这草老得很，得切碎点。这就中了嘛，吃饭得讲规矩。慢点吃，别抢。那个长脚嘞，说你嘞，别挤人家兔子的地儿。大黄，瞅着点儿，谁不守规矩就得拖出去。二师姐，我的机关还要开吗？省省吧，看来小师妹不仅能补衣服，还能补脑子。中了，吃饱喝足，该干活了。吃了俺家的饭，就是俺家的劳动力。看见那片荒地了吗？谁把地翻了？黑喽加餐。大师兄，别抽了，回去烧水吧，俺想喝口热嘞。这不可能，那可是狂暴野兽粉，为什么他们不杀人？为什么他们在吃草？疯了，这个世界疯了！我去，真的是喂饭啊！杂役峰那个新来的小师妹，难道是兽神转世？标题我都想好了，震惊！数千妖兽围攻杂役峰，定是为了这一口饭。完了！御兽们那群家伙还得天天给灵兽奏乐、喂丹药，结果人家一盆剩饭就搞定了。杂役峰同样10块下品灵石，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混账！这群人都是瞎子吗？那是妖女。很好，既然他说那是他家的劳动力，那我就成全他。联系戒具堂沈副堂主，举报杂役峰江孽私通妖族，囤积兽兵，意图谋反。动作麻利点儿，那边的风浪在偷懒。太棒了！以前机关动力不足，现在全是免费的生物引擎。中，看来只要管饭，妖兽比人听话多了。江诺，你饲养妖兽成群，囤积兵力，意欲何为？现在立刻束手就擒，随我去戒律堂受审。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讲。俺就是搞农业生产，咋就没饭了？还敢狡辩！凡宗门弟子私人饲养灵兽，不得超过3只，且必须在御兽门备案，领取灵兽意识证。违者视同私蓄兵力，按律当诛。你这数量，只要给他们配上甲胄，足够屠一座凡人城池了。这俺有啊，进城的时候俺就办了，花了80文嘞。你在戏弄本座，拿这种凡俗废纸来糊弄戒律堂。况且，就算这2张算数，你这起码有3000头，剩下的2998张证呢？他们是自愿来帮忙的义工，不属于俺的私有财产，为啥要俺办证？那就是违规圈养，每头罚款100下品灵石，并没收所有非法所得。沈堂主，这账不能这么算。首先，这些妖兽是他们自己跑进来的，属于不可抗力，我们也深受其害，庄稼都被踩坏了。其次，他们在这里吃饭，那是我们出于人道主义关怀。你们戒律堂不给颁发感动逍遥州奖状就算了，还要罚款？他们另行禁忌，分工明确，若是没有妖术控制，怎么可能如此听话？不信你问他们有没有发工资？不用狡辩了，究竟是不可抗力还是妖法邪术，一验便知。昊天境分身，若他是清白的，
镜面自会成精。若他用了妖术，净光之下当场格杀，神魂俱灭。江诺，抬头。这玩意儿照一下，应该不收费吧？放心，不收钱。但这光照下去，是要收命。别慌，若净光变色，老二切断左侧执法弟子的契机，老四开阵门，我负责那个姓沈的脖子。这就是修仙界的 X 光，不用脱衣裳吧？怪暖和嘞。俺要不要转个圈儿？背面用不用也照一下？喂，还打不打了？他好像动不了了。这应该不算俺破坏公物吧？俺属于那个词叫啥来着？对，经济避险。这光照了真得劲儿。刚好最近牙有点毛病，能给我照照牙不？装模作样，定是用了什么高阶的敛息法宝。我看你能撑到几时？这瓦数嫩大，费不费电啊？怎么回事？昊天镜在发抖。恁这镜子该不会是买的冒牌货吧？质量看着可不中啊！不可能，这绝不可能！这昊天镜分身质量这么差，坏了，这看着像是碰瓷儿了呀！俺就说这镜子质量不中吧，刚才都听见响声了，还非要硬开，这算是自然损耗吧？这回不用俺赔吧？无妨，昊天镜年久失修，阵法回路老化，导致灵力逆流，与这位弟子无关。俺就说嘛，刚才那声响听着就像是零件松了。既然是工伤，俺就不负责修了吧。既是工伤，那沈堂主可得好好养养，毕竟年纪大了，还要操心这儿操心那儿。我也就不留各位吃晚饭了，毕竟我们这杂役风穷，没什么好招待的。沈峰主说笑了，既然照妖镜未显妖邪，那这位江诺弟子便不算勾结魔道。但是单人饲养数量不得超过3只，按宗规，违规饲养超标按头罚款。每投100下品灵石，外加环境污染费，这是今天的罚单。哼，我们走。30万，整整30万下品灵神，这还没完！沈之圭那孙子冻结杂役风所有对外采购权限，现在就算有钱，只要是宗门供应链里的东西，统统对我们禁售。那外面那些，这帮家伙一顿要吃多少？按最低标准算，一天也得5000灵石的口粮。现在仓库里的存货最多撑2天。要不把这狗卖了吧？俺看它怪结实嘞，肉也多，应该能值2钱。别闹了，小师妹。况且现在全宗门都知道这狗是你养的，谁敢买？就没有别的法子赚到灵石吗？比如有没有那种处理就能换不少灵石的活儿？哟，不仅能赚到不少灵石，还能让沈之圭把之前抠走的东西都乖乖还回来。还有一个地方，只要赢了就有大笔奖金，而且没人敢在那里卡我们的脖子。咱们去比武，不为了名次，就为了抢灵石。那可是宗门大比，各封亲传弟子拼命的地方。咱们是杂役，上去就是当沙掰的。当沙班也比饿死强。大比的事先放放，现在的关键是，别说灵米，连陈年的糙米都没了。我去买，我就不信了，沈直圭能封锁采购流，难道还能把仿氏每家店的门都封上？没货。掌柜的，后面架子上堆的帽尖的是什么？沙子吗？那是丹顶阁预定的炼丹辅料。钱师弟，你也别为难我。对，到这儿不卖，没货，没货。咋回事？这起死回生草在老家喂猪都活得好好嘞，咋一夜之间就蔫了？没水。刚才我去上游水源地看了，有人截断了流向杂役峰的水脉。谁干的？丹顶阁，他们在上游设了个洗药池，把活水全引走了。
流过来的全是洗药的废料水，带毒。这些苗不是渴死的，是被毒死的。断人税院，毁人庄稼，这就跟杀人爹娘没啥区别。既然他们不想让俺好好种地，那这规矩咱也不用守了。买不到，1粒米都买不到。沈志贵和邱和林联手了，这是要把咱们往死里逼。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今晚这顿饭是做不出来了。小师妹，要不把那些妖兽放了吧？咱们几个人凑合饿一顿还能顶得住。不放。既然正规铺子不卖给俺们东西，那咱就去大自然里进点货。去哪儿进？后山那是禁地，里面有5阶蛟龙。那是蛟龙吗？俺看那分明是会走的食材库和不要钱的肥料堆。师兄们把锅架好，水烧开。既然他们断了俺们的粮道，那今儿黑了，咱就吃点好嘞，补补身子。小师妹，你真的要把这株九叶紫芝放进去？市价3000灵石，还要有价无市。放，不吃饱咋有力气想办法？那玩意儿有点苦，记得多放点辣压一压。心痛吗？痛得无法呼吸。这一顿饭吃完，咱们杂役峰的资产直接缩水一半。那就多吃点，吃到肚子里就是自己的，总比烂在地里或者被人抢走强。开锅了，肉熟了，先吃肉。这兄平时肯定没少运动，肉质紧实。四师兄，吃饱了没？饱了，撑得慌。饱了就开始算账吧，剩下的家电一半大概还能撑3天，3天后要是还没钱没粮，咱就真的只能去啃树皮了。唯一的活路在这里。5万上品灵石，足够把沈志贵的罚单砸在他脸上，再把咱们杂役峰的地皮翻新3遍。问题是谁去赢？楚萧是筑基后期，丹顶阁那边全是嗑药狂魔，剑修峰那群疯子更是。我的傀儡只是用来盖房子的，我只会切菜。俺觉得师兄师姐们怪厉害嘞，大师兄刚才刀法快的俺都看不清，二师姐那个线要是用来封住别人的嘴或者绊住别人的脚，应该也怪好用嘞。至于三师兄，你做的那个自动喂猪器那力道，俺看一般的貔貅都挣不开。俺是个种地嘞，那些所谓的亲传弟子，在俺眼里跟地里的害虫也没啥区别。他们断俺们的粮，还要罚俺们的款，不就是觉得俺们好欺负吗？既然没活路了，那就去把擂台砸了。让了，大不了把这条命赔进去，也不能饿死在这山上。好像确实也是一食材处理方式。有些东西确实该缝起来了。师傅，咸淡适中，火候不错。想去就去，打输了别回来哭。要是打赢了，师傅给你们把那5万灵石翻倍。真的？滚去修炼，别在这吵我睡觉。好嘞，把咱们所有的家当都理出来。这次要么把杂役峰输光，要么让整个逍遥宗给咱们打工。我去磨刀，我去理线，我去改图纸。四师兄，大比有规定武器雷令吗？俺能不能带锄头上去？规则只说禁毒、禁暗器，倒是没说禁止农具。不过，你确定要拿这个？毕竟还要顺便给擂台送图，这玩意儿趁手。这都晚上了，还去哪儿？为了拿冠军，得给大黄加个餐，顺便做个热身运动。听说后山有条长虫怪肥嘞。小师妹，小师妹，那是瑞兽，不能吃啊！这后山荒的也太旱了，杂草长得比人还高，路都没法走。忍忍吧，想吃肉就别讲究环境。刚才四师兄说了，那条长虫是瑞兽，咱不能明着吃，得讲究个意外。喂，有鱼吗？或者有蛇吗？出来喷喷。哇，恁大个，这得能炖多少锅呀？皮怪厚，
做皮夹不错，肉质看着有点柴，估计得用高压锅压一会儿。大黄，这玩意儿太大，咱俩吃不完，正好拖回去给师兄师姐补补身子。安静点，吵到邻居睡觉了。这还差不多。俺看你刚才那嗓门怪大嘞，是不是上火了？还是皮痒了？俺看你头顶这块皮都要翘起来了，俺帮你修修。别动啊，俺手很快的。叫啥叫？成色不错，做个护心镜刚好。再来2片做护膝。给俺嘞。味道有点像根梨子，不过鼻子香。恁客气啊，这都不好意思。俺这人讲道理，既然你交了见面礼，那俺就不好再吃你了。中吧，这鳞片就当是你送给大师兄的礼物了。俺看你这水潭怪凉快，改天俺带20姐来洗衣服，你不介意吧？走了，以后机灵点，别见人就吼。也就是俺脾气好，换个人早把你炖了。怎么还不回来？不会真出事了吧？那可是5阶蛟龙啊，就算是金丹期长老去了，也得脱层皮。回来了，没受伤吧？没被那长虫追吧？没啊，那肠子怪客气嘞，不仅没追俺，还送了点土特产。这是5阶蛟龙的逆鳞，还有龙血葡萄。你把它宰了？没宰，活得好好的。这鳞片有点硬，俺寻思着给大师兄磨把新菜刀应该够了。至于这果子，四师兄你最近算账用脑过度，补补。都让让！小师妹，记住，咱们这次是去赚钱的，别把报名点的桌子拍坏了，那是要赔钱的。知道了，师兄，俺今儿脾气怪好嘞。姓名所属风头，修为境界。江诺，杂一峰，修为力气比较大。哼，杂一峰，走错地儿了吧？招勤杂工的在后山，这里是宗门大比报名处。杂一峰也来凑热闹，是不是没看过大比死人的规矩？赵转世，从容一下，宗规也没说杂役弟子不能参赛啊，以前不都有先例吗？那是以前，今年新规矩，为了防止低阶弟子在擂台上白白送命，凡杂役弟子参赛，必须持有峰主亲笔签发的生死令。生死令？那是核心真传弟子才需要的担保文书，我们只是报个名，哪需要这个？规矩就是规矩，没有峰主令就滚一边去，别挡着后面的人。这位师兄，意思是只要俺有峰主令就能报？对，不过你那个酒鬼师傅现在估计正抱着酒坛子做梦，我还看你们杂役峰还是趁早解散算了。这是折戟令，那是当年。哎呀，师傅这酒壶质量真不错，还能变形，这算峰主令吗？能不能报？能报，马上报。沈调月，你果然还没死心。既然你要护着这个野丫头，那就别怪我按规矩办事了。去安排一下抽签，既然杂役峰这么想出风头，那就给那个丫头挑个最硬的对手。来瞧一瞧了啊！御兽门真传主教夺冠热门，1赔1.5，找到了，杂役峰江诺1赔1万。哟，这不是杂役峰的吗？怎么没零食吃饭，来这儿碰运气？1000上品零食，我自己夺冠。另外再买500上品零食，这丫头首轮游。楚师兄大气，杂役峰那丫头能过第1轮，我直播吃厨的。拿着破酒壶吓唬人算什么本事？上了擂台，我看谁还能护着你。到时候别说我不怜香惜玉。那为啥不直接给俺？俺可以配合你演一下输掉嘞，只要给1半就中。你做梦！唉，那算了，四师兄，咱走吧，这地方太吵了，大黄想睡觉嘞。不走。杂役峰的地气，虽然那是座荒山，但毕竟占着宗门的地皮。不止，加上这些，凑个整，10万下品零食，全部压杂役峰江诺夺冠。你这是要把你们杂役峰最后一块遮羞布都输光啊！师兄，
要是输了，咱住哪儿啊？小师妹，要是输了，去把师兄那御守门的地基给铲了，大不了咱们以后住山洞。走，那俺挑个像样的山洞。好，很好，我就等着看你们露宿街头的那一天，到时候别来求我赏你们狗动作。雷铁臂，那个号称人形工程锤的金刚体修，体修打凡人，这根本就是虐杀呀！雷铁臂，这名儿听着怪沉嘞，希望能抗揍点。毕竟俺最近力气好像又变大了。那丫头没什么本事，全靠这只狗护着她。这是特制的药粉，只要吃一口，就算是妖兽也得乖乖睡上一整天。快吃啊，你这笨狗！大黄，你大半夜不睡觉，把子嘴弄啥嘞？又偷吃屎壳郎了？谢谢啊，大半夜还来给俺家狗送夜宵，恁是楚萧师兄派来的人吧？俺就知道，虽然他嘴毒，但人还怪好嘞。做好事不留名，城里人素质就是高。可惜跑太快了，本来还想送他2根黄瓜当回礼嘞。吃太急了吧？是不是撑着了？中，这就给你打水去，喝完赶紧睡，明儿还要早起去赛场占座嘞。确认吃下去了。属下亲眼所见，撤离时药效已经完全发作，他很快就会失去力气，再也护不住那丫头了。好，没了那只怪狗，江诺那个村路就是个只会挥出头的废物。明天他必死无疑。大黄啊大黄，恁也太不挑食了。昨儿黑老那个好心人送的包子虽然闻着香，但这年头食品安全是个大问题，万一肉不新鲜咋办？来吧，这是俺特意煮的小试水，喝了败火。咦，排完肚果然精神多了，毛都顺了，看来那包子还是有点营养嘞，就是添加剂多了点儿。换上，这是给俺嘞，20节恁想了真周到，手艺真重。来走。150，四师弟，那还在算啊？咱啥时候出发？晚就没好位置了。小师妹，师兄的棺材本甚至连师傅那把躺椅的特教费全压在你身上了，要是输了，咱们全峰就只能去山下要饭了。那严重？那压力有点大呀。不许有压力，这是招财红，记住了，上台别客气，哪怕是用牙咬也得给我赢下来。放心吧，师兄，为了咱的伙食费，俺也不会输的。大黄，走，咱去赚第1桶金。时间快到了，那只狗估计已经硬了。江诺那丫头现在应该正哭着找铲来子埋尸体吧？不知道她还有没有胆量来弃权。少主英明，杂役峰那种垃圾地方，今天注定要成为全宗的笑柄。来了，杂役峰的人来了。这就是那个要挑战全宗的杂役峰，他们是不是连御风符都买不起？这群城里人懂啥？御风符1张要2块零食，从杂役峰走到这儿也就半个时辰，2块零食够买多少猪饲料了？走两步咋了？锻炼身体还环保。江诺夺冠，搏一搏，单车变摩托。宗主，这杂役峰也太不像话了，要不要让人把那些农具收起来？收什么收？你看那把勺子，那是做饭的家伙吗？那是生活。天天看那帮小兔崽子飞来飞去装高人，我都看腻了。这多好，接地气，这才有活人的味儿。怎么可能？吃了3连软骨散，他怎么还没死？甚至看起来比昨天更壮了。少主，难道那狗是个铁卫？内心阻滞，没死就没死吧，反正今天的重头戏在擂台上。小师妹，快坐。歇歇脚，刚才走了那么远，累坏了吧？要不要喝水？要不要师兄给你捏捏腿？不用，这点路算啥？俺平时挑粪都比这走得远。大比正式开始，第1轮淘汰赛第1场，杂役峰江诺对战金刚峰雷铁臂。
小师妹，输了不要紧，姿势要帅，千万别把脸打肿了，还得留着见人呢。小丫头，你是走错地方了吧？这里是擂台，不是菜市场。俺知道，俺是来转灵师嘞，哦不，比赛嘞。哼，就凭你，赶紧下去！我不打女人，尤其是种地的。雷师兄真是有风度，就是跟个种地的动手，赢了也不光彩。这身皮肉看着就结实耐磨，后山那块黑钢烟地早就想开垦种点萝卜了，可惜那石头太硬，要是能用这大个子去撞一撞，没准能把石头撞碎，是个好陆力啊。没事儿，俺可抗早了，恁尽管来，不用客气。准备好了吗？别怪我没提醒你，我这一撞可是连山壁都能撞塌的。居然还能发光，在老家的时候，尤师傅打铁的手也会变通红红发亮。连禁区里的空间裂缝都能拿手捏合起来。这大个子虽然光没有优师傅亮，但看着硬度应该也不差。恁这层皮真的很硬吗？不会一碰就碎吧？找死！完了，这哪是比赛？雷姐这一撞，就算是同阶体修也要断几根肋骨，何况是一个毫无灵力护体的农家丫头。那只狗没了主人，正好抓回去慢慢调教。哎呦，我的祖宗，别真给撞碎了吧？那赔率可是能让我把裤衩都赔光的。咦，这冲子壳还怪硬嘞！动不了。这甲根不只是啥体修高手，而是一日不知死活的大好硬壳甲虫。这种虫子最烦人，赶都赶不走，非得给他一巴掌才老实。去，别按着俺，脏死了。那个，俺是不是用力太大了？刚才有只虫子撞俺，俺想把它赶开来着。赢了，痛杀！那是纯粹的力量，纯粹到不讲道理，直接无视了金刚峰的所有防御手段。这怎么可能是一个毫无灵力的废柴做得到的？一巴掌把雷铁臂拍墙里了，这不可能！雷铁臂可是体修啊，一定是演的。加赛，退签，这绝对是加赛！金刚峰怎么可能输给一个种地的？严查，一定是雷铁臂收了黑钱，故意配合他演戏。他们在喊啥？啥是加赛？退签，严查加赛。他们这是没看够，要不俺再把他抠出来拍一次？慢着，江诺，本座怀疑你使用了某种违禁的爆发丹药，或是身上藏了高阶魔道法宝。执法队何在？立刻把他带回戒律堂，搜身彻查。沈堂主英明，把这作弊的龙女赶出去。行了，大比期间除了裁判，谁准许你戒律堂直接拿人的？宗主，此女胜得太过蹊跷，若不查明，难以服众。蹊跷？那一击没有任何灵力波动，纯粹是力气大。怎么，我逍遥宗什么时候规定力气大是违规了？可是，跪下！谁再敢扰乱赛场秩序，直接扔去后山喂妖兽。既然你要护着他，那就别怪我在规则之内玩死他。大家说的对啊，这就是假赛。我小师妹就是个种地的，哪有这本事？既然大家都看穿了这是演戏，那下一场肯定演不下去了啊！下一场的对手可是剑修，人家傲高的很，绝对不会配合。这是一个发财的机会啊！赶紧买江诺下一场输，把刚才亏的钱成倍赚回来。下一场只要对方不放水，这村姑必死无疑。买江诺之后，5套上品灵石，虎牙全部增加。有点意思，明明赢了比赛，却利用信任危机反向收割资金池。这杂役峰的账房是个懂人心的高手。去，跟着那笔大资金，那个叫江诺的可能真有点东西。是，老板。唉，吓死俺了。没事的，小师妹，宗主发话了，没人敢动你。不是，俺是怕把那个人给拍死了，那得赔多少钱啊？咱峰还没还清罚款呢。放心，那人皮肉确实结实，顶多就是全身骨头碎了一半，养个3、5年就能下地了。哦，那就好，只要不赔钱，咋样都行。报应来了，这一把看他怎么演。少林峰，那个号称练气七智空拳的剑修，这家伙打架从来不落地，一上场就飞到30米高空放风筝。力气大是吧？
近战无敌是吧？这一次，我看你那双泥腿子能不能登上天去抓人。飞云峰是那种像麻雀一样飞来飞去嘞，那确实有点麻烦，锄头够不着啊。哎，二师姐，那个纳鞋底的线团带了吗？第2轮第3场，杂役风江诺对战飞渊峰赵凌风。杂役风的师妹，我劝你直接认输。我的剑不长眼，若是划花了师妹的脸，那就不好了。上面那个飞着嘞，那不下来吗？这也没梯子，俺够不着呢。休闲者交手，各凭本事。你若是够不着，那便只能怪你自己没本事飞上来。恁飞那么高，俺也不能拿石头砸恁吧？万一砸坏了还得赔。流云尽雨，落。这就是战术压制。在炼气期，根本没有几个体修能应对住来自空中的远程打击。这咋跟那次在近距离捅了马蜂窝一样，密密麻麻的，看着就烦人。还带拐弯了？那是二师姐昨天刚补好嘞，还特意绣了一朵漂亮的小云子，恁陪俺补掉。这赵凌风太鸡贼了，卡死了攻击距离。小师妹那把锄头再厉害，砍不到人也没用啊。就像是树上的柿子，明明就在那挂着，可就是够不着。而且这柿子还成精了，不停的往下面吐核打人。这鸟飞得太高了，得用弹弓，不能再这么跑了，费血。要是弄得破破烂烂回去，二师姐肯定又要冷着脸好几天不说话。他已经连续跑了1炷香的时间，体力肯定已经到了极限，而我只消耗了30%灵力，胜负已定。天啊！是推剑术，这是有斗真格的了。结束了，这一剑下去，就算不死，也得断几根骨头。这就是挑衅戒律堂的下人。这只手了还在翻东西，难道还有什么保命的法宝？在绝对的高度优势下，他能翻出什么浪花？这是什么毛线球？他是打算给赵不哥织毛衣求饶吗？喂，上面那个，恁飞那么高不冷吗？那不是普通的线，那是文之的天衣无缝线。下来喷喷吧。疯了吧？拿锄头引号灵力巨线？什么？起！中了！给俺下来吧你！这怎么可能？把飞剑拽下来了，那是2品灵气啊！那根红线居然没断。剑起！起啥起？趴着吧。这铁片有点软，还没俺家的菜刀硬。这就晕了。二师姐的线真好用，回头得多要点，这比弹弓准多了。杂役风江诺胜，四师兄，记得把这铁片赔偿算一下，是他先拿剑扎俺衣上的。赔，必须赔！这就是我们杂役风的实力，什么飞天遁地，只要有线。好一个杂役风！刚才那股诡异法则波动，一手徒手败飞剑，直接把赔率打崩了，咱们地气压住翻了至少10倍。四师兄，那这算工伤不？刚才那铁片怪硬，把俺指甲都崩了个小白点儿。算，回去给你买最好的护手霜。飞剑赎金不拿出1万灵山门都没有。别叫，客气点。哟，丹顶阁黄执事想买飞剑残片，得去隔壁上盟排队。我不找你，我找他。找俺买菜吗？今儿的菜卖完了。明人不说暗话，阁主惜才，派我给你指条明路。啥路？铺柏油那种？别装傻。现在退赛交出那个东西，丹顶阁收你去药田当管事，每月50下品灵石。50灵石打发叫花子呢？俺还要拿冠军奖金呢。你要俺交出啥东西？哼，毫无灵根凡人怎有那种怪力？你肯定服用上古禁药，服用禁药是死罪。原来是推销嘞。俺有病，俺看你有病吧。不买没钱，慢走不送。这枚洗髓丹价值连城，交出秘方，这就是你的。啥味儿啊？馊了吧？就这你也敢拿出来骗人？馊了，这是2品灵丹，有价无市。切，还没俺灵石香。啊，这是赤血龙参，至少万年火候。啥参？这就是个萝卜，稍微有点辣，给你一根，赶紧走，别耽误俺吃饭。这种神物也是你配吃的，拿来吧你！
啊！松口，松口，我的手！想抢老子口粮，活腻歪了！哎呀，大黄，别乱吃脏东西，快吐出来！这人好多天没洗澡了，吃了拉肚子。丹顶阁执事公然抢夺选手午饭，还动手伤人，这画面送戒律堂，丹顶阁的脸还要不要了？你想怎么样？精神损失费、大黄孔窍育苗费，一共3000灵石，不过分吧？3000？你抢钱啊？那就5000，或者现在公放刘颖石。呸！真是嘞，早栽粮食。小师妹，咱们被盯上了，以后这种零食别在外人面前吃。哦，是因为他们没见过世面，容易馋苦吗？你说什么？江诺手里有一筐万年血参，还当零食吃？千真万确，属下亲眼所见，那只是冰山一角，筐里还有更恐怖的灵草。天才地宝，真正的天才地宝！软的不行，那就心狠手辣。大比之后，我要他连人带筐全吐出来。通知御兽门楚萧，下一场对江农不许留手，废了他。丹顶阁免费提供3年灵兽丹。嘿呦，楚大少，上一场没输够，这次来送决赛门票钱？哼，江诺，别赢2把就得意，之前对手都是废物，下一场你会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绝望。你这是请了送葬队？介绍一下，这是你半决赛对手幻天魔。原来是同行，小姑你的灵魂味道很特别。恐惧吧，颤抖吧，这就是你的归宿。嚯，这味儿够正嘞！这么大排场，谁家过年杀猪嘞？杀恁多？杀猪？对啊，你看那体比多肥，还有血肠，没灌好就漏了，怪可惜嘞。大个子，这些肉卖不卖？俺给师兄带回去灌香肠。幻术直击心底恐惧，这女人把尸山血海当杀猪宴，她内心充满杀戮渴望。神魔尽趋本源，世界枯萎真相。哎，咋没了？俺还没问价呢，你咋吐血了？是不是肉不新鲜，吃坏肚子了？怎么回事？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快走，他不是人，这货不接了，钱退给你，命要紧。四师兄，城里人都恁奇怪吗？来变个戏法也不要赏钱。楚少，别走啊！你的外援身体不太好，要不要买点我们的神药补补？别得意，明天擂台上见。小师妹，你刚才看到了什么？好多猪肉。二师妹，等咱拿到奖金，咱也杀头猪吧。俺想吃杀猪菜了。你到底怎么回事？刚才为什么停手？楚少，听我一句劝，别惹他。为什么？我试图进入他内心，制造恐惧，根本进不去。他的精神世界是一片深渊。火小了，再吐点，这肉老了就柴了。翟峰的，这里是比赛重地，严禁烟火，立刻把锅撤了。小师妹还没吃早饭，大家耗体力，不吃饱怎么行？这是理由吗？再不撤，我就按扰乱赛场秩序论处，取消你们的。怎么，比赛规则里哪一条写了不许给自家徒弟做早饭？没规定，只要不把锅扔上擂台，就算战术补剑。对，战术补剑。趁热吃，这只鸭子是昨晚在后山抓的，肉质紧实，应该是练过绝脚的。快上来！大师兄手艺越来越好了，比俺村李大娘做的还好吃。慢点吃，别噎着，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都在这种时候了，他们竟然还有心情吃饭！你给我听着，今天要是赶不上台，我就把你私通魔修的事情捅出去，让正道盟追杀你到天涯海角。我尽力。按决赛第一场，杂役风江诺对战三修幻一魔，请双方选手登台。师兄师姐，俺去干活了。完了，那个吃人的怪物，他吃饱了。森罗万象，开！天哪，是幻魔魔的成名绝技森罗炼狱，这幻术太逼真了，连热浪都感觉得到。只要进了这片炼狱，哪怕是大成期修士也会心神失守。嚯，这城里的戏法确实有点东西，做的跟真的一样。俺就说嘛，要是真火，那裁判早领水桶上来救火了，吓唬小孩嘞。这就跟村里过年喷火变脸的杂耍艺人差不多。喂，对面嘞，别在那儿放烟了，呛鼻子。
怎么可能无效？还回失心！走开，走开，别挡道！咋停了？演完了？就这？那是地狱火海，那是索命恶鬼，你怎么可能不害怕？你到底是不是人啊？唉，中了，别好了，怪吵嘞。既然你不肯自己下去，那俺就送你一程。毕竟俺也赶时间，回去还要给大黄喂饭嘞。半决赛第2场，胜者杂一峰江诺。这丫头真是半点亏都不吃，这一拳把赔率彻底打崩了。明日5时总决赛，杂一峰江诺对半御兽门楚萧。滚！都给我滚！这就是你们御兽门精心培养的首席真传。又是你，谁让你进来的？如果你明天不想变成全宗门的笑话，最好把手放下。废物！那个杂一峰的账房正在满世界收钱，而我们御兽门的脸都被你丢尽了。师傅，那女人太邪门了，这是老祖闭关前留下的分神符，里面封印着老祖的一道元婴期神念威压。拿着它，明天上台。我不只要你赢，我要你把那个女人碾成肉泥。是，弟子定不辱命。至于这位，虽然手段有些特殊，但为了万无一失，你自己看着办。老祖的分神符只能帮你压制他，但杀不了他。那女人的肉身有古怪，你想赢彻底，就得让你的灵兽彻底进化。这是什么苦手印？种下此印，你的紫瞳云石会在1刻钟内返祖为上古屹立凶兽，血统魔尸。舍不得，想想那个村姑把你踩在脚下的样子，想想明天输了之后，你会怎么被世人嘲笑。给我，别怪我，这颗兽血沸腾丹是你吃的。人兽合一。再加上老祖符箓，就算是金丹修士来了，也得被你撕碎。江诺，明天我会把你一块块喂给他吃。发财了，发财了！小师妹，咱这把不仅把罚款平了，还能给咱们峰铺个金地转。小师妹明天要打决赛，这顿晚饭必须得吃好。我刚去后山抓了只挺肥的猪，正好给师妹补补力气。这料子还是不抗造，我刚在袖稿里缝了3000根索隆丝，希望能多撑一会儿。要是擂台塌了怎么办？我是不是该连夜去做个备用擂台塞进储物袋里？这锄头是上古神器碎片，平时用来刨地都嫌大材小用，现在居然被主人这么认真的磨，明天那个倒霉蛋怕是要惨。小师妹，别磨了，再磨就秃了。明天那个楚萧肯定有什么阴招，你也别太实诚。要是打不过，咱就认输，反正钱已经赚够了。这块地里长了海虫，明儿要把地好好翻一遍，把虫子埋深点儿。正好当肥料。阁主，这东西真的值得您半夜亲自过目，不过是一节回春草的根茎罢了。这若是回春草，那我丹定阁满山的灵药就全是野草了。这是本源，这节根基里残留的生机，比我那炉炼了3年的9转延寿丹还要浓郁。那个江诺，他只是个不懂行的败家子儿，这种神物，他竟然拿来喂狗，甚至连狗都不吃。传我令下去，立刻去查清杂一峰所有的进货渠道。是。那明日决赛，那丫头赢了楚萧又如何？我要断的是她的后路。大比一结束，立刻切断杂一峰所有的灵肥供应。另外，通知负责水路的外门执事，就说丹顶阁炼丹需要大量净水，把通往杂一峰的那条灵溪给我截断。阁主，这会不会太明显了？若是宗主问起来，只要我丹顶阁说一句灵水紧缺影响炼丹，谁敢为了一个杂一峰跟我翻脸？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小丫头，你那把锄头或许能挖穿擂台，但你能挖穿这笼罩整个修真界的利益大网吗？我以为你会吓得不敢来。听说赢了有5万灵石，俺为啥不来？而且这地咋感觉比之前硬了？兽血沸腾丹，那是御兽门的禁药，楚萧疯了吗？比赛继续，恭请老祖显圣。御兽门这是作弊，这是请家长代打，裁判你瞎了吗？不是单挑吗？咋还能带爷爷上场嘞？无知小儿，见本座法身，为何不跪？你是谁啊？俺为啥要跪？你给压岁钱吗？牙尖嘴利，
既然你不跪，那便碎了吧。恁大阵仗，这地基儿怕是要被你踩坏了。这地基打得也太差了，种地的人最讲究下盘要稳，既然站不稳，那就把土翻一翻，踩实了再说。给俺开！起！什么？这不可能！这是什么法器？土质疏松了，这下踩着踏实多了。喂，还打不打了？他好像动不了了。这应该不算俺破坏公物吧？是他先变恁大个光手吓坏了。俺属于那个词叫啥来着？对，荆棘笔仙。俺看他也不像能爬起来再打的样子，是不是可以判了？本届宗门大比决赛胜者杂一峰江诺赢了，那奖金啥时候发？俺不收签票啊！且慢，江诺，你恶意损毁宗门重宝，破坏大比场地，不仅要取消成绩，还要赔偿所有损失。你说啥？这台子自己不解释，关俺啥事儿？俺就轻轻刨了一下。轻轻刨一下？这叫轻轻一下？你这是在挖宗门的根！刚才那家伙变恁大个手拍俺，俺不挖坑躲躲，难道站着让他拍？这叫荆棘避险，懂不懂法？强词夺理。既然你赢了比赛，那这笔钱就从你的奖金里扣，剩下的由杂一峰补齐。沈副堂主，账可不能这么算，这属于主办方设施维护不当，是质量问题。你说这是质量问题？这可是千年玄铁！千年玄铁怎么了？我家小师妹天生闪力，你们既然允许她参赛，就要做好擂台被打烂的准备。还没完呢，刚才擂台崩塌的时候，我家小师妹受到了极大的惊吓。我要代表杂一峰向大比组委会索赔，得5000上品灵石吧。快把少主挖出来！不打了，好黑，我要发芽了，我要开花了。不好，少主道心崩了，神魂受损严重。沈之贵，此女手段残忍，毁我少主道心，必须严惩。哎呦，这时候想起规则了。刚才他吃禁药，请老祖分身附体的时候，你们怎么不喊停？要不是我家小师妹反应快，现在躺在那里的就是他了。咱们可以去请宗主评评理，让全天下修士看看到底是谁先玩不起。好一个杂一峰，这笔账我们记下了。走。哎，别走啊！修台子的钱到底谁出啊？别想赖账啊！行了，小师妹，这是我们的奖金收款账号，半个时辰内不到账，我就带着全峰去戒律堂门口上吊。赢了！神女，挖空战神。原本以为只是个力气当点的怪胎，没想到竟然是一座活着的神药库。大比一结束，立刻切断供应。我让他看看没有水和肥，他那种出来的神药最后到底姓什么。本座宣布，颁奖典礼现在开始。哎呀，这台子拆得真彻底，这一锄头正好切在地脉的郁结点上，不仅破了阵，还顺带帮地脉通了气，妙啊，真妙！你就是那个把御兽门连人带祖宗都种进地里的杂一峰江诺。是俺，台子坏了是质量问题，现在不能反悔让俺们赔钱。放心，不让你赔，本座不仅不让你赔，还要重重赏你。这是逍遥令，拿着它，除了禁地，宗门上下你可以横着走。铲通嘞，也不是纯金啊，宗主大叔，这玩意儿能折现吗？有趣，沈卓越那个酒鬼到底是从哪儿把你捡回来的？牌子你拿着，钱我也给你。来人，传本座法旨，免除杂一峰此前欠戒律堂的所有债务，另赐上品灵石1万，作为特殊人才允征费。谢谢宗主大叔，以后宗门要是还有这种拆迁，开荒的活儿尽管找俺，俺有劲儿，自带工具。好说好说，以后宗门开荒就靠你了。恭喜江道友夺冠，鄙人陪酒算，天为九州商盟驻南荒分会执事。陪酒算？你怎么来了？这次大比跟你们商盟没关系，别想来分一杯羹。
商盟不缺那点赌资，我们缺的是江道友这样的人才，能一锄头挖断地脉，这种神力在某些特殊遗迹的开发中价值连城。遗迹开发是去挖矿吗？可以这么理解。商盟愿意出高价骗请江道友作为特约顾问，这是5000上品灵石的定金，只买江道友一个承诺。若日后商盟有无法开启的硬土，还请江道友出手松一松。好说好说，黑古师果然慧眼识珠，只要价钱到位，把山给您铲平了都行。那就不打扰各位庆祝了。江道友，我们来日方长。发财了，这就是有钱人的感觉吗？1万上品灵石的奖金，加上陪酒算了5000定金，俺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把欠债还了，还能剩下一大半。俺要买最好的种子，还要给大黄买那个据说能自动蓄满的狗盆，给小红买个纯金的鸡窝。这点石头还不够本尊恢复本口塞牙缝的。15000上品灵石，扣除报名费、修缮费。四师兄，你要是再敢编个名物扣俺的钱，俺就把你种到后山去，明年这时候还能长出俩你。师妹，这叫财务规划。咱杂役峰穷了这么多年，不得存点过冬粮？上一回你说存过冬粮，结果把自己存进赌房里被人扣下，还是大师兄拿菜刀去把你赎回来的。那次赌房老板挺客气，说要是晚去一步，就要把老四切片涮肉了。可惜那种肉太酸，我不做。先说正事，咱们杂役峰的地契赎回来了，剩下的5000，这回真是托小师妹的福，咱们一人分1000，剩下的充公修缮风头，没意见吧？终于能给机关社换个关节了。这就是俺在修真界的家人，一群身怀绝技却穷得叮当响亮的怪胎。明儿一早咱进城消费。这锅气，这导热性，以后做饭再也不用担心锅底漏了。锋利度不错，以后缝嘴更方便了。咋样，喜欢不？这可是俺找城里最好的金匠打来，足足花了俺500灵石。掌柜的说这叫至尊帝王盆，以后你吃饭都有面儿。堂堂屯天豪，上古凶兽，现在居然要用这种俗不可业的金属容器吃饭，这要是传出去，本尊在凶兽圈子里还怎么混？不喜欢，嫌不够大，没事儿，等咱更有钱了，俺给你换个浴缸恁大嘞，让你躺进去吃。去，那是大黄嘞，你的窝在树上，俺也给你铺了一层金箔，别不知足。卢文香，尝一尝下去。师傅，喝一杯。别高兴得太早。丹顶阁那个邱老头，你们这次赢了他下注的人，他那种人记仇得很。怕什么？咱们现在有宗主撑腰，还有小师妹这把锄头，谁敢来咱们就挖谁。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咱杂役峰现在也是有资产的大户人家了。明刀明枪的擂台战好打，但那种看不见血的软刀子，才是最杀人的。咋回事？三师兄，你昨儿没浇水吗？浇了，我还特意开了运水渠的闸门，放了足足2个时辰的水。空气里没有水汽，反而有一股淡淡的、令人不舒服的丹药味。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土掩不了，因为水没来。没水？小师妹快来，出大事了！咋了？丹顶阁的人打上门了，正好，俺正要去找他们要水。要什么水？是要发财了，全是人，山门都被堵死了。谁？想学种地的。自从昨天你那一锄头把楚象种进地里，咱们杂役峰火了。现在外面全是哭着喊着要拜入杂役峰学除法的人。我刚才粗略数了一下，光是报名费就能收这个数。走，去瞅瞅。正好俺想扩建一下养猪铺，缺几个挑大粪的劳力。小师妹，我从小就力气大，靠500斤灵米。我想学那一招刀中楚象，只要能让我学那一锄头的风采，我愿意交出1半身家。俺也没啥功法，你们要是想学种地，俺可以教；但要是想学打架，那你们找错地方了。听听，这就是大师的风范，大道至简。江师姐这是在考验我们的悟性啊！师妹，别解释了，你就随便露2手把他们镇住，然后把钱收了，这不比种地来钱快？种吧，既然你们非要学，那俺就演示一下入门的基本功。种地第一步得有力气。
你拿起来挥两下试试。这怎么可能？这必定是万金神铁打造的重宝。你看，这就是个普通农具，你们连锄头都拿不动，咋种地？回去吧，别在这儿浪费时间了。乖乖，这是什么品级的灵田？那是9叶紫芝，那是龙血参。天哪，随便拔一颗都买下半个外门了！乱喊，想把人引来吗？动作快点！阁主吩咐了，只要土量和水样，别被那只狗发现了。大黄，四狗跑哪儿去了？刚才那个土豪说想看看咱们缝的极品肉干当见面礼，快过来，给你洗澡那个金盆俺都搬出来了。快走！这地方太邪门了，那是狗吗？刚才那一瞬间，我觉得我在面对一头元婴期的妖王。看，这就是跟俺混的待遇，只要好好种地，哪怕是条狗，俺也能让它用金盆吃饭。这热闹就跟假泡沫似的，一戳就破。你是说水渠已经干了？水闸确实关死了，那片田应该撑不过3天。果然是传说中的稀土。这丫头究竟掌握了什么样的沃土秘术，能把那片废弃的荒芜之地变成这种洞天福地？阁主，这土这是无价之宝。传令下去，把所有能通往杂役峰的水路全部截断。另外，这房子里所有卖灵肥和灵水的商铺，谁敢卖给杂役峰一滴水，以后就别想从丹顶阁拿走一颗丹药。既然他有这么好的土，那就让他求着送给我。这也太娇气了，才断水半天就要死。这些神药被俺用稀土和高浓度灵气喂叼了嘴，就跟吃惯了山珍海味的人突然被断了粮，还得被扔进沙漠里暴晒，这落差肯定会引起剧烈的应激反应。不中，得找管水的人问问。谁？哟，这不是江师妹吗？水停了，这事儿我知道，正准备派人通知你们呢。通知啥？最近南荒大旱，宗门上游的灵泉水位暴跌，宗门开启枯水期应急预案，外门和杂役峰的供水必须暂停，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大家都要为了宗门大局着想嘛。枯水期？那为啥那边的水流得哗哗嘞？那是御兽峰的灵兽要洗澡。再说了，人家御兽峰交了灵水加急费，你要是愿意交，我也能给你匀一点。多少钱？不多，每天5000灵石。5000？昨儿楚晓那条灵兽车撞坏俺的矿才赔了500。哼，嫌贵就别用。江师妹，我看你也赚了不少钱，不会这点都舍不得吧？中，既然是田宅，作为种地的人，俺有个习惯，遇见旱情，俺得亲自去水源头瞅瞅，万一是有啥石头堵住了呢？俺这锄头最擅长疏通管道。反了！快通知丹顶阁，那个疯女人往上游去了！啥枯水期？刚才在水里时，俺分明闻到了空气中那股浓得很的水灵气，正源源不断的被啥阵法强行抽走，方向就是丹顶阁。这是不想让俺种地呀！我听四师弟说水断了，就知道你会来这儿。上游有阵法封锁，你一个人进不去，我带了破阵的工具。师兄，这回可能有点麻烦。那个行照里说这是丹顶阁的地盘。丹顶阁又如何？只要是土木结构，就没有我拆不了的墙。就算是丹顶阁的墙挡了咱们的水，那也是违章建筑。好一个枯水期！师兄，开工！这墙俺不喜欢。这是穿山甲3号，这个阵法的结构强度很高，但有个致命弱点在立地3尺的阵眼上，只要用高频震动切断灵力回路，3息之内就能开个门。师兄，你只管拆，谁敢拦着，俺就把他种进地下。哼，这不是风杂役江姐妹吗？还有故事地，怎么不在你们那穷乡僻壤待着，跑到我们丹顶阁的地盘上来搞破坏？水路不通，我们来修修。修水路？这是阁主亲自布下的聚灵截流阵，乃是宗门重地，你们未经允许擅自触碰，信不信我现在就叫直来治你们个图谋不轨的罪名？俺是蒋诺，你们把水截断了，俺的田干了。哦，原来是为了那点水啊！最近太上长老急需一批9转还魂丹冲击瓶颈，这可是关乎宗门气运的大事。怎么，江师妹觉得你那1亩3分地里的野菜比太上长老的丹药还重要？你们炼丹药水，
难道俺就不用喝水吃饭？这叫啥道理？在逍遥宗，资源永远向有价值的人倾斜。废话真多，既然你不开闸，那俺就自己开。这可是连接着宗门护山大阵警报系统的，到时候沈直归副堂主一来，我看你有几个脑袋够砍！师妹，别动，他没撒谎。一旦暴力破阵，不仅会触发全宗警报，还会瞬间记录下攻击者的灵力波动，作为铁证。这是碰瓷阵。上回为了那个破擂台，四师兄差点把裤衩都赔进去，不能再因为这种烂事折进去。修水路，这是阁主亲自布下的聚灵截流阵，乃是宗门重地，你们未经允许擅自触碰，信不信我现在就叫直来治你们个图谋不轨的罪名？俺是蒋诺，你们把水截断了，俺的天干了。哦，原来是为了那点水啊！最近太上长老急需一批九转还魂丹冲击瓶颈，这可是关乎宗门气运的大事。怎么，江师妹觉得你那1亩3分地里的野菜比太上长老的丹药还重要？你们炼丹药水，难道俺就不用喝水吃饭？这叫啥道理？在逍遥宗，资源永远向有价值的人倾斜。废话真多，既然你不开闸，那俺就自己开。这可是连接着宗门护山大阵警报系统的，到时候沈直归副堂主一来，我看你有几个脑袋够砍！师妹，别动，他没撒谎。一旦暴力破阵，不仅会触发全宗警报，还会瞬间记录下攻击者的灵力波动，作为铁证。这是碰瓷阵。上回为了那个破擂台，四师兄差点把裤衩都赔进去，不能再因为这种烂事折进去。顾顺师弟眼力不错嘛，还能看出这其中的门道。既然知道厉害，还不快滚！别挡着我们药道的灵气流通。这水你们用得完吗？用不完又怎么样？那是我们丹顶阁的事。怎么，你还指望我们施舍给你？懂了，师兄，收东西，咱走。既然这儿的路不通，那就换条路。慢走不送，回去记得给你的野菜收尸，到时候要是烂在地里发臭了，别怪我没提醒你。师妹，田里的药草最多还能撑2天，真的不管了吗？谁说不管了？师兄，你刚才说那个阵法是接上游的水对吧？对，它是直接卡在灵河的主脉上，设了一个单向阀门。也就是说，只要俺有本事弄到水，不经过他们那个阀门，他们就管不着，对不对？理论上是这样，但是除了天降甘霖，哪还有无主的水？四师兄说过，这世上只要灵石给够，就没有买不到的东西。俺就不信，这偌大个修真界，连口水都要看他丹顶阁的脸色。对了，师兄，把你那个钻头留着，等俺把水买回来，咱可能得在地下挖条新管道。既然地上不让走，那咱就走地下。好嘞，师妹，把心放肚子里，这一片坊市的掌柜我都熟，只要灵石到位，我让他们把这辈子的洗澡水都给你省下来。师兄，俺们要买可多，咋着也得够交头3国的。老赵，来大生意了！哟，这不是财神爷钱四爷吗？什么风把您吹来了？我要买灵源真水，有多少要多少，还有腐殖灵土，要是1阶以上的妖兽发酵的更好，全包了。哎呦，钱四爷，真是不巧，这水和土本店今日缺货。缺货？昨儿我还看到你仓库里运进几10桶灵水，怎么今天就缺货了？那是客人预定的，我出双倍。四爷，不是我不卖，是上面发话了，谁要是敢卖给杂役峰1滴水1把土，以后的丹药份额全部取消。丹药份额，这是所有商铺的命门。在修真界，丹顶阁垄断了90%的高阶丹药，一旦被断供，这商行离倒闭也就不久了。哼，原来如此。走，换一家。四师兄，要不别动粗，我就不信这偌大个方式全是软骨头。哎呀，手滑了，真是不好意思啊，钱道友，宁可到了听个响，也不能坏了规矩，不是？师妹，这是坊市，有执法队巡逻，不能动手。邱鹤林这老东西够狠，这是要把我们的根给刨了。四师兄，咱走吧。去黑市，我就不信黑市他也管得着。不用了，来不及了，俺能感应到天里那些植物的生命力正在流失。邱阁主这招釜底抽薪真是高明。那杂役峰就是一群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这修真界终究是资源说了算。我倒要看看，没有水，没有肥，他拿什么种？阁主英明。要是普通庄稼，缺水3、5天也没啥事。可这是从禁区带出来的神种，一旦断了供，他们自身那股子厉害能量就会反噬，把自己活活烧死。丫头，这些东西被你养刁了。以前在禁区那是没办法，现在吃惯了细糠，断供3天，神仙难救。3天时间，连去外地调货都来不及。丹顶阁阁主有令，
念在同门之情，不忍见灵物枯死。若杂役峰愿交出灵植培育秘方，并由江诺立誓加入丹顶阁为奴100年，丹顶阁愿立刻开闸放水，并提供顶级灵肥。这就是他们的目的。滚！江师妹，我劝你识相点，只要你签了这份灵植归属契，不仅供水恢复，还能让你破格进入丹顶阁内门做个噬药童子，这可是别人求都求不来的福分。噬药童子，说的好听，其实就是没有人身自由的高级农姑。哎呀，这位师兄，买卖不成仁义在嘛，要不咱们坐下来谈谈分成？谈什么谈？看看这些灵植，再过2个时辰，要是没水没肥，他们就彻底废了。江诺，最后问你一遍，签还是不签？四师兄，哎，算一下，把他打出去得赔多少医药费？按宗门规矩，私闯私寨被打残，那是活该。不过考虑到他是传令师，打断一条腿大概罚50灵石，没事，师兄出得起。你们敢？下来吧你！滚回去告诉邱鹤龄，杂役峰的东西，宁可烂在地里喂猪，也不会给他一片叶子。好的很，你们等着，我要让你们跪着求我。赶走了个苍蝇，可问题还是没解决，而且好像更严重了。我的千年铁木，这是什么情况？他们在指认？是饿了。丫头，你在禁区是怎么喂他们的？就因那边的河水饺，有时候大黄抓回来的妖兽流了血，也顺便埋进去当肥料。那就对了，这些草木吃惯了那些蕴含狂暴本源的东西，现在喂的是温吞的灵水灵肥，它们本来就有点消化不良，现在好了，连这点温吞饭都断了。这就好比一个绝世大仙鬼突然断了烟土，他会发疯，会本能地掠夺周围一切生机来填补空缺。大荒，去弄点水来。没用的，最多3天，这片地会彻底变成死地，甚至会反噬把整个杂役峰吸成干尸。这就是他们的底气，就算不派人来打，光这断弓一招就能逼死俺。俺也来看看。不是，俺好歹是种出了起死回生草的农场主，脑袋就值100块，才100块，看不起谁嘞？俺去打死他个龟孙儿！小师妹别冲动啊！师妹，要不咱们服个软？我看那契约里好像也没说不能赎身。不行，要是签了字，啥都没了。大黄会被抓去切片研究，小红会被拔毛做扇子，师兄们会被赶出宗门流落街头，俺就会变成一个只会种地的傀儡。杂役峰江诺，本座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日落之前若不来丹顶阁跪领罪责，交出秘方，此后杂役峰一草一木休想得到半滴灵液。滚！完了，全完了！刚才那一嗓子是爽了，估计连出门买个馒头都会被丹顶阁的人打断腿。小师妹骂的对，对有什么用？能当饭吃吗？你看这群祖宗，哪怕咱们现在跪下去把邱鹤龄的鞋底舔穿，远水也解不了近苦，这地没救了。大黄，你干嘛？有用！大黄好狗，再来点，这1亩地都靠你了。本尊虽然是神兽，但也不是水龙头啊。刚才那泡尿已经是本尊憋了1上午的存货了。得，熏晕过去了。行了，别折腾了，这些偏方也就只能吊着一口气，治标不治本。要想救活这满山的宝贝，还得找那种水。师傅是说老家那种？天地初开，清气上升，浊气下降，必须要用蕴含先天灵气，甚至是带有一丝混沌属性的真水。比如瑶池圣水，或者龙族祖地的化龙沉水。师傅，你还不如让我们现在就把地卖了分家产。瑶池那是传说，龙族祖地咱们去那是送外卖。这儿，小师妹，这是万兽山脉的核心禁地碧落黄泉瀑布，那是传说中6阶妖兽寒潭蛟的地盘，连金丹期长老都不敢轻易靠近。
大黄，6阶的能吃不？那就中，收拾东西，今晚就走。现在外面全是丹顶阁的眼线，还有戒律堂的巡逻队，咱们怎么出去？再说了，地里的庄稼等得起吗？庄稼等不起，俺们也等不起。至于咋出去，二师姐，你的线除了缝叶子，应该还能缝点别的吧？比如监控阵法的灵力流。缝嘴，我也很擅长。三师兄，你的机关物不是有个潜行模式吗？能不能变成一块石头？给我半个时辰，我能把它伪装成一座移动的假山。中，大师兄，带上你的锅。今晚要是抓到那条泥鳅，咱现场做水煮鱼。得令，我要把那口祖传的乾坤炖肉鼎带上。行了，别在这热血沸腾了，要滚赶紧滚，别耽误我睡觉。记得，要是回不来，就把欠条都带在身上，别留给师傅我还。三师兄，能不能把你那条大腿收一收？再挤下去，还没出宗门，我就要算工伤了。嘘，别吵。刚过去一对执法弟子，沈志贵那个变态，大半夜不睡觉，把巡逻盆次加了3倍。应该不远了吧？按村长爷爷表里，出了这个大门，往西走800里，看见2座长得像馒头的山，中间那条缝就是。小师妹，那不叫馒头山，那是双煞峰。还有，你确定村长爷爷写的是冰镇西瓜？对啊，这几个字我认识，水亮寡天。那是上古神文。翻译过来是极寒必死，碧落黄泉瀑布里面住的那条寒潭蛟，可是咱们宗师见了都要绕道走的狠角色。小红，你怕冷不？你看有暖气，不怕。只要有水就行，我不管它是蛟还是泥鳅，只要它的洗澡水能救活地里的庄稼，我就敢去要。那要是他不给呢？那就把他抓回来，给地送土。正好咱家缺个浇水的长工。到了。按照规律，戒律堂的巡逻队还有半炷香时间会经过这里。二师姐，看你的了。只要是编织出来的东西，就有拆解的方法。快，我只能维持10息。前面就是万寿山脉的外围了，只要进了林子，宗门的监控阵法就效了。但同样的，我们的命也不归宗门管了。怎么说？是大吉还是大凶？怪了，卦象显示此行大凶。按照常理，大凶之兆就是九死一生，但又透着一股极其诡异的大富之象。这没钱居然立住了，意思是我们要么死无全尸，要么发一笔横财。这不就是说高风险高回报吗？做生意不都这样？不，小师妹，这卦象的意思是风险是我们的，回报可能是你的。被发现了，是沈志贵的亲卫队！跑！是杂役峰的人，追吗？前面是万寿山脉，这种深夜进去，就算是筑基期也活不过2个时辰。他们这是慌不择路，找死去了。没追来，他们不敢进来的。这里已经是外围深处了，妖兽横行。这儿很危险吗？当然危险，万寿山脉的妖兽都有极强的领地意识。大黄，别乱做表情，这会激怒领地主人的。这附近的妖兽怎么好像都搬家了？可能是嫌它味道大吧。你看，连妖兽都受不了这味道。行了，既然安全了，就把地图拿出来再确认一下。俺们现在在这儿，穿过这片野竹林，再翻过那座猴子山，就能看见那条河了。小师妹，那是铁背苍熊领地和狂暴魔猿峰，能不能稍微尊重一下那些霸主？哦，熊和猴子，熊掌好像挺补的，猴脑算了，那太残忍，还是吃猴头菇吧。有人在哪儿？后面，不是戒律堂的人，气息阴冷，脚步虚浮，身上带着浓重的药味。你是说跟那个想要俺命的邱老头一个味儿？丹顶阁，看来他们不仅想断我们的粮，还想要我们的命。这种时候派人跟进万寿山脉，绝对不是来踏青的。几个人？3个，都是专业的，一直在顺着我们的痕迹追踪，距离不超过5里。他们既然敢追进来，肯定带了追踪气息的法宝。咱们身上这股火锅味
隔着10里地都能闻到。师兄，你们还记得刚才三师兄说的那个铁背苍兄不？记得啊，怎么了？既然他是这一片的霸主，那领地意识肯定强吧？要是有人大半夜闯进他的窝，还在他门口放鞭炮，你说他会咋样？借刀杀人是清军入窝，既然他们爱跟，那就带他们去见见这儿的地头蛇。正好，俺也想看看这熊皮能不能剥下来做件皮袄。冬天快到了，师傅那老寒腿怕冷。走吧，带路。他们进核心去了，真是天助我也！在这种地方，就算死了，也会以为是被妖兽吃了。只是刚才好像感觉那狗的气息有点不对，一只土狗而已。阁主有令，一定要拿到种植秘方，如果不给，就地格杀。这地方重，风水好，适合埋人。小师妹，咱们离得是不是太近了？这可是5阶妖兽，他打个喷嚏我就得散架啊！怕啥？他睡得正香嘞。而且俺们又不进去，就是在这儿搭个剧嘛。村里老人说过，抓野猪最好的法子就是在他必经之路上设套。咱们身后追着的可是3个筑基期的杀手，你这根藤蔓，这藤蔓怎么有点像古籍里记载的昆龙藤？啥龙藤？这就是路边的野草，就是韧性好点。以前大黄不听话乱跑，俺就用这个绊他，一绊一个准。这玩意儿根本不是藤蔓，是上古神木的半身根须，一旦缠上，连空间法则都能锁死，越挣扎勒得越紧。中了，现金弄好了。四师兄，算盘借俺用用。干嘛？做个诱饵。那些人是冲着钱和配方来的，不给他们点盼头，他们咋敢去招惹那头熊？这群杂役风的废物倒是挺会躲，竟然找了个天然山洞当掩体。只是好像有点不对劲，这也太安静了，而且这股腥味儿……哼，万寿山脉本来就是妖兽的地盘，有点腥味很正常。那几个废物里，只有那个厨子有点蛮力，其他人不足为惧。那是钱不空的本命法宝，他们肯定就在洞里，连法宝都来不及收，说明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好机会，直接动手，封住洞口，逼他们交出种植秘方。烈火掌，给我滚出来！什么东西？铁背苍熊，5阶妖兽，这里怎么会有这种怪物？啊！分头跑！该死的杂役风，该死的江诺，居然敢阴我！什么鬼东西？在下费劲了，这可是俺用来捆大黄的绳子，你要是能挣脱，俺家大黄不要面子嘞！你是故意的，你把我们引到这里，借刀杀人！别说的那难听，俺就是想跟你们借点路费，谁知道恁客气，非要去给熊大爷拜年，就这点儿？堂堂丹顶阁的指示，出门就带这点钱，恁阁主平时都不发公催嘞，穷鬼！杀了我！丹顶阁不会放过你的！杀你？俺可是正经种地嘞，不杀生。而且熊大爷好像还没吃饱，祝你好运。对了，这根藤蔓借你了，不用还。不，别走，放我下来！还怪好看嘞。幸好暴露了我们的位置，而且那个方向正好卡在我们去瀑布的必经之路上。那就是说，要是不解决掉接应的人，俺们就没法去打水。不仅没法打水，很可能连骨头渣子都不剩。这信号级别很高，搞不好会引来金丹期的老怪。那就走快点，谁敢拦俺脚地，俺就把他种进土里当废料。哼，这群废物，抓几个杂役竟然用了血丹令。传令下去，启动绝户阵，哪怕把那片林子烧光，我也要那个女人的尸体和她脑子里的东西。是绝户毒烟，邱鹤林这是疯了，在万寿山脉放这种断子绝孙的毒，也不怕引来兽皇暴动。他不是疯，他是太有钱了，启动一次绝户阵，起码要烧掉3000上品灵石，有这钱直接给我，我把小师妹绑去丹顶宫都行啊。哼，四师兄，你要是敢把俺卖了，大黄就把你的账本全吃了。
往那边走，那边是阵法灵力流动最薄弱的地方，也是最省钱，不对，最安全的路线。走。想往生门跑，天真。雕虫小技。护损这木匠活做得越来越糙了，那个自爆符文画歪了，浪费了至少30%的威力。刚才那只是第一道防线，希望能拖住他们半主将。我说小师妹，你这锄头到底是什么材质的？回头借我挂拍卖行鉴定一下，估价绝对能吓死人。这就是把普通的锄头村头王铁匠打嘞，还是残废品，木砸开刃，就是沉点，砸核桃得劲儿。跑得挺快呀，可惜此路不通。把东西交出来，留你们全食。我说恁是强盗团伙吗？前面那波拦路抢劫嘞，刚被熊大爷收拾了，恁又来，这年头做生意都恁卷嘞。嘿嘿嘿嘿，无知小辈，死到临台嘴硬，结阵！小师妹小心！恁好的林子都被恁熏坏了。这是什么妖法？言出法随，还是风系神通？啥法不法嘞？村里烧锅的时候，柴火湿了就得这么吹，不然烟熏眼睛。还打劫不打俺走了啊，赶时间嘞。到了，前面就是碧落黄泉瀑布。这就是你要找的水源，这水看着就有毒啊！这叫冲水，富含矿物质，脚底最好了。怎么不跑了？前面是绝地寒潭，后面是天罗地网。江诺，这次我看你往哪儿吹！谁说俺要跑了？俺就是来打桶水，顺便叫俺家亲戚起来吃夜宵。这是5阶巅峰，情报有误，快升空，拉开距离！孽畜休得猖狂！正好，杀这畜生取鲛珠，比抓那丫头更值钱。所有人听令，写困兽阵。小师妹，你疯了！那是5阶蛟龙，现在正是狂暴状态，谁去谁死啊！快回来，我正在计算撤退路线。车啥？水就在前头，打完就走。大晚上了，谁有空跟他们玩过家家？不知死活的东西，省得老夫动手了。去，一边玩去，别把水弄混了。这前儿全是冰碴子，咋喝？去，弄点干净的来。这是幻术，那是寒潭角，他在干什么？给人倒水！谢了啊，长处。虽说长得丑了点，但这吐水的本事还中，比村口那条只会玩泥巴的强。别蹭，脏死了。搞定，这水质不赖，回去煮火锅肯定鲜。走呗。走，小师妹，这玩意儿你亲戚？啥亲戚？就是路过来。那里面有不死草发霉的味儿。那洞里阴气森森，连寒潭蛟都不敢住进去，绝对是大凶之地。这蛟龙刚才给你倒水，那是他脑子抽筋，不代表这洞里没别的怪物啊！咱们见好就收，赶紧溜吧。哪有啥怪物，就是一股子霉味儿，估计是通风不好。寒潭蛟这种级别的妖兽守护在此，却不居住在洞内，只能说明一个问题：洞里的东西级别太高，连5阶妖兽都觉得自己不配染指。这是绝世重宝，不能让他进去！丹火焚天扇，给我轰开那畜生！这畜生竟然护主到这种地步！这是鬼面苔，3阶毒草，碰到一点皮肤就会溃烂。小师妹小心！这地太滑了，也没人打扫打扫。这是传说中的不死木，那是延寿果的原种。修士吃1颗可增500年寿元，这东西在9州就绝迹了，只有丹顶阁的禁地里供奉着半颗化石。绝迹？这不就是俺们村口用来拴驴的那种烂木头吗？俺还以为是啥宝贝嘞。别动，生物有灵，直接上手摘会损耗药性的。啥生物都干成石头了，
带回去种在茅草旁边吧，那儿肥力足。要是能长出来，这果子炖汤应该有点嚼头。这一颗果子放到外面拍卖行，能换下半个逍遥宗。大黄，猪腿，那是神木，不可亵渎。是灵蚁，这树之所以枯死，是因为被虫触了。这哪里是狗尿，这是神仙水啊！干得不错，这烂木头三师兄带回去做个板凳吧。俺看这木质挺硬，应该做不坏。用不死木做板凳，坐在上面修炼，恐怕猪都能飞升吧。中了，东西拿到了，水也打满了。那个老头还在外面不？还在，而且好像在叫人。刚才我感应到几道传讯符的气息，估计丹顶阁的高手都在往这边赶。叫人，正好省得俺一个个去找。走，回宗。既然他们不让俺们好过，那俺们就回去给他们个大惊喜。传令下去，调集所有在附近的丹顶阁弟子，带上破阵雷珠。我就不信炸不平这个山头。可是长老，这里是万寿山脉核心，动静太大会引来兽潮。怕什么？出了事我担着。只要拿到里面的东西，就算是宗主怪罪下来也值了。哟，恁些人啊，想要这个元兽果，而且看那成色，竟然是原石种。给我抢！谁抢到赏灵石10万，给我杀！大黄，看来俺们得坐快车回去了，送俺们一程。这葫芦里的水分你一口。7天了，长老，里面一点动静都没有，要么是逃了，要么是饿晕在里面了。哼，方圆百里都被我封锁了，他们能逃到哪儿去？那几只畜生应该也饿得差不多了，正好抓回百寿丹。传令破阵，进去后。他怎么追过来了？结阵，快结阵！这畜生来报仇了！他去后山等主人兑现承诺，主人难道是江诺？快！可咋了？俺的菜啊，俺的命啊！出门一趟把恁饿瘦了，这就开饭。没死，不仅没死，还坐着那条5阶蛟龙飞回来了，装神弄鬼。万寿山脉的水源都被我看守着，你那葫芦里装的怕不是尿吧？这是寒潭最深处的地脉灵乳，哪怕是元婴期修士都不敢轻易潜入潭底去取，你拿它来浇地。老头，你吵死了！咋你也渴了？想喝自己去后头排队，大黄还没喝嘞。我费尽心机封锁水源，结果搞来了比宗门灵泉还要高几百倍的渗水，而且是按吨批发嘞。江诺，你私闯禁地，盗取宗门资源，这寒潭水乃是万寿山脉共有之物，你私自开采，该当何罪？来人，把这些赃物全部扣押，这是丹顶阁的战略物资。赃物？这是俺凭本事借来的水，那条长虫都同意了，你算老几？我看你是找死！连种出来的葱都能打人，这还是灵芝吗？这分明是一群披着植物外衣的妖兽。乖，别跟这种没见过世面的人一般见识，好好长，过2天哪能蘸酱吃？老头，你要是想打架，俺这锄头正好还没送完土；你要是想摸手，你得先问问俺的庄家答不答应。好得很，江诺，你别得意，有些东西不是你一个杂役弟子有命享用的。咱们走着瞧！吓死我了！这老东西要是真拼命，咱们还真不好办。拼命？他那身子骨太脆，不够大黄一口嚼的。二师姐，你给他们缝个布兜，别叫他们受潮。3师兄，赶紧做几个架子，这瓜藤没地儿爬了。4师兄，算算这批菜长出来能卖多少钱？这回咱杂役峰不仅要吃饱，还得叫那些想饿死俺们的人求着俺们要饭吃。师妹，水的问题解决了，地也种活了。但咱们面临一个更严峻的问题，没钱。咋会没钱？大比赢了奖金嘞！上次罚款，这次修缮机关屋的材料费，还要给那条蛟龙买过路费，不仅没剩，还倒欠商连3万灵石。邱鹤林那个老东西太阴了，他发布了丹道封杀令，现在全宗门上下没人敢收咱们的灵芝，连食堂都不敢买咱们的菜。他是想把货烂在咱们地里。他不让别人买，俺就不能自己卖吗？谁敢买？丹顶阁掌握着全宗的丹药供应，谁要是买了咱们的菜，以后受伤了、中毒了、瓶颈了，丹顶阁就不卖丹药给谁。这招连做够狠。
那俺们就卖能当丹药吃的菜呗。什么意思啊？这玩意儿吃一口，感觉比上回师傅给俺的那颗灰气丹劲儿大多了。只要俺们的菜比他们的药好，还比他们的药便宜，你说？但我们需要一个不怕丹顶阁的中间商，正好，我的债主今天要来催债。钱师弟，这3万灵石的债我看是很难还上了，不如把这块地押给衙门。裴老板是吧？尝尝，自家种嘞，莫打农药。俺看你脸色发青，眼底发黑，有点肾虚，吃这个补补。江姑娘说笑了，裴某不吃就是不给面子，这可是好东西，俺不骗人。这是刚才地里拔的啊，地里多的是，大黄都不爱吃这口。钱师弟，江姑娘，咱们谈谈合作吧，这债不用还了，我入股。入股不行，咱们只谈代销，利润4、6开，你4我6，成交。但我有个条件，这种特产必须独家供应上盟。中，只要你能卖出去，别叫他们烂地里就行。还有，从今天起，杂役峰的东西，丹顶阁的人不许买，卖狗都不卖给他们。疯了吧？这是公开叫板丹顶阁？杂役峰能有什么好东西？还比丹药强10倍，吹牛不打草稿。我看这就是想钱想疯了，谁买谁傻子。各位师兄师姐，别被骗了，咱们丹顶阁新出的回春丹，那是邱长老亲自监制的，品质保证。别去买那些不干不净的野菜，吃坏了肚子事儿小，毁了道金事儿大。啊，什么味儿？好香啊！这汤怎么卖？第1天开业，前10碗免费试吃。师兄，请。神药，这是神药啊！比丹顶阁的1阶极品疗伤丹还要强！再给我来1碗，我要买10碗！给我来1碗，我要买那个萝卜，生的也要！别急我出双倍价钱！断供，人家直接另起炉灶，种出了比丹药还要逆天的东西，直接把丹顶阁的桌子给掀了。长老，现在怎么办？下面的炼丹师都在闹，说药材卖不出去，丹药也没人买。传令下去，通知所有长老，明日随我去见宗主。他不是能种吗？我倒要看看，等我把他定性为勾结妖魔、祸乱宗门的异端，他种出来的东西，还有谁敢吃？宗主，您还要纵容那个妖女到什么时候？那些东西未经火炼单独内运，现在看着有效，日后必成大患。邱长老，话不能说的这么绝嘛。我看弟子们吃了反应挺好，那几个卡了瓶颈的小家伙都突破了，那是透支生命。宗主若不信老夫的判断，难道也不信丹道1000年的传承？未经炼制的草木皆有毒性，这是常识。他江诺何德何能，能打破常识？那依邱长老的意思，立刻查封杂役峰，将江诺及其党羽拿下问罪，毁去所有妖职，否则丹顶阁即日起无限期封炉。逍遥宗上下3万弟子的丹药恭敬，请宗主另请高明。哟，怪热闹嘞，这是集体要饭嘞。妖女，你还敢来这神圣之地？俺不来，咋知道有人在背后说俺坏话？老头，你说俺的菜有毒？那是药物，不是菜。俺那是施肥浇水正经种出来的。倒是恁把好好的草药扔进炉子里烧成灰，搓成泥丸子卖高价，那才叫暴殄天物吧？你放肆！荒口小二，竟敢侮辱丹道！邱长老，过去3天服用了杂役峰产品的弟子，无一人出现不良反应，反倒是吃了你们清心丹的，有好几个拉肚子。那是排毒。哦，原来拉肚子叫排毒，那吃俺们的萝卜突破境界叫啥？叫回光返照。宗主，若他不除，我丹顶阁绝不复工。邱老头，你别逼宗主，你不就是怕俺的菜抢了你的生意吗？满口铜臭，老夫维护的是丹道正统。既然你说你的是正统，俺的是野路子，那咱就比比呗。光在这儿打嘴炮有啥意思？你想怎么比？下个月不是有啥9宗丹道大会吗？恁丹顶不是每年都要去显摆吗？俺也去。你去？你会炼丹吗？你有丹火吗？你懂药理吗？俺不懂炼丹，但俺懂种地。咱就比比，是你炼出来的丹药厉害，还是俺种出来的原生态厉害？要是俺输了，杂役峰就地解散，俺任凭你处置，要杀要剐随你便，所有的地俺都给你铲平，
但要是你输了，我不可能输。要是你输了，丹顶阁以后见了俺杂役峰的人得绕道走。还有，你得把你那口煞镇阁宝录送给俺家大黄当饭盆。狂妄！好，既然你要找死，老夫就成全你。宗主作证，下月丹道大会，我丹顶阁与杂役峰一决高下，既分胜负，也决生死。准了，都退下吧。下月15，九宗丹道大会见分晓。小丫头，珍惜你剩下的日子吧。在丹道大会上，我要让你知道什么叫规矩。四师兄，那老头刚才说的镇阁宝录是金的不？大黄最近刚好缺个磨牙嘞。那是天阶法宝，不过如果是用来磨牙，硬度就应该够了。神级种植术，终于要离开宗门大阵的保护范围了吗？小师妹，这回玩脱了。丹道大会不是斗兽，那是邱老头的地盘，评委是他的人，规则是他定的，连比赛用的火炭都是丹顶阁特供，你拿什么赢？拿头赢，还有命。四师兄，咱封的地是不是快种满了？啊，是啊，但这和赌命有什么关系啊？地不够种就得开荒，俺看丹顶阁那几座山头就种襄阳、通风，适合种花椒跟朝天椒。合着你在大殿上立生死状不是为了自保，是为了吞并？你是想收购丹顶阁？既然他们不让俺好好种地，俺就把他们的地都种了，到时候规矩就是俺们说了算。这步棋走出去可就回不了头了。以前别人只当你是运气好的村姑，这次之后你就是九宗公敌，怕不怕？师傅，在老家的时候，村长爷爷教过俺一个理儿。哦，要是有人想掀你的饭桌，最好的法子不是护着碗，而是先一步把桌子掀了，再把那人的头摁进饭桶里。好一个掀桌子！既然徒弟有这志气，做师傅的也不能太寒碜。这次丹道大会，我陪你走一走。怎么了，老铁？感冒啦？没，感觉咱家那个小兔崽子好像在外面搞什么大动静，那股子要把天捅破了劲儿，像我。像你就完啦。诺诺那是去建设美好新农村的。小师妹，看来有人比你更急。咋了？丹顶阁刚发出的消息，邱鹤龄以除魔卫道的名义发布了丹阁绝杀令，凡能取你项上人头者，赏多少？100万下品灵石，外加1颗5品延寿丹。这老东西是把丹顶阁的老底都掏出来了吧？这是真不想让你活到下个月比赛啊！小师妹，别怕，只要不出宗门大阵。不是，俺好歹也是养活了一封人，种出了起死回生草的农场主，脑袋就值100万，才100万，看不起谁嘞？江师妹是吧？奉邱长老令，特来通知一声，从今日起，宗门内务堂暂停对杂役峰供应一切灵芝肥料，包括也不限于灵土、兽骨粉以及各类催生液。邱长老说了，既然你们杂役峰想在丹道大会上露脸，那肯定有过人的本事。这点小小的资源调配，想必难不倒你们吧？就这事儿？没肥料，你这些破苗子不出3天就得死绝。我要是你，就赶紧去邱长老门口跪着求饶。大黄，送客。不识好歹，等着饿死吧！盛好，这点金粉还能给土松松绑。小师妹，这回真麻烦了，现在市面上所有能用的灵肥都被丹顶阁高价收走了。这片地虽说被俺用稀土改良过，但架不住种的东西太能吃。现在叶片已经开始泛黄，那是缺肥的信号，市面上买不着，一粒鸟屎都买不到。这帮炼丹的太有钱了，一家3倍收购，谁还敢卖给咱们？那只能靠自己了。自力更生，小师妹，那是肥料，要有灵力的。咱们峰除了石头就是草，拿什么？小师妹，你不会是想……在老家的时候，村长说过，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这可是纯天然无公坏、高浓度的顶级单磷钾。你不要过来啊！我是有身份的狗！别浪费，咱峰现在正是难的时候，作为家里的一份子，你得有奉献精神。四师兄，去后山扫点落叶来，最好是那种烂的差不多嘞。
大黄吃的是极品零食，啃的是天阶法宝，进的好，出的能差吗？这就好比用黄金喂鸡，鸡拉出来的哪怕是屎，那也是香雄金边的屎啊！这就去。中了，这菲力绝对够劲儿。小师妹，咱们这是要种地，还是要灭门啊？这叫发酵的味儿，是丰收的前奏。邱长老既然断了俺们的粮，那俺们就请他们闻闻这一山的香。这效果，这哪里是肥料，这是金在拉成精啊！俺就说嘛，庄稼一枝花，全靠粉当家。你看他们吃的多得劲儿。别喂了，撑死了！小师妹，你在煮什么？为什么空气里有一股让我想把昨天的晚饭都吐出来的味道？俺在施肥啊，大师兄，你看长得多好。施肥？你这是在炼制什么绝世毒蛊吧？这味道连我的护体罡气都防不住。那可不，这可是大黄亲情赞助嘞，肥力那叫一个地道。别提我的名字，丢不起这人。杂役峰江诺何在？有人举报你们违规排放有毒气体，还不速速开启大阵，接受检？你们竟敢！碰瓷嘞！不，我觉得他是真的不行了。袭击戒律堂副堂主，这罪名要是坐实了，咱们得赔多少钱？这体质也太差了，城里人就是娇气，闻点农家肥都能晕过去。大黄，去打桶水来，先把人泼醒。俺们可是正经种地的，别真给人熏出个好歹来。还要我去救这个来找茬的？谁暗算本座？醒了，大黄去打的水还是热乎嘞。江诺，钱不好！你们公然在宗门内释放毒气，袭击戒律堂副堂长，这是死罪！哎呦，沈堂主，什么毒气？那是咱们杂役峰搞农业生产必须要用的有机肥，施肥还犯法吗？施肥？刚才御兽峰那边传讯说护山神兽都口吐白沫了。沈大人，这不也是为了给宗门创收吗？创收个屁！制造恶臭，扰乱公共秩序，袭击执法人员，还有破坏宗门财物，一共23000下品灵石，现结，少一个子儿，我就封了你们这破山头，把你们全都赶出去。村口王大爷卖一头猪也才几百个铜板，这城里的罚单怎么比抢劫还快？沈黑脸，你怎么不去抢丹顶阁？我们杂役峰穷的耗子进来了都得含着泪走，哪来的钱？没钱，没钱就拿人抵债，或者把地契交出来。哼，那就别怪我不讲情面。这是刚才那片枯苗。都说了是施肥嘛。沈大人，罚款能不能缓几天？实在不中，拿这个抵。你确定这玩意儿能吃？自家种嘞，没打药，尝尝，不好吃不要钱。那可是沈妃催出来的透茶啊！这一口下去得多少灵石？沈大人，味儿咋样？抵那2万罚款够不够？此物尚可，虽然不足以完全抵消罪过，但念在你们是初犯，且确实有悔改表现，这次罚单就算了，下不为例。若再有这种毒气扰民的事，绝不轻饶。明日送2根到戒律堂，本座要拿去化验成分，看看有没有违禁。吓死我了！还好这老小子识货。不过小师妹，这萝卜效果这么好，刚才那是便宜他了，那一根萝卜至少能卖5万。这一茬长得太快了，这才半天就熟透了，俺们几个人根本吃不完，再不收就老了。卖呀，这品质碾压丹顶阁那些垃圾回春丹，咱们卖给内门，绝对发财。唉，采购部不收俺们的货，任务大典也不挂俺们的单子，咋卖？这帮孙子，这是要逼死我们！既然他们不收，那俺们就去摆地摊儿，只要东西好，还怕没人抢？大师兄，带上你的锅跟刀，俺们去给这帮没见过世面的城里人一点小小的美食震撼。既然规则堵死了路，那就用锄头挖出一条路来。
就这儿了，风水宝地。喂，小师妹，你们这是过家家呢，赶紧收摊回家吧，别在这丢逍遥宗的脸了。这位师兄，话别说恁满，待会儿闻着味儿了，可得排队啊。大师兄，起走。10多。这要是砍在人身上，怕是连护体灵光都来不及反应，就被骗成刺身了。有点意思，我就说今天怎么总闻到一股穷酸味儿，原来是杂役峰的各位在此献艺。邱执事，江师侄，虽说杂役峰经费紧张，但也不至于沦落到这种地步吧？大力萝卜汤，你们该不会是想用这种凡人的泔水来赚同门师兄弟的血汗钱吧？邱管事要是买不起，就去那边排队领救济，别当着俺做生意。这种充满了杂质的食物，吃一口就会在体内郁结成毒，不仅无益，反而会毁了你们的根基。正好今日路过，我也带了一些刚出炉的回春丹，只卖101颗，这才是修士该用的东西。我要1颗，求主师给我留2颗。这就是修真界的傲慢，宁愿花大价钱吃那些充满了丹毒的药丸，别急，火候还没到，也不愿意相信一口纯净的食材。什么味道？那是灵气浓郁到极致产生的化形异象，哪怕是我炼制的3品丹药，也从未出现过这种异象。汤熬好了，谁刚才说这是洗锅水来着？麻烦让让，别耽误识货的人排队。雕虫小技，不过是些迷幻心智的香料罢了，莫要被这妖术迷了眼。没人敢喝，那可惜了。大师兄，这头一锅汤火候正好，要不咱自己分了吧？我买。是赵铁柱，听说他接了猎杀铁背狼的任务，看来是栽了。邱执事，回春丹能不能便宜点？我只有这些了。101颗，概不赊欠。你这点钱连买废丹都不够，哪怕是毒药，至少能在死前做个饱死鬼。接着。出事了！我就说是毒药。江诺，你竟敢公然在交易区售卖毒物，残害同门！我突破了，困了我3年的瓶颈破了。真的假的？赵铁柱，你是托吧？托你大爷！老子感觉现在能一拳打死一头牛。再来一碗，江师姐，我要再来一碗。懂不懂先来后到？我先排队的。江师姐，给口汤喝吧。身为炼丹师，我能清晰地感觉到，那个弟子此刻生命力旺盛的吓人，根基扎实无比。排队，都给俺排队！你那个想把头伸进来的，你是想把自己炖了吗？没人先够1碗，不许打包，这锅不够了，后面的人别排了。邱执事，看来大伙儿还是更喜欢这种香叶味儿。您那回春丹还是留着自己补补吧。俺看您脸色不太好，是不是上火了？好手段，但这逍遥宗是有规矩的地方。既然是做生意，那就得按生意的规矩来，无正经营，扰乱市场。我看你这摊子能摆多久？大师兄，收摊，今晚给大伙加个鸡腿，刚才那一嗓子吼得中。让开，都给我让开！执法队办事。刘管事，就是他，不仅在这儿公然售卖不明液体，还聚众闹事，打压同门。哼，好大的胆子！哪个疯的？谁批准你在这儿摆摊的？这位管事，俺这就是卖点早饭，赚点辛苦钱，贴补家用，还得特批啊。哼，早饭？刚才那个弟子喝了你的汤，当场连破2级，这分明就是药效极强的丹液。那是萝卜汤。萝卜本来就不起，他自己身子骨好突破了，难道俺还得负责帮他压着修为不成？还敢狡辩！你售卖不明药物，涉嫌危害宗门安全，先查封你的摊位，没收所有非法所得，把那口果还有那个袋子统统交出来。趴下！不能打，这是宗门重地，要是大荒动手伤人，那就是纵兽行凶。怎么还想放狗咬人？罪加一等！来人，把这狗也给我抓回去，做人道处理。大师兄，别动。中，恁说规矩，那就按规矩来，俺不摆了。既然是违禁品，钱必须充公。令氏是大伙自愿给了食材钱，既然恁说这儿不能卖早饭，那俺会自己山头吃，总不犯法吧？好，算你识相，以后别让我在交易区看到你，否则见一次砸一次，滚！
江诺，做人要有自知之明，有些生意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做的。走吧，不让俺在路边摆摊儿，中啊！本来俺也觉得路边摊配不上俺的神级食材，能把客人都撵走了，那俺只能在家里把门开大点，叫他们自己求着上门。小师妹，怎么回来这么早？不是说要卖到晚上吗？不买了，被人撵回来了。要去封了他们的嘴吗？不用。这儿放灶台，这儿放桌子，还得整个派对的地方。三师兄，把你的木头都拿出来，俺要建修真界最大的食堂。就在这儿，不用太复杂，重点是大，一定要大。多大？能装下1000人吃饭那种，还得通风好，光线足，最好一进门就能看见后厨的大锅，叫大伙闻着味儿就挪不动脚。1000人，出去闭关的、历练的，撑死了1500。你这是要把整个逍遥宗都装进去？做生意得有长远眼光嘛。四师兄，这些钱算你入股，帮俺管账和采买调料，中不中？既然师妹这么有诚意，那师兄就勉为其难帮你管账。不过丑话说在前头，要是亏了，这本金可不退。亏不了。三师兄，这是俺画的图纸，你看看能做不？懂了，动线循环全自动流转，这是机关食堂啊？俺就画了个大棚子和几张桌子。没问题，半个时辰。啥？半个时辰设计好？建好。起。去。那是三师兄从禁区边缘偷偷砍回来的铁力熟木，硬度堪比天阶法宝，现在居然被拿来盖饭馆。好了，有点赶，粗糙了些。这叫粗糙？这要是搁以前，高低得拿个普利兹凯奖。进去瞅瞅。适应不同种族，有的师兄体型大，有的小。重？太重了！三师兄，你这简直是人体工学大师啊！这样省人手，不用跑堂的。这哪是食堂，这分明就是一座精密的工业流水线啊！硬件都弄好了，四兄兄，接下来看你来了，这招牌咋挂？是不是太狂了点儿？咱这才刚起步，容易挨揍。就凭师妹你那能让人原地突破的萝卜汤，这名字不仅不狂，还谦虚了。现在我们有店面，有招牌，我看谁还敢说这是路边摊？中，明天正式开业，菜单俺都想好了，除了萝卜汤，再加上红烧肉、清炒小白菜，主食就上0米饭。价格呢？这萝卜汤既然能治伤，怎么也得卖个50灵石一碗，比起回春丹还是便宜了一半，绝对有人抢。不中，50太贵了。贵？师妹，你那是神药，不是洗锅水，50我都嫌亏本。咱现在被封锁着，秋和林肯定会想法子拦着客人。咱要的是人多，就卖10灵石。你疯了！那锅汤光是耗费的灵气都不止这个数，还有大黄的肥料成本呢。不仅是传单，还是优惠券，上面就写万界第一大食堂开业大轴饼，凭此券全场菜品前3天半价，万事俱备，只欠客源。明天我就让邱鹤林看看什么叫民以食为天。地里的萝卜够不够？那头刚抓回来的满猪肉质咋样？啊！姐，大师兄，你这一手庖丁解牛用来切猪肉，简直是大材小用啊！肉质尚可，就是土腥味重了点，只能多放点大料压一压。四师兄，人来了没？急什么？让香气再飘一会儿。铁柱，你确定没骗我？5块灵石就能吃到堪比回春丹的东西，这杂役风怕不是在卖泔水啊？就是啊，单给我一颗刺不性回春丹都要80块灵石，要是被坑了，我跟你没完！哎呀，你们去了就知道了，你闻闻这味儿。欢迎光临万界第一大食堂，开业大侨包凭券半价，今日特供红烧铁背蛮猪肉、清饺翡翠白菜神力大萝卜汤。红烧肉原价30，现价15，萝卜汤原价10块，现价5块。师兄，你们这是做慈善？概不先账，只收现灵石，要吃赶紧，后面还有人排队呢。我要1份红烧肉，再加1碗汤。好嘞，红烧肉1份，汤1碗，收您20灵石，进去找座，等着。
太好吃了！啊，突破了！我要一份，我要！别急，排队，一个一个来。大师兄，红烧肉不够吃了，再切一头猪。三师兄，把传送电速度调快点，3号桌催菜了。撒谎，不准偷吃，那是给客人嘞。这一顿饭卖的钱够买多少根骨头啊！这白菜里竟然有木灵气，我修炼木系功法3年了，还没这一盘白菜补得多。没货了，今日售罄，能不能再做点？不出说规矩就是规矩，明日请早。在这个把辟谷当高尚、把丹药当饭吃的世界里，用最原始的最掺劲儿，再堆上最硬的好东西，这就是没人能破的阳谋。四师兄，算算赚了多少？出去成本净赚这个数，这只是开始。消息传的比我想象的还要快。10块零食，他们这是在砸我的饭碗。四师兄，咱是不是定价定低了？低，这叫渗透定价价格，只是为了培养用户习惯。是周通师兄，那个卡在炼气圆满30年的老倒霉盾，听说他寿元将近，再不筑基就要老死了。他也来吃饭，一份红烧肉，听说这能补气血。3号桌，拼了！孽畜，休想乱我道心，给我放！筑基了，卡了30年瓶颈，吃了一盘肉就破了。恭喜突破啊！不过百年天目桌1张，再加上底板磨损费，一共50灵石。多谢将师妹再造之恩，别说50灵石，以后这条命就是杂役封的。是，今天的回春丹还是没卖出去。听说那个周通吃了杂役封的一盘肉，筑基了。筑基，一盘猪肉能让人筑基？如果大家都去吃饭就能突破，谁还来买昂贵且又单独的破镜丹？去通知赵龙他们几个，既然他们喜欢开店，那就找几个人去他们捧捧场。我就不信这杂役封还能无法无天了不成？吃饭，哼，明天我就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店家，这就是那什么万界第一大食堂，也不怎么样嘛，破破烂烂的。10块零食，吃饭排队，列弄坏东西照价赔偿。要是做的不好吃，也拆了你这破店。先给钱后上菜，这是规矩。在外门，老子就是规矩，让你上你就上，哪那么多废话？四师兄来了，恐吓食客坏桌椅扰乱经营秩序，赔偿金已经涨到100灵石了。大家快看，这店里的菜不干净，这么大一只食老虫，吃了可是要死人的。黑店居然给同门吃这种毒物，兄弟们，给我砸！等会儿，二姐腐骨虫，肉有点柴，还有点毒，吃着肯定发苦。虽说俺不介意加菜，但这种破食材能不能别往俺们的好菜里扔，串味儿？你找死！这里是吃饭的地方，不是斗兽场。放开龙哥！没规矩。我是受人指使的，是丹顶阁，别杀我！谁指使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地板，这桌子。我赔，我储物袋里有500灵石，都给你，求求你们放我下来。魔格灵刚好500，去砸个只有杂役弟子的破店，居然被人像缝沙包一样扔出来了，我的脸都被你们丢尽了。那个绣花的女人太邪门了，那是元婴期才有的手段吧？咱们外门什么时候藏了这种怪物？去，请戒律堂沈副堂主。就说有人在宗门内私设堂口聚众斗殴。谁是负责人？俺是。恁要是来吃饭嘞，去后头取号；要是来找事儿嘞，刚才那伙人的赔偿款还没给，恁也得排队。牙尖嘴智，本座既不是来吃饭，接弟子举报杂役封涉嫌使用违禁毒物，即刻起查封此处，所有人员接受盘查。慢着，沈副堂主，各封拥有自主经营权，戒律堂无权干涉。我们卖的是自家种的萝卜白菜，怎么就成了违禁毒物？就知道这个死要钱的会出来搅局。刚才送去丹顶阁救治的赵龙等人，经查体内有诡异的灵力残留，求只是怀疑是你们的食物中有致幻毒素。钱不扣，你还要狡辩吗？所有食客立刻放下碗筷离开，谁敢逗留，视为同谋，扣付当月宗门贡献点。看来并没有人意为你们作证。封，能不能等会儿？还要付元康。单人出那锅十全大补萝卜煲汤刚炖好，火候正好到9成9，
要是现在把火灭了，这汤就糟蹋了。哼，都要查封了，谁还管你的汤？那多浪费啊！里面放了3根百年的大白萝卜，倒了要遭雷劈嘞。既然这店要封，不如俺请大家喝了再封，这是俺作为师妹的一点心意。我戒律堂弟子铁面无私，早已辟谷，岂会贪图这点口腹之欲？大师兄，掀锅盖吧！既然师兄们不吃，只能给大黄当加餐了。啊、队长，这味道好像真没毒。这位师兄，俺看你脸色发青，前段时间是不是受了寒伤？这汤里加了烈阳草的根须，专治寒毒。我只是尝一口，不要钱，就当帮俺试毒。恁不是说俺的东西有毒吗？验证一下总没错吧？住手！作为队长，我有义务身先士卒，这种试毒的危险工作，本座亲自来。沈堂主，汤喝完了还贴不贴啊？沈堂主，这一碗至尊龙骨汤，鉴于您是试毒，给您打个折，收您5块，不过分吧？记账还是现结？队长，您试毒试饱了，兄弟们还饿着呢，我那寒毒……真对不住啊，刚才那是最后一碗。要是恁不嫌弃的话，那边还有一桶刚熬好的乱炖，本来是给大黄给看家护院的灵兽做晚饭的，卖相不中，都是些边角料，萝卜皮啊、碎骨头啊啥的混在一块煮嘞。这是狗食？那我以前吃的那些辟谷丹算什么？土吗？真的可操！各位师兄要是嫌弃，不嫌弃，师妹，给我来一勺，算我欠你个人情。不用欠人情，帮俺把门口的地扫扫就中。我的腿不疼了，丹顶阁那帮庸医骗了我几百灵石都没治好。沈堂主，刚才那碗汤是开胃了，不顶饱。这个虽说卖相不中，但真的可补。你要不要再来点？下不为例。这不可能，哪怕是丹顶阁的3品扩张丹，也没有这么立竿见血的效果。这杂一风到底在菜里放了什么？完了，大黄回来该闹了，还得给他重新熬。全队听令，经查，杂一风大食堂食品安全合格，且具有显著的疗伤固本之效。所谓的举报纯属子虚乌有。队长英明，吃完了就干活。没听见江老板说吗？不想欠人情就把地扫了，把桌子擦了。沈堂主，既然误会解除了，那这罚款……哼，罚款照交，臭气扰民是事实，这是规矩。唉，不过能不能给我办张那个什么会员卡，以后不用排队的那种？好说好说，至尊 VIP 卡给您打8折。报！慌什么？沈之圭是不是已经贴封条了？不是啊，只是沈阎王他带着执法队在杂一风吃上了，还帮着江诺擦桌子扫地。什么？沈之圭疯了吗？他不想在戒律堂干了？听说有个中了3年寒毒的弟子，吃了一口那边的剩饭，当场就好了。现外面都在传，杂一风的剩饭比咱们的回春丹还管用。既然你们这么会种地，那我就让你们的地变成寸草不生的死地！呵，挤什么挤？那个穿红衣服的，别以为你是剑锋的就能插队。凭什么？执法队了不起啊？你们怎么不排队？看见没？咱们执法队昨晚可是跟杂一风签了安保互助条约的。沈堂主，您里面请，2楼雅座给您留好了。今天早点是紫气东来粥，江师妹特意给您留了大份。本座只是来视察工作，顺便吃个早饭。钱师弟，这秩序还得加得强啊，万一发生踩踏，我戒律堂上无光。大师兄，萝卜不够了，再去地里爬100根，20些盘子嘞，咋全是活口嘞？三师兄，桌子塌了，赶紧去修修，那桌客人是提修太沉了。小师妹，要不歇会儿？这也太疯狂了！我感觉我在剑锋练剑10年都没这2天切的菜多。我是个剑修，虽然转修了厨道，但骨子里还是觉得自己是个雅人仙切的疯狂切菜，让我有一种沦为有伙夫的错觉，道心都快切碎了。大师兄，外头那些人，刚才有个炼气3层的弟子吃了你切的萝卜片，当场就突破到炼气4层了。他们都说你是修真界最厉害的药师，在你手里，这把刀是用来救命的。小师妹说的对，既然是为了救人，那就切个痛快。小红，火大点，上菜！打烊了，打烊了！那个抱桌子腿不撒手的，再不走扣你学分了啊！发财了！今日净利润传38000下品灵石，而且刚才丹顶阁那边的线人传来消息，秋鹤林的丹药铺子今天营业额是0。0，邱老鬼这回怕是要气得吐血3升了。有钱了，明儿就能买更好的种子，还得把那块荒地也开出来。
别吃，那是卖种子的钱。江师妹抓到一个探子。探子？咦，这人俺见过，好像是丹丁阁那个专门给秋荷岭扇扇子的小童子。别误会，我不是来偷情报的，我是来买外卖的。买外卖穿夜行衣，还不是因为阁主下了禁令，只好凑钱让我乔装打扮。这一盒萝卜炖牛腩，可是我们凑了3瓶回气丹才换来的零食啊！放了他吧，再送他2根葱，回去跟你们邱院长说，要是想吃，让他自己来办卡，俺给他打99折。这钱拿出一半作为公积金，剩下的分红。赚钱虽说重要，但要是把师兄累坏了，那这钱赚钱的还有啥意思？不中，不能光靠大师兄一个人，咱得升级。升什么级？咱要搞自动化，就跟俺在村里喂猪那样，得有个流水线。明儿开始，咱要把后厨好好整整。好主意，只要能提高出餐率，要什么设备尽管说，咱们现在不差钱。有杀气！大黄，咋啦？是不是没吃饱？起来，给我起来训练！那是2阶妖兽的后腿肉，花了我5块零食。你平日里不是最爱吃吗？兽潮暴动了！这成何体统？堂堂灵兽，竟是窃来之食！这位长老，话可不能这么说。俗话说得好，众生平等，吃饭积极。恁家这狮子有点消化不良，吃点萝卜叶子通通气，正好。胡说八道！我御兽峰的灵兽吃泔水突破了。陈辉，这顿加餐50零食，看在头一回的份上，就不收恁服务费了。宗主，这太不像话了！全宗上下整日惦记着一口吃的，那江孽丫头简直是在乱我宗门道心呢！乱？那些弟子，咱们逍遥宗死气戏班成为了几块灵天勾心斗角。现在呢，既然学会了团结合作，可是丹顶阁那边反应很大，邱阁主已经砸了3套茶具了。邱鹤龄霸道太久了，水至清则无鱼，丹太贵则无路。江诺这丫头是条鲶鱼，把这潭死水搅浑了，或许是好事。只要不出大乱子，随他去闹。3天才卖出去5瓶回气丹。师傅，杂一峰的萝卜汤喝完回气速度比咱们的1阶回气丹还要快2成，而且还没有单独。放屁！萝卜就是萝卜，怎么可能比得上我丹顶阁千锤百炼的灵丹？不能这样下去了。要不然下跪的宗门资源分配，丹顶阁就要垫底了。去把那个东西拿出来。师傅，可是闭嘴！您是说让你去就去，做得干净点。明儿开始得在东边再开30亩地，专门种小白菜。南边那块地留给大黄，他最近有点便秘，得多吃点南瓜。没事，小师妹，大家爱吃就是对厨道最大的认可，我还能切，再来5000斤也没问题。不中。要是为了赚钱把师兄累垮了，那这钱赚的还有啥意思？钱师兄，怎么了？又没零钱了？别数了，把今儿赚的钱都拿出来。干嘛？这可是血汗钱！咱要干件大事。明儿一早，俺就去找3师兄，咱要让这个厨房转起来。俺要把机关术和做饭结合起来，把这杂役峰变成一座真正的全自动化的食物工厂。作为曾经逍遥宗剑道梯幅最高的大师兄，我从未想过有一天，自己那双用来握寒霜剑的手会因为切菜而甚至无法握紧拳头，仿佛在说可惜了，那个精彩绝艺的陆师兄如今真的成了一个伙夫。这就是我的道吗？为了几块灵石，为了给一群外门弟子做饭，荒废了剑道，投掷了金丹本源，这真的值得吗？别动，大师兄，你那围裙乱了。师妹，我是不是很没用？为啥这么说？我是个剑修，但我现在连剑都握不稳了。我想帮师门赚钱，可我好像只会切菜。大师兄，你觉得丹丁阁那邱老头中不中？他是3品丹师，在南荒9宗里地位冲冲。那他的丹药好吃不？丹药哪有好吃的？切有丹毒，吃多了经脉会痛。在俺老家，大伙儿都说能让人把饭吃下去，吃了得劲儿，吃完还不难受的人才是真本事。邱老头的丹药是把人的身子当成坏锄头去修，敲敲打打总会有裂缝。但大师兄你做的菜不一样，你是把灵气变成最好消化的样儿喂给他们，这只有这一届最厉害的药师才能做到，比那个只会扎路的邱老头强10000倍。师妹，谢谢你帮我系围裙。
一家人客气啥嘞？既然相同了，那咱就把剩下的活干完。不用那么麻烦。这就弄完了，这是手艺啊！完了，师妹，你刚才说要搞个自动流水线，既然要搞，那就搞个大的。光有刀工还不够，咱们还需要最好的火。别睡了，从今天起你是二厨，我们要让整个逍遥宗知道什么才叫真正的炼丹。既然他们说我们是旁门左道，那我就用这把刀切出一条通天大道来。明儿个大食堂 2.0 版本正式开张，邱老头，你的好日子到头了。师妹，他好像不太乐意。他说他在休产假嘞，不愿意就算了。本来还说只要今儿加班，这块暖手宝就归他了。不要啊，那我扔给大黄磨牙了啊！这只鸡的节奏似乎比我想象的还要灵活。中了，那就开始吧。大师兄，头一锅是大骨汤，得把那些硬邦邦的妖兽骨头里的碎油全熬出来。点火，好火。以前炖汤灵菜里的杂质难以剔除，但现在有了这霸道的烽火，时间将被无限压缩。起，下水。成了，还没，这才刚开始。撤火。开锅吗？这哪里是汤？哪怕是丹顶阁内镇阁之宝九转延寿丹，融化了也不过就是这种成色吧。大师兄，俺觉得咱得先替师弟师妹们试试度。有道理，万一补过头了也是麻烦。好喝，这比吃人参果还得劲儿。这里面蕴含了凤凰涅槃的一丝道韵，如果长期服用，杂役峰这帮资质平平的弟子，甚至可能会出现全员体修的盛况。咋了？香味儿，刚才那道光柱还有这味道，恐怕方圆10里的狗都被我们馋醒了。看来不用等到上午了，开门接客。四妹，按照这个速度，3天内就能把欠款还清，还能有盈余去卖更好的种子。丹顶阁那边今天的3颗流失率估计超过了90%。邱和林估计要气吐血了，不过他那种人吃了这么大的亏，肯定不会光在家摔杯子。需要我晚上去巡逻吗？不用，大师兄你好好歇着，养足精神。有些人要是不按规矩来，那俺也早就给他准备好惊喜了。4321 43225381，得劲儿，这才叫日子。别数了，老四，过来吃肉。师妹你不懂，数钱也是一种修行。今天的流水抵得上杂役峰过去10年的总和。更重要的是，丹鼎约今天下午的丹药销量断崖式下跌了30%。30%，仅仅是一顿饭，就能撼动丹鼎约100年的根基。低阶丹药就是骗人嘞，这就好比把苹果榨成汁儿熬干，最后把剩下的渣子搓成丸子卖给你，还跟你说这叫浓缩精华，而咱是直接让人吃苹果，谁好谁坏，傻子都知道。师妹这比喻智直大道。今晚的风不太对，虽然隔得很远，但我能感觉到几股令人恶心的视线正粘在杂役峰的结界上。20阶修的是制造刀，对气机的变化敏锐到吓人。他说有人在瞅，那就一定有人在瞅。需要我把刚做好的自动防御箭塔架起来吗？就在山门口，一共240发毒弩，射程1000米。咱是开食堂嘞，不是打仗嘞，别把客人吓跑了。那是防守，我还设计了一个迎宾模式，如果识别到是非敌对目标，箭塔会发射彩带。那就这么定了，今儿大家该吃吃，该睡睡。20阶，辛苦你盯着点外边的动静，要是真有不长眼的闯进来，放心，进来容易，出去难。东西呢？钱呢？堂堂丹顶阁长老，为了对付几个外门杂役，不仅掏空家底。闭嘴！拿钱办事，别问多余的。我要的东西呢？既然给钱，你就是爷。绝户毒
只要一滴落地，方圆10里的土地就会被死气侵蚀。杂役峰那个厨子有点邪门。厨子，我是幽影，筑基巅峰，半步金丹。我杀过的人比那厨子切过的萝卜都多。好，今晚动手，我不杀人，我只要地死。如你所愿。这种杀鸡用牛刀的任务真没劲，回去记得备好尾款，少一个子儿我就把你炼成丹。头儿，怎么感觉刚才有一阵风？废话，山里能没有风吗？别疑神疑鬼的，赶紧寻完去大食堂排队。听说明天早上的特供是神仙粥，去晚了连汤渣都没了。这就是所谓的名门正派，警惕性低的令人发指。不对劲，非常不对劲，这土在呼吸，什么鬼东西？啊！这地方不对劲。情报里只说杂役峰有个厨子刀法不错，有个女娃力气挺大，可没说这里的庄稼成精了。幻术？怎么可能？噱头都失效了。哦，不仅没失效，反而像是变成了肥料。这到底是什么东西？说好的种地吗？谁在地里种这种怪物？谢谢款待，但我还没吃饱。给我断！怎么可能？他怎么能把毒喷回来？身形一致，走开！不，我是丹顶哥！大黄，早啊！哇，真是变异了，长得也太重了吧？咦，这不是人吗？这也太拼了吧！为了偷几根萝卜，竟然在树上挂了一宿。这年头的小偷敬业程度简直让人感动。喂，醒醒，别睡了！我的修为穿得黑漆漆的，现在的偷菜贼装备都这么专业了吗？喂，咋混进来了？这就是那个传说中那个杂役峰魔头？不对，能把一株普通豌豆长成筑基期杀手植物，这绝对是返璞归真的绝世老魔。前辈饶命，晚辈只是迷路了，误入贵宝地，绝无恶意。迷路？大半夜穿着夜行衣迷路到人家菜地里，你当俺是刚进城的3岁小孩？你知道这些菜苗多金贵不？这可是俺辛辛苦苦配了发酵肥才长出来的。过来，表现不赖，以后你就叫小花，专门负责看门。要是再有这种不长眼的进来偷菜，你就给俺中了白针药。这人一看就不卫生，吃了容易闹肚子。送去戒律堂太麻烦了，直接放了那不中。偷菜成本太低，以后谁都敢来踩两脚。既然恁喜欢挂在树上，那就成全恁。四师兄，你醒了没？来活啦！怎么了，小师妹？大清早的哟哈！绝毒毒的味道，还有血腥气。师妹，你这地里是种出个祖宗啊！他叫小花，看门用嘞。师兄，这儿有个偷菜嘞，好像被小花喷了点农药，废了，你看咋弄？哼，还是个熟面孔。玄铁令，这可不是来偷菜的，这是来灭门的。不过既然小师妹认为是偷菜的，那就是偷菜的。师妹，最近总有些人想来蹭饭，正好缺个活招牌，杀鸡儆猴。中，俺去给小花浇点水，坐会儿肯定累坏了。回去告诉邱鹤林，他想玩阴的，咱们就陪他玩到底。不过在那之前，小花是吧？来，把你昨晚的战利品叼起来，走去山门口，把它挂在最显眼的那棵歪脖子树上。我要让全宗门的人都看看，敢动杂役峰一草一木的下场。快点！今天的萝卜汤听说限量500碗。哎，干嘛？看到仙女了？不是，你们看那是个啥？这是个人。是人话，这杂役峰疯了吗？在山门口养妖指。那是踏云靴，这是职业杀手的装备啊！哟，这么多人，
各位是来吃饭的，还是来参观咱们杂艺峰新景点的？什么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偷萝卜未遂人员，为了警示后人，特此展览3天。行了，想看热闹的，每人交1块下品零食的安保费；不想看的，赶紧去食堂排队。今天的汤快没了，汤快没了！师兄，挂个人还能收门票？蚊子腿也是肉。再说了，这不仅是赚钱，还是打广告。师妹，这人身上有股味儿。啥味儿？是不是小花口水太臭了？是火毒味儿，还有一股子常年浸泡在药渣子里的酸气。这人是丹丁哥派来嘞。那位邱志士还真是沉不住气啊！太过分了，这是恶性商业竞争，咱必须举报他。举报流程太慢，咱们换个更直接的方法，让他把吃进去的连本带利吐出来。贵阁派出的萝卜警别员因操作不当误入我峰看门直布攻击范围，鉴于该人员对我峰土壤造成了不可逆的精神污染，且浪费了小花同学宝贵的消化液，现列出赔偿清单如下：小花营养费、土壤精下费5万吧。这也太多了吧？邱执事会给吗？他会给的，这人可是筑基巅峰的死士，培养一个不容易。更重要的是，这人身上带着绝户毒。去，师兄，你真中。对了，既然人这么值钱，是不是得给小花加个餐？俺看他好像还没吃饱。别真吃了，咬坏了就不值5万了。小花，忍忍，等钱到了给你买2头猪吃。钱师弟，这就没意思了吧？我那弟子昨夜练功走火入魔，这才误闯贵峰。梦游嘛，难免走错路，何必闹得这么大？梦游梦到穿着夜行衣，怀里还揣着剧毒瓶子，这梦做的挺专业啊。年轻人不懂事，喜欢瞎穿。行，咱们论论损失，5万零食带了吗？邱执事的意思是2万，不能再多了。2万？你知道那一瓶绝孤毒倒下去，对我们家小花幼小的心灵造成了多大伤害吗？她现在都有心理阴影了，看到黑衣服就想吐酸水。既然没诚意，那就送客吧。小花，开饭了，这腊肉咱们自己留着过年。别吃，5万就5万，钱师弟，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好说好说，师妹放人。吐出来吧。你把他废了。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他自己往小花嘴里跳的，消化液这种东西又不长眼睛。你看50刚过1克，咱们走着瞧。慢着，送你们的。我看这人瘦的皮包骨头，拿回去炖个汤给孩子补补，别以后出来丢人现眼，连个贼都当不明白。这萝卜我记下了。师兄，那萝卜挺好嘞，为啥给他们啊？那叫诱饵，吃过咱们的东西，以后他们的嘴就刁了。这5万零食只是开始，以后丹顶阁的钱都会流到咱们口袋里。那是我花了10年心血培养的王牌，那5万零食本来是打算用来疏通关系、竞争阁主之位的，现在全没了。去请戒律堂沈副长主，就说我有杂役峰私通魔教、豢养妖物的铁证。这味道是高阶妖兽消化液特有的味道，而且浓度极高。副堂主，这腐蚀力毒要是喷在人身上，护体罡气怕是跟纸糊的一样。秋鹤林那个老东西坑我，要是贸然冲上去，那怪我受惊喷一口，自己这条命还要不要了？副堂主，如今杂役峰并未主动伤人，若是我们贸然闯入，岂不是显得我们执法不公？那咱们撤。这叫战略性取证，先回去查查那个受伤者的底细。如果是黑市杀手，那杂役峰是正当防卫。怪了，今儿人都跑哪儿去了？咱来堂今儿可是加量不加价啊！师妹，别看了，那帮人被小花吓破胆了，估计这几天都不敢来。四师兄，虽说赚了俩钱，但俺心里还是不踏实。咋了？那邱老鬼都被坑得吐血了，还有谁敢来？你瞅瞅，这么大一座山，就小花一个看大门嘞。万一下回来俩贼呢？小花一张嘴也顾不过来呀。再说他这颜色太扎眼，要是有人趁他睡觉偷袭咋办？别说2个贼，就是1个练的贼来了也是送菜。那师妹你想咋办？咱得有枪，得是那种让贼进不来出不去，连瞅都不敢瞅一眼的枪。二师姐，救命啊！家里不安全。站好，气喘匀了再说话。还有，鞋底蹭脏了第2块青砖。师姐，这回真不是俺瞎咋呼，咱峰现在的安保太简陋了。小花毕竟只有一张嘴，要是被人从背后偷袭，咱这一山的萝卜白菜还要不要了？再说了，俺听说那些大宗门都有啥护山大阵，咱这儿4面漏风的，俺这心里实在是不踏实。确实有问题，是吧？俺就说这防御太薄弱了，太丑了。
啊，根茎向左倾斜了3分，牙齿左边多了1颗。师姐，咱现在说的重点是不是跑偏了？乱就是弱地。东南方的风口气流乱，容易藏匿气息。如果我是杀手，至少有36个死角可以绕过那株丑东西，直接摸到你的床头。家要有墙，没有墙的地方，谁都可以进来踩一脚。那就捡墙。师姐，你说要多少砖？三师兄那儿应该有锯子，俺去砍树。不用砖，也不用树。师姐，你这是要给山门封个门帘子啊？师姐，这是啥阵法啊？天罗，既然这山不够规整，我就把它缝起来。只要进了这网里，就算是风，也得按我的规矩吹。第1针，定风位。二师姐这架势，简直是拿整座山当修家，拿天地当布料啊！水，师姐，接着。这轻功不去送外卖真是可惜了。去，这儿没你吃嘞。这哪是问啊？这网眼是不是织得太密了，苍蝇都飞不过来？那以后俺想抓着业绩改善伙食，是不是也进不来了？进了我的天罗，就是神士想钻进来，也得给我留下层皮。神士也能切？是不是就是那种看不见的偷看的眼神儿？天衣无缝，地网天罗。天一阁那些老古董只知道用针线缝衣服，缝补破损的法宝。针线这东西，生来就是为了切割世界的。弄好了吗？师姐，江诺，是不是低血糖了？俺就说干活不能不吃饭。枪切好了。师姐，来吃个枣补血。师兄，这杂役风最近邪门的很，咱们真要进？怕什么？听说那个食人花晚上睡觉，咱们就挖2铲子土，神不知鬼不觉。妈呀，血！我的血都没了！谁在叫唤？听着像踩住捕兽夹了。几只老鼠，不用管，切了点指甲盖。小花，把你20波放下来。这双手曾被天一阁的老阁主断言杀气太重，难成大器，只能毁掉最好的布料，却缝补不了任何人形。哇！什么？别瞎喊！我还是黄花大闺女嘞，碰瓷也没有这么碰的啊！那姐姐叫姐姐显年轻，既然活过来了，就好好长着，别动不动就哭给我看，怪吓人嘞。姐姐别走！师姐，手给俺。这是杀人的手，太凉也太硬，别冰着这丫头。刚去后厨热了青木牛奶，能安神。这种灵材给我喝浪费了，我的经脉是断的，存不住灵气。我是天一阁弃徒，当年被逐出师门时，为了斩断阴管，自毁了3成经脉。谁让你存灵气了？这是夜宵。再说了，师姐你刚缝了那么大一个蚊帐，这可是力气活。全修真界大概也就只有这丫头会把天罗地网叫成蚊帐。而且啊，师姐的手可巧了，以前俺总担心睡觉被人偷家，或者大黄半个夜跑丢了，现在好了，有了师姐这层网，连风都吹不进来。文之，离那些珍贵的法衣别给划坏了。只有小师妹当成了守护家的篱笆，真的巧吗？二师姐，你就是咱风里顶梁柱，这安全事儿还得靠你。好喝不？糖放多了，日子太苦，得多加点糖嘛。这就是家吗？给这座山织个套子，似乎是我这辈子做过正确的一件手工活。行了，别忙活了，回去睡吧。今晚谁也进不来。中嘞，师姐你也早点睡。对了，师姐，你能不能用你的线帮俺切点面条？大师兄切的总是不够细。哪能切割虚空的天蚕丝切面条？这要是让天一阁那群老家伙知道了，估计能气得从棺材里爬出来。知道了。你再说一遍。恢复时，决头毒确实投放成功了。你自己看，那是杂役风的位置，红的发紫了，你管这叫生效？不知道的还以为那是某位大能刚埋下的灵脉。那片土地像是饿了很久，突然吃了一顿大餐。这是阵法记录的波纹转化图，您请过目。这不可能，就算是传说中的西上，也做不到这种变态的转化。这是用来汇报宗门覆灭和医保出事这种大事的。为了几根萝卜和一块兔，是不是太……屁！这可不是几根萝卜的问题，这是变量。现在的灵石体系是建立在资源稀缺的基础上的，
要是资源不再稀缺了呢？江诺，希望你只是运气好捡到了什么宝贝，而不是真的能颠覆这盘棋。不然，那你面对的可就不是邱鹤龄这种蠢货了。有点意思。逍遥宗分部传来的数据已出了，赵无极那个蠢货只看到了毒药失效，毒药失效算什么？那是丹鼎月该头疼的事。真正可怕的是这个产出比。这不是种地，这是在砸商盟的锅。来人，就算大人，把逍遥宗那个叫江诺的档案调出来。是。早在萝卜汤事件时，我们就建立了初级档案，当时评级为 D 级，档案很详细。把评级改了，上调至 B 级。B 级，大人，那可是市场扰动员的级别。我的算盘告诉我，他的投入是0，这种东西要么是骗局，要么是神迹。是否启动清赎程序？如果是骗局，杀了他就是帮丹顶阁擦屁股；如果是神迹，杀了他，那背后的神谁来对付？你吗？传我的令：第一，封锁关于逍遥宗的所有消息，别让其他几家大势力这么早反应过来；第二，把我们在丹顶阁的所有空单平仓，反手建仓做空，邱鹤龄要倒霉了；第三，让金童去一趟逍遥宗。金童大人，可是他正在东海鉴定龙宫遗宝，让他立刻放下手里破烂，滚去逍遥宗。我要他亲自去看看那地里长出来的萝卜到底含着什么东西。属下领命。江诺，我这把算盘，哪怕算珠崩尽，也要把你算得明明白白。这就是那个 B 级风险点，好冲的升级。鉴宝开始。啥东西掉下来了？这年头还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太多了，根本吃不完。大黄刚才都跟俺抗议了，说他再吃萝卜就要变成兔子了。大黄，不能挑食，这可是好东西，外头的人想吃还吃不到呢。你看你最近毛色都亮了。作为一只上古吞天奥，唯独没想过有一天会被萝卜撑到怀疑受生。师妹，厨房堆满了，地窖也满了，就连我的床底下都被老四塞了2筐。再这么下去，咱们还没成仙就先腌入味了。这也太能长了！算是吃龙肝凤碎的，不是吃素的兔子。别叫了，这可是好东西。你看这水灵劲儿，在俺们村都没长得这么好过，肯定是昨晚那帮好心人送的肥料太足了。小师妹，刚才我切开一个，里面的灵气浓度太高，刚才差点把锅给炸了。品质太好也是错，这要是烂在地里，多可惜啊！其实也不是没办法，种好东西得卖给识货的人。既然本地市场饱和了，我们就搞外贸。外贸？啥是外贸啊？就是卖给山外面的人。我们就把这些极品萝卜做成萝卜干，当成顶级天才地宝卖给他们。萝卜干？晒干了不就不水灵了吗？新鲜的是蔬菜，晒干了那就是千年灵药，只要包装的好，烂泥也能卖出黄金价。大师兄，你能否把这些萝卜切成薄如蝉翼的透光片，要那种看起来就贵的厚度？那是基本功。二师姐，麻烦你用丝线做一个风干架，我要这萝卜干里不染一丝凡尘埃土。至于小红，用火的余温把萝卜烘干，带点凤凰气息，这价格还能再翻1倍。只要能不浪费粮食，那就干！俺负责拔，师兄们负责加工。小兄弟，去，我不收废铜烂铁。我看你那个根儿，那个像是还没长开的细萝卜，没人要吧？能不能匀给我？这根啊，这是刚才在那边田埂上捡的，估计是被谁踩了一脚，断了半截，灵气都散的差不多了。你要这个干嘛？我有老旱腿，听说这山上的萝卜皮儿能发汗。换！你拿好，概不退换啊！让我看看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活性这么高。不仅是灵气，这结构不对，这根本不是普通的灵芝细胞。生机本源，这是这东西种子的源头有问题，这是神种退化后的产物，简直是暴殄天物啊！必须上去看看，如果那里的土里全是这东西，那裴大人这把算盘恐怕真的要算炸了。赤天婆的针法，
放肆！这哪里是 B 级风险，这分明是个披着农家乐皮的绝地。这么好的东西，要是种不下去，咱啥时候才能吃上红烧盖饭啊？这底下应该也是土吧？大黄、诺诺，小师妹，猪下流放啊！三师兄，你弄啥嘞？那是震基啊！你要是把这块板撬了，我的高达1号还在调试呢，房子会塌的。可是俺想种树，种树你去地里种啊！地里满了，连小花都只能单脚站着了。那也不能拆房子啊！这房子的每一块砖我都算过承重的。那咋弄？这可是肉树，种下去下个月就能加餐了。师妹，这不是挖个坑就能解决的问题，这是物理空间的局限性。说人话。地不够，那就不能把山弄大点吗？俺看20阶那个针线包明明就巴掌大，里头能装可多衣裳。那是须弥纳金子，是空间折叠技术。除非咱们有新的地皮，你看别人家的地多宽敞。三师兄，你说那个山头俺去帮他们翻翻图，是不是也算做好事？那是刘长老的道场，你要是扛着锄头过去，那就是宗门宣战。俺就问问嘛，这么大片地荒着，多可惜。发财了，发财了！不对，是有地了。哪有地？自定于3日后开启青木小秘境。青木小秘境那是啥？埋木头嘞？不是，那里面的规则和外面不一样。据说青木秘境是上古木系大能陨落后形成的，里面不仅灵芝遍地，最重要的是，据说那个秘境的核心是一块没有边界的、肥得流油的熙壤母土。谁能拿到秘境控制权，谁就能把那片空间带走。没有边界，肥得流油，还能带走？青木秘境很危险的，听说里面有树妖，还有吃人的藤蔓，1年来折损率挺高。收拾东西，去哪儿？去进货。那个啥秘境，俺要把它搬回来，铺在咱后院。这一趟不仅能解决土地问题，里面的特产咱们还能垄断。看来得给这竹筐加装2个轮子了，不然装太多土，师妹背着累。不能带储物袋，俺在长生村也没用过储物袋，靠的全是那个用禁区老竹子编的大竹筐。这位师兄，打听个事儿，俺看上面说秘境里有排斥力，那如果俺直接把地皮挖回来，会被排斥不？你说什么？挖什么？地皮啊！如果俺把土装回来，不算违规吧？秘境开启只有3天时间，大家进去都是为了抢千年灵药，你竟然想去挖土？而且实力方的限制，那点土拿出来灵气就散了。俺不怕灵气散，俺有办法固灵，俺就想知道直接背出来中不中？去吧去吧，别说背土，你把山背回来都行。多谢师兄指点。姓名、风头、修为。江诺、杂一峰，连琪琪吧。杂一峰，就你自己？不，还有4个师兄师姐，俺们团包。 5个名额，命费50块下品灵石。这要是不把那秘境的地皮刮下来3层，简直对不起大黄昨晚饿了那顿肉。怎么样？报名费交了吗？我算过了，咱们这次进去至少要采摘300斤2阶灵草才能回本。如果是抓妖兽的话，不用那么麻烦。哦，四师兄，你刚才算的那些都太小家子气了。咱既然花了门票钱，就别盯着那些花花草草了。那个只是说了，只要背得动，把山背回来都行。这一次，咱连地基带装修全给他搬回来。这是铁骨竹，硬度堪比玄铁，要是用来做机关兽的骨架。三师兄，别打他主意，能不能把青木秘境搬空，全靠他了。搬空？小师妹，我就不去了吧。你不去，那10块灵石就亏了。亏10块？那绝对不行。老三，你听我说，咱们杂役峰现在的土地利用率已经饱和，如果不去秘境开拓新资源，你的攻防扩建计划就得无限期嘎直。而且如果不去，这10块灵石就是沉没成本，按照复利计算。停！我去还不行吗？我听说青木秘境里的青木神牛常年吃灵草长大，肉质带有天然的木香，若是用来涮火锅，中。既然大家都同意了，那咱这次就不叫历练，叫团建。团建？对，农家云团建，咱是去进货嘞，去搞基建嘞，顺便改善一下伙食。你不中，家里那么多萝卜干需要人看着，要是邱老头趁俺们不在来偷家咋办？你是看家神圣，责任重大。哼，不带我去，那我就自己想办法。难道还不会搭便车吗？杂役峰，你们确定5个人都去？
这秘境虽然是小秘境，但也不是闹着玩的。往年进去的队伍折损率可不低。确定。走吧，师兄们，咱去排队检票。这哪是去秘境历练啊？这分明是去送菜的。就这事，他们报名了，全员出动。杂役峰现在是座空山。想要偷家？傻子才看家。肉在哪儿，狗爷就在哪儿。这是什么造型？让呗，结果这路咋恁窄嘞？哎，江师妹，带着锅碗瓢盆进去，是打算在妖兽肚子里做饭吗？楚师兄说笑了，听说秘境里的食材都很新鲜，不带锅太可惜了。食材？在大师兄眼里，回东来都是食材。这石子看着有点上火，肉肯定柴，炖汤得多放姜。秘境开启，所有人肃静，传送随机落点，生死自负。走呗。这筐咋越来越沉了？哎呦，我的锅没磕坏吧？这可是刚开过光的。都还在吧？都在。这传送阵的落点坐标偏差值太大了，差评。下次我得给它加个稳定器。还好没碎。有人听呼吸器频率是快不行了，听脚步声是迷路了，听心跳那是钱宝在求救的声音。走，去看看有没有什么业务可做。救命！师兄，帮帮他们吧。当然要帮，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几位道友情况不太乐观啊，看你们这脸色，最多还能撑半炷香。药，我们要药。巧了，我们正好有。这是什么？杂役峰特制百草粗松萝卜干，1口提神醒脑，2口永不嫖食，3口长生不老。多少钱？大家都是同门师兄弟，虽然跨了宗，但也是缘分，也不多要。来，我们买，给我们5根。承蒙惠顾，现金交易，童叟无欺。四兄东这一单赚了，够买咱们峰1个月的盐了。那是咱们的萝卜好，神种长出来的萝卜，哪怕晒成了干，那也神干。好了，真的好了。小师妹，这地方能建分基地吗？不太行，这土太酸了，种出来的菜肯定发苦。不过这地方的肥力确实足，要是能铲回去铺在后山的猪圈里，肯定能把猪养得白白胖胖。走呗，俺刚才闻到了，这风里有一股更好的土气味，就在那个方向。几位道友，既然毒解了，就赶紧找个安全地方躲着吧，前面的路收费可是更贵的。逍遥宗什么时候出了这么一帮怪胎？咋了？饿了？前面有好多肉。听这声音，中气十足，肯定是放羊的走地了。大师兄，俺想吃红烧嘞。列阵是青木狼群，看规模至少有50只，而且有一头2阶巅峰的狼王。亏了，这波要是打起来，俘虏损耗费至少2000灵石。啥呀？咋嫩熟？这种肉最柴了，炖都炖不烂，塞牙。小师妹，这是青木狼，以速度和爆发力著称，体脂率低是正常的。那就是没油水。俺还以为能给大黄加个餐，这质量扔给猪都不吃。大黄，别叫了，这肉不好吃，全是酸味，咱不吃这个。这是什么战术？碰瓷流？如果我们现在动手，是不是得赔医药费？这就怂了。看来他们是知道自己肉质不好，不想进锅，所以主动求饶呢。既然这么懂事儿，那就不杀了吧。正好，咱缺个脚力。三师兄，你有绳子吗？有是有，但这种妖兽野性难驯，没经过御兽门的兽魂印控制，直接套绳子会炸毛的。三师兄，把你那个大箱子改成个班车，咱坐车进去。走着，驾！小师妹，这狼回头能带出秘境吗？这可是无本万利的运输队啊！太能吃了，养不起，都到地方卸了磨就放生吧。别啊，老板，能不能给个编制？那个猪筐里的那位大爷太恐怖了，我们不敢走啊！前面好像有人在打架，听声音人还不少。生意来了，狼崽子们加速！
咱们去劝架。没人打架，唉，看来生意做不成了。逍遥宗的人，这片百草谷是我们先发现的，你们想抢？紫叶兰、星光草，还有几株没长开的竹果，土质还行，有点肥力，就是种的太密了，难怪这些草都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营养不良？这是上好的3阶灵草。三师兄，干活了，咱给这些草绑个夹，带回去相附。这是什么法宝？别愣着，快点打黄饿了。住手！那是我们的灵草。这就对了嘛，一家人就是要整整齐齐，连土带根一起走。到了咱家院子里把土铺开，他们还以为自己蒙农窝呢。哦，搞定，收工。各位，我们这是在保护环境，你们那种挖法破坏了植被的完整性。他们是不是往核心区去了？好弄的生机，三师兄，前面有个大宝贝，去晚了就被别人挖坏了。哼，这种级别的异象，这单生意风险很大呀。说明那里的土肯定更肥。这树心是我天剑门的，这等木器至宝应该归我神木宗。核心区混战，天剑门首席战力受损，神木宗阵法已成，2木树心预计在1刻钟内出世。都给我住手！什么人竟敢插手各大宗门的事？还有没有点公德心？这么大一棵树长这么大容易吗？你们看看，皮都给人家蹭掉了一层。四师兄，这么大一棵古树得赔多少？按照市价，万年古木的木材可以造3艘顶级灵舟。听见没？赔不起就别乱动。逍遥宗杂役风介入，目标疑似勒索全场。哼，别在这制造光污染，谎言。什么妖法？都闪开！他要干什么？还能干什么？他也是来抢树心的。好深的心机，好狠的手段，他想连根挖走，一点汤都不给我们留。江诺图穷匕见，欲以一人之力独吞秘境核心。别怕啊，家里正好缺个遮阴的凉棚，虽然你现在秃了点丑了点，但洋洋应该还能活，忍着点可能会有点疼。他要动手了，一起上，绝不能让他得逞。这土太硬了，得松松土，不然营养液浇不进去。这土可真够硬嘞，还得再松2下。碰瓷了是吧？我这就是正常干活，土崩到恁身上，我可不赔钱啊！一出破万法，那可是玉木地脉的半生神岩啊！就算是化神期老祖，也不可能像挖泥巴一样挖开。警告：此女手中农作疑似上古神器碎片，危险等级上调。这是磕坏了啊！唉。是化灵失水，这种污秽之物一旦淋上去，养木树心会被彻底腐蚀。住手！完了，神树毁了。江诺因贪婪成形，毁坏至宝。那罐子里装的到底是什么？太阴神水吗？那是枯死万年的古树啊，一口奶就喂活了。看来还得再施点肥。别瞎喊，我还是黄花大闺女嘞，碰瓷也没有这么碰的啊！那姐姐，叫姐姐显年轻，既然活过来了，就好好长着，别动不动就哭给我看，怪吓人嘞。姐姐别走。万能神种，传说中能模拟万物药性的起源之种，这棵树竟然把它送人！这玩意儿能不能种出大白菜啊？算了，拿着吧。既然见面礼也收了，咱俩就算两清了。我还得去前面那座山头瞅瞅，听说那边有几只野鸡不赖。回见啊！他才拔自己的根。姐姐去哪儿，我去哪儿。这里的土太硬了，水也难喝。我要跟姐姐回家。俺家院子可急了，而且你恁大一块头，我也搬不动啊。不用姐姐搬，我自己走。
这古书是秘境镇界之宝，他一旦移位，整个青木秘境就要塌了。急报，目标人物将诱拐秘境核心离家出走，导致青木界全面崩塌，危险等级无法估量。这是拆迁办转世吗？废罢了，再拔地都要让你嫌烦了。三师兄，这儿有个大家伙要打包。小师妹，这棵树体积超标了，那就把这一块地皮都带走，正好给咱杂役峰扩建个后花园。稍微有点吵，大家忍一下。鲁班术移山。收工！大黄、小红，别玩了，赶紧去出口接客，咱的生意要来了。小师妹，咱是不是闯祸了？这是违法改造，我这是做慈善嘞。秘境出口在正东方，但那边的空间节点肯定已经乱了。小师妹，刚才你说要做生意，那是自然。老四，你去定个价。老三，把你那大铁疙瘩变个形，变成能拉人的车，越宽敞越好。大黄、小红，别偷懒了，咱要搞春运了。该死，前面的路断了，飞过去！不行，星空禁制乱了，这哪里是秘境试炼，这分明是修罗场。如果能活着出去，一定要把江诺的危险等级上调到 SSS 级。诸位导游，下午好啊！我看恁好像遇到点交通困难，正好俺不光会挖树，还兼职跑运输，青木秘境专线，直达出口，安全无痛。3成票10块极品零食没人，概不胜账。你们这是趁火打劫！你们杂役峰不仅见死不救，还要发这种黑心财，就不怕道心有损吗？道心能当饭吃吗？再说了，我这可是为了上好的领草才跑得动嘞，收点邮费很合理吧？要么上车，要么下去喂狼，恁只有3息时间考虑。大黄，倒计时。我买，这是10块，让我上车。好嘞，贵宾一位，半区2区雅座请。要上车，概不退换，摔下去后果自负。目标人物钱不空，具备极高商业天赋，建议列入重点观察名单。做完了。目标人物江诺无法评估，他好像真的只是觉得这很合理。别叫了，吵死个人！谁刚才喊疼嘞？吃点这个止血嘞。啊！这种级别的天才地宝，竟然被做成了萝卜干，还像撒狗粮一样随便扔。没了，那是刚才大黄吃剩下来。等回了宗门，办张咱大食堂的会员卡再说。前面就是出口了，虚空乱流太强，神有可能顶不住。顶不住，在俺家地头就没有哪条路是不通嘞。给我开！冲过去！此次秘境崩塌，恐怕里面的弟子凶多吉少啊！我家小子我命大着呢。出来了，小心没有高阶妖兽冲阵！各位长辈都在啊，这是恁家来玩吧？顺风车费结一下呗。晨会，本次救援行动共计产生费用38000极品灵石，这还不算那一根萝卜干的钱。荒谬！趁火打劫，你们杂役还要不要脸面了？就是几百上品灵石也就顶天了，极品灵石你们怎么不去抢？就是。四弟，他们说咱在抢嘞。喂，那个谁，赵凌峰，还有那个丹顶哥嘞，刚才谁逼那了吗？没有，绝对没有！长老，给钱，快给钱！这波血赚啊！你疯了！10块极品灵石，把你卖了都不值这个价！你还嫌宗门被坑得不够惨？不是啊，长老，您看看我，您仔细看看我现在的状态。这是江仙子给的萝卜干，我就吃了一口，比咱们的枯木逢春丹强100倍。如果这群弟子说的是真的，这哪里是敲诈，这简直是做慈善。那个江小友啊，这是30块极品灵石，算作刚才那几位弟子车费，多出来的算是老夫的一点心意。只是不知这个萝卜干小友手里还有没有剩余，老夫愿意高价收购。恁城里人真奇怪，没了，都给师兄们当零食吃完了。这种次品萝卜，俺家地里多的是。要是想吃，以后来杂役峰大食堂，办张卡就能买。4品，
钱师兄，记得把账收齐了，少一个字儿就把人扣下，带回去种地。放心，杂役峰的账从来没人能赖得掉。哎，吓死我了，还以为他们要打人嘞。师妹，刚才那一锄头劈开虚空的时候，你可不像怕的样子。那不一样，刨地是干活，打架是惹事儿。师傅说了，咱是老实人，不能主动惹事儿。对了，师兄，这些人真的还得起吗？要是他们赖账咋办？还不起最好，咱们杂役峰那几百亩荒地正缺人开垦呢。哦，那是好事。那我回去多种点萝卜。到了，下车。记着啊，明天早上准时来大食堂报到。又带回来一群反童。这就是杂役峰，那是9阶的紫玉龙纹草，就这么随便种在路边。少见多怪，那是喂兔子的牧草。这车东西太多了，不卸下来，明天连晒谷子的地方都没了。师妹尽管卸，反正这广场够大。够大？四师兄，你确定？出来吧，别憋坏了。哪个不长眼的？听，那是新来的邻居，不光能结长生果，还能改善土质。小红，你不许烧他。大黄，你也是，别着看树皮，那是给你磨牙用了吗？这纹理，这是含有空间法则碎片的西壤半生土。我看家里地不够重，想问问师兄，能不能想办法扩建一下？交给我，我要把杂役峰升级。升级要花可多钱吗？不用钱，这堆电池室正好用来做阵基。至于动力，有现成的神兽做能源，够了。起！二师姐，借你的线用。只要别把我的衣服弄脏。夏师兄，这是要造个空中巴拉师妹，把神泉水给我。既然要种地，那我们就造一个全修整好的温室。在这里没有四季，只有丰收。江诺，你好大的胆子！青木秘境，宗门重要资源产地，你这是毁坏公物，是断绝宗门根基的大罪。毁坏秘境核心者，当废去修为，逐出宗门。那是强扭性挖掘，我把他搬回来，那是给他养老嘞。强词夺理！哼，你们都在场，是不是蒋诺强行挖走核心，导致秘境崩塌？别怕，宗主在此，尽管说什么。长老，您误会了，当时若不是蒋师妹开着法宝车把我们救出来，咱们逍遥宗的年轻一代就全完了。行了，既然树已经在杂役峰扎根了，那就这样吧。不过江诺，这树毕竟是原秘境的核心，产出的资源，宗门是不是该有一份？宗主，这树是我凭本事扛回来了，而且它饭量可大，难养得很。很难养，那树光是散发出来的气息，都让周围的杂草变异成灵植了。宗主放心，杂役峰也是逍遥宗的一份子，当然亲兄弟明算账，这价格嘛，好一个明算账！但这功过相抵，秘境崩塌的事儿就不追究了。哼，这老头真抠门，本来还想送他一颗草莓尝尝嘞。息壤不死凤，吞天鳌，青木神心，这丫头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成了，全自动灵气循环，自适应温控，它是活的。太好了，终于有地种了！大黄，去把那几袋神种叼上来，今儿黑儿咱通宵加班。恁大一块地，光靠我和师兄们种，得种到啥时候去？四师兄，刚才那些欠条里头是不是有老五抵债这一项？是啊。那还等啥？叫他们起来，现在就开工。轻点放，那块石头看着不起眼，那是地脉碎片。还有点卡住了。刚才那是大件儿，剩下这些是刘凤的零碎。哇，这水灵气太浓了。这也叫零碎？这分明是把人家秘境的皮都给刮下来了一层。这就你说的改善生活环境？这就是我的新家。怎么回事？发洪水了？三师兄，咱这院子还是太小了，你看这些地皮多肥呀，不种上东西可惜了。这是上古空间阵法的核心，早就失传了，没想到被小师妹当破烂捡了回来。师兄，要是太麻烦就算了，大不了我把这些牛宰了吃肉，地皮我都堆到后山去。不用扔，普通的房子装不下这些，但如果用这些牛皮和地皮，也许可以试试那个禁术。
材料强度不够，承载不了空间折叠。师兄，你疯啦！这能换好些灵石嘞！给你了，必须要最好的。鲁班术，起！不好，空间折叠率太高，地基要崩！退后！大半夜的拆房子，顾孙你想死是不是？师姐帮把手，左边。知道了，啰嗦。外观没来及做渲染，进去看看。全自动温控，湿度恒定，用了工控节大概有50目的。我还加了个防御模块，如果有人敢强拆，那颗动力炉会自爆，能炸死化神器。师兄啊，是不喜欢吗？我还可以改。三师兄中了狠。行了，别腻歪了。门锁我已经缝上了，钥匙只认小师妹的气息。困死，睡觉。既然煞都齐了，那就瞅瞅你能长出个啥宝贝来。感觉像是有个老祖宗级别的存在要从土里钻出来。别慌，正常发芽罢了。喝吧喝吧，多喝快点长。这是不是长得有点太急了？这是啥转基因杂交品种啊？去，刚打过农药还没洗嘞，别瞎吃。看着草莓就是个头大了点儿。这劲儿可有点大啊，口感像草莓，效果跟喝了10斤红牛上。以后就叫它长生草莓吧。这个蓝色嘞像蓝莓，估摸是补脑嘞。太硬了硌牙，回头给大黄磨牙是吧？就叫盖麦饼干果。小红看好家啊，明儿就在大食堂上新。要是那些长老嫌贵，我就说是新品种的萝卜，这总中了吧？成会，每人3800灵石，零头给你抹了，我是不是很仁慈？千师兄不是我们想赖账，是师父下了死命令。哦，邱长老说什么了？师父说谁敢给杂役峰送灵石就是叛徒，立刻逐出师门，废除修为。原来如此，邱长老这是想白嫖啊？那这就难办了。我杂役峰虽然乐善好施，但也不是开善堂的。那就只能肉偿了。千师兄，咱们大家都是名门正派，不可如此荒唐。想什么呢？我是说劳务抵债，没钱还就出力。刚好后山那几亩新地也缺人松土。我们是高贵的丹师，怎么能来端盘子？不愿意？那行，我去请戒律堂的沈副堂主来评评理。别叫沈堂主，我欠。好，很有精神。既已入职，那就别愣着了。来人，给这几位新员工换装。还有，咱们大食堂最讲究员工福利。虽然没工钱，但管饭啊，那是员工餐，不嫌弃就吃点。只要干活勤快，甚至可以吃肉。丹青师兄这活好像不亏啊！刚才陆厨随手切下来的一块废弃萝卜头，让我给吃了。我觉得我现在能打10个自己。老板，那头神牛在哪儿？我觉得我可以去给他刷个牙。免费的高阶劳动力，还自带炼丹控火的基础，这波赢麻了。死人熊！赶紧来仓库，我又弄着好东西了，这回真是好东西。刚好搬运工也有了。太欺负人了！那江诺不仅私吞秘境所得，现在还把我阁内最优秀的几个亲传弟子扣下了，说是抵债，实际上是在当苦力耍牛。耍牛？千真万确，那是对丹道赤裸裸的羞辱。枯荣师兄，你一定要为丹定阁做主啊！老邱啊，做主的事先放放，我只问你一句，我要的那炉9转延寿丹何时能成？这个师兄你也知道，丹定阁人心繁动，成丹率……我不想听借口，我只剩不到10年的寿元，10年内若不能突破化神中期，或者没有延寿丹续命，我就要作画了。丹顶阁每年拿走宗门50%的资源配额，结果到现在，你连1颗能让我多活50年的丹药都炼不出来。诸位师兄，我也想快点炼出延寿丹，可是炼制延寿丹最关键的一味生机饮在秘境里。你是说青木秘境的核心？没错，可是江诺把整个秘境都搬空了。他不仅把古树挖走了，连那只半生的青木神牛也没放过，那可是活着的药引子啊！现在所有的延寿材料都在杂役峰，而且我怀疑江诺手里肯定掌握着某种上古神物，甚至可能是传说中的生命本源。去杂役峰，老夫身为内门长老，有责任去指点一下后辈，免得他误入歧途，暴殄天物。江诺，
这次我看你拿什么挡？这可是3个元婴后期的老怪物，其中一个还是快要疯了的兽形宫。这也太多了吧！我就是吃掉点，本偶可以帮忙。吃，就知道吃，这些是要留着当种子嘞。小师妹，这种红果子，刚才小红偷吃了一颗，差点把屋顶烧穿了。你确定这玩意儿能在大师房卖？我在老家的时候，这玩意儿满山都是，俺们就当零嘴吃嘞，除了有点热乎，没啥副作用啊。信你个鬼！你那个老家是人待的地方吗？达义峰江诺私吞秘境重宝，还不速速出来领罪！是枯荣长老，这老东西不是快死了吗？怎么还有力气跑出来咬人？走，大黄，去瞅瞅，又是谁想来蹭饭嘞？零嘴，我也没干啥坏事，还在狡辩，私吞秘境核心，私扣丹顶阁亲传弟子赵飞鹏等人。枯荣师兄，那秘境核心就在他身上，请师兄出手收回重宝，把东西交出来，老夫可以留你全尸。枯荣师兄，好大的火气啊！对一个小辈出手，也不怕失了身份。宗主，你要护短？非也，按宗门规矩，只要上交3成即可。江宁这丫头虽然带回来的东西多了点，但也都在规矩之内嘛。许观澜，老夫没时间跟你扯皮，谁敢拦我，就是断我生路。江诺，交出来一部分也无妨，保命要紧。老爷爷，你是不是饿了？是你的身子在喊饿。满口胡言，老夫乃是。别嚷嚷，给你个好吃嘞。虽然叫我咬过了，但味儿还重。你要不嫌弃就尝尝。放肆！拿这种吃剩的垃圾羞辱长老！这是什么品阶的灵果？师兄，别被他骗了！闭嘴！张小友，这能不能给老夫闻闻？闻啥闻？给你吃吧。接着，别掉地上了，怪可惜嘞。师兄不可，那果子颜色鲜红如血，定是魔道用来透支潜力的毒药。我就说是毒药。那是噎住了，恁大岁数了，吃东西也不嚼嚼。这怎么可能？增加了50年寿元，不止，甚至连早年受损的根基都被修复了。闭嘴！老夫差点被你这个蠢货害死。江峰主，再造之恩，枯荣没齿难忘。别，那就是俺自己种的草莓，我看你快饿死了才给你嘞。草莓，返璞归尘，大道至简，果然是上古神物。江峰主，不知这种草莓你手里还有没有？老夫愿倾家荡产求购一颗。有，刚才摘了一盘子嘞。果子里的本源气息绝对能助我突破，这果子一定能治我的旧伤。江师侄啊，其实师伯是来帮你主持公道的，谁敢欺负你，我第一个不答应。丫头，我看你这锄头虽然顺手，但这把流光剑乃是地阶法宝，送你切水果用。完了，丹顶阁最大的依仗就在这几颗草莓面前彻底倒戈了。四师兄，你看这咋卖啊？我不懂价。各位长老，这是我们杂役峰在那即将崩塌的秘境核心冒死抢救出来的先天异木长生果，每一颗都凝聚了万年果树最后的本源精华。去，对，特别金贵，好吃。诸位师兄，你们清醒一点，他们这是扰乱宗门市场。闭嘴！各位长老，不是钱某不卖，实在是这东西产量太低，要是卖给这位不卖给那位，伤了大家的和气，多不好。谁敢说伤和气？哎，长老息怒，为了公平起见，杂役峰特此推出一项全新的服务——杂役峰至尊 VIP 会员制度。只有持有这张至尊卡的贵宾，才有资格在杂役峰大食堂的2楼包厢享用特供的长生果拼盘。此卡不卖，只充值。预存100万，升级为黄金会员；预存300万。荒谬！谁会为了吃顿饭存几百万零食？钱不空，你是不是非我来一张300万的？这里面有我积攒了300年的家底，零食不够法宝凑，你看那个矿脉契约也在里面，够不够？够，太够了！恭喜枯荣长老成为我峰第1位至尊黑钻会员。江师妹，给长老打包1盒草莓，挑个大的。好嘞。四师兄，咱是不是收太多了？这得种多少草莓才够换啊？傻丫头，他们的钱都在咱们这儿了，以后哪怕是为了不让咱们倒闭，他们也得拼了命的护着咱们。完了，
彻底完了。这就受不了了，好戏才刚开始呢。阁主，救命！今天预约取单的王管事呢？还有内门的采购单，怎么还没送来？王家管事说家里零食周转不开，把订单退了。内门各峰刚才发来联名信，说是今年丹药预算已经花光了。丹鼎阁在逍遥宗屹立千年，掌握着全宗上下的命脉，怎么可能因为几颗破草莓就倒了？邢旅长，我是小邱啊。关于杂役峰非法集资的事，我觉得还需要再……什么字？我正在闭关炼化长生果，没空听你废话。对了，下个月的供奉丹药你看着减半吧，我现在气血旺得很，用不着那玩意儿。库荣师兄，咱们多年的交情。哎呀，老邱，不是师兄不帮你，主要是人家杂役峰太实诚了，人家一颗草莓效果顶你10颗，还送果盘，你也该反思反思，降降价，搞搞服务了。只是库房那边出事了。各大长老用未来的丹药缺额抵扣了半卡的零食，现在咱们库房里的丹药有一大半在名义上已经归杂役峰所有了。釜底抽薪，这哪里是做生意，这是抄家。只是您去哪儿？那些退单的违约金怎么算啊？不算了，等阁主出关，他们都要死。不孝弟子邱鹤吟恳请阁主出关。如今杂役峰以妖术祸乱人心，视丹道为儿戏，甚至公然宣称除道才是天下正统。他们用一口铁锅羞辱了咱们传承1000年的丹炉啊！醒了，那个最可怕的丹道疯子醒了。进账3万，扣除大黄的伙食费，这狗最近吃的越来越刁了，连雷接云都要蘸酱油。杂役峰今晚不接客，要是来赖账的，左转出门去后山。小花正饿着呢。钱四爷说笑了。鄙人商盟执事，奉裴先生之命，特来给杂役峰送一场富贵。富贵？我们杂役峰现在穷的只剩下钱了，不需要富贵。商盟愿意出1000万上品灵石，换取杂役峰长生果在九州的独家销售权。回去告诉裴九算，他算盘打得挺响，我在杂役峰都听遍了，想把我的萝卜卖成天价，然后你们吃肉，我们喝汤。钱四爷，话不能这么说。在这个世道，有时候钱太烫手是会烧死人的。听好了，杂役峰的规矩只有一条，概不赊账，只卖现货。那在下便如实回禀了。只是商场如战场，希望杂役峰能一直这么硬气下去。不送，出门记得把门带上，冷气跑了要加钱的。裴九酸这只老狐狸既然闻到了味儿，怕是不会轻易松口。他拒绝了。是，那钱不空极其嚣张。既然他们不想当盟友，那就当猎物吧。传令下去，启动做空计划，给各大世家透个风，就说逍遥宗即将举办的丹道大会，外围赌盘由商盟坐庄。先生英明。钱不空，你会算账，但你会算人心吗？谁在骂我？四师兄，刚才二师姐说感觉到有一股可讨厌的神识在扫咱的山头。神识哪里来的？不知道，不过小红已经冲着那个方向喷了一口火，估摸对方现在眉毛应该焦了。师兄吃水果，这批长得可好了，我打算明天涨价。也是，管他什么上盟九算，什么资本围猎，涨。明天挂牌，非 VIP 会员涨价30%。还有，通知大师兄，让他那口锅多备点油。备油干啥？炸这帮想来偷食的耗子！不管是谁想动杂役峰的钱，我都让他把牙崩了。好嘞，那我再去拔2筐萝卜，让全九州知道谁才是真正的财神爷。用锅？你是说有人用凡俗的铁锅炼出了比丹药更精的灵韵？是，那是对丹道的亵渎。亵渎？若真能以凡铁之锅炼化万物灵机，那便不是亵渎，那是道。若是妖术，我便焚了他的人，炼了他的魂；若是大道，那我就要看看是他的锅影还是我的火炼。这一刀得顺着纹理切，才能锁住那股脆劲儿。切个菜而已，哪来的这么大火气？是丹顶阁阁主唐不凤出关了，这威压霸是半只脚踏进炼虚境了吧？吾乃唐不疑，修丹道400载，
听闻杂役峰有黄图，是我丹道传承如儿戏。3日之后，丹道大会，我要在天下同道面前，让你那口破锅现出原形，细分高下，也决生死。吵死！差点把灰落汤里。这下平了。有点意思。看来邱鹤林没说谎，你确实有点门道。大师兄，这人谁啊？大白天搁咱头顶上放烟花嘞！你是何人？俺是杂役峰管事嘞。你刚说要比赛是吧？俺听见了。比赛中，但是决生死就算了，不环保。俺们杂役峰是正经生意人，只贪钱。若你们输了，我要杂役峰交出所有灵芝培育之法，并且永世不得踏入丹道半步。那要是俺们赢了嘞？本座若输给一口锅，丹顶阁所有资源尽归你杂役峰。大师兄，听见没？他要把他的店送给俺们，那咱以后卖萝卜就有直营店了，不用让中间商赚差价了。好，听小师妹的。中，谁反悔谁是小狗。记着把地契和账本准备好。好，3日后我在丹道广场等你们。这直不赖，金丝楠木浆做的吧？四师兄肯定稀罕，能卖不少钱嘞。行了，天大的事吃完再说。这汤再不喝，鲜味就跑了。好喝，大师兄做的就是比啥丹要强。那我也去准备了。大师兄，你这口锅虽然材质是万年玄铁，但功能太单一。还有啥功能？能炒能炖不就行了？不够稳，对手是用火的高手，控温很关键。二师妹，不用这么麻烦吧？我就炒个菜。唐不爷的丹回古怪，带着一丝因果灼烧之力，普通的防御法宝挡不住。大花，走，进火去嘞！这根好，这根灵气都快溢出来了。这根不中，皮儿太老，只适合炖汤，爆炒的话口感发柴。这根也不中，水分太足，下锅容易出水。就它了，这紫纹萝卜吃着最脆，自带一丝甜味，还耐过瓮，最适合大师兄大火爆炒。有了这，哪怕唐不爷炼出仙丹，光闻味他也输一半。师傅还没睡嘞，俺给你送点下酒菜。这大半夜的，小孬哪还不睡？师傅，你刚才磨刀嘞，要是有人欺负俺们，你就拿刀砍他。为师只是个喝酒的废人，哪有力气砍人？不过要是那个老丹炉敢动你们一根头发，我就砸了他的锅，再拆了他的那把老骨头。裴先生，现在的很诡异。撒一峰那边不仅没有因为高配而退缩，反而有巨额资金持续注入，把原本一边倒的赔率硬生生拉平了一点。那个叫钱不空的小子有点意思。姬少主也对这种乡下地方的炼丹比赛感兴趣？我对丹药没兴趣，我只对土感兴趣。如果能拿到那东西，姬家枯竭的灵脉就有救了。来了，丹顶阁的人来了！不愧是唐阁主，这排场，这气势，这次杂役峰输定了，拿什么跟人家比？背着锅来，他们是想现场烤菜。大师兄，恁多人嘞？看来大家都饿了。不是，俺是说恁多肥羊嘞。不知死活，有意思。通知下去，外围盘口再追加5000万灵石，买杂役抽赢。仪式已到，丹道大会正式开始。肃静！丹道会乃我辈修士体悟天心造化神秀之盛事，为保公平与庄严，本届大会增设3条铁律，严禁使用长口吹去，以免药性流失，炸炉伤人。第二，炼丹之火必须为自身修炼的真火或天地异火，严禁使用反火炭火。第三，炼制过程严禁制造切割、剁迹等噪音，违者直接驱逐。这不中！收钱的时候恁不说，现在人都来了，恁说锅不中，锅咋的了？锅吃恁家大米了？规矩就是规矩，若无丹炉，那便是对丹道的不敬。
大叔，有人欺负老实人，这比赛有黑幕，咱不比了，退钱！给钱！唐阁主，这就没意思了吧？堂堂丹顶阁阁主，坐拥九转乾坤炉这等神器，竟然怕了一口炒菜的锅？哈，笑话！既然宗主开口求情，那本座便网开一面，准许杂役风使用特殊器具，但是所有器具必须经过裁判团的严格检查。正，师兄上家伙！这是凶器，切菜用的，当然得快，不然怎么把肉切进纹理里？器具无异常，准许使用。过了安检又如何？单刀比拼的从来不只是工具。既如此，第一轮考核开始。第一轮辩材，案台上有锦盒一只，内藏残药一株，尔等需在一炷香内辨明其名称、年份、药性、生长环境以及变质机。连我这个丹道宗师都看不透的东西，这群只会种地的泥腿子能认出来？请吧。大师兄，这费脑子的活儿交给俺。这是什么废东西？有毒！这是药材，这分明是毒草！怎么？若是认不出，现在退赛还来得及，免得丢人现眼。不是，这就是俺上次锄地的时候，俺拔了扔猪圈，连猪都嫌不吃的苦麻子。满口胡言！此物带有上古枯萎法则处置肌肤，竟敢说是喂猪的？不信是吧？还是这味儿，有点涩，主要缺磷肥，更有点发霉，吃着发柴。建议焯水红烧或者多水喂鸡，能催蛋。给个分呗。你不要命了？这可是连唐阁主都忌惮3分的上古毒草。呸！真难吃死了，纤维太粗，塞牙。咋啦？打分呗？不就是吃个野菜，至于吓成这样？这不可能！那枯荣草乃是至阴至毒之物，你区区一个凡体，啥至阴至毒？恁城里人就是娇气，这点苦味都吃不了。禀告阁主，各位评委，弟子已探明，此草名为幽冥鬼爪，年份3200年，生长于极阴之地，蕴含7种尸毒，药性爆裂，不可入药，只能用来炼制毒丹，且必须用九阳真火灼烧7749天方可去毒。听听，这才是丹道。3200年，这破草虽然长得黑，但看它叶脉的纹理只有3圈，顶多也就长了3年。胡说八道！我用测灵尺测过，0月厚度绝不会错。还有，你说有7种湿度，我刚才嚼的时候发现只有3种味道不对劲，一种是土香味，一种是酸腐味，最后一种有点麻舌头。那是因为它旁边应该长了一棵雷击木，它蹭了点电，哪来的湿度？那是被雷劈浇了的糊味。证据呢？证据用它照一下不就知道了？要是你是对的，我把这盒子吃了；要是我说对了，把你那套测灵尺送我，正好我看它长得像把尺子，拿回去量服量服。这镜子还挺准，谢了啊！回头让我20阶给你缝个锦旗。能透过表象直接尝出植物的本源骨灵，这是某种触及了生命本质的规则之力。第一轮辩才杂役风，江诺满分，丹顶阁误判年份药性，扣50分。耶，赢了！师兄，今晚加鸡腿。第一轮只不过是热身，第二轮碰火。本座倒要看看你们那口破锅能不能受得住真正的天火。这火看着不太行啊，烤红薯都嫌慢。小红，待会儿你悠着点儿，别把人家台子给烧化了，咱赔不起。放心，我只用1成力。1万倍赔率！大人，散户的情绪开始失控了。散户就是墙头草，风往哪儿吹往哪儿走。我们要做的就是造风。麻烦让。丹顶阁去左边排队，最低100灵石起注。谁说我要买丹顶阁？杂役风、独赢、全仓。客官，您看清楚了，现在大资金都在流向丹顶阁。杂役虽然赔率高，但那是送少废话，全压杂役风胜。我要你们商盟在这个分部所有的流动资金，要是输了，杂役风就是你们的。哈哈哈，裴老板，备好钱。有趣，传令下去接单，不论他阿多少，我都接。一个个都掉进钱眼里了，却没人看到真正的宝贝。看到那个坐在杂役风席位上缝衣服的女人了吗？
我不关心谁输谁赢，我只要他脚下的土，哪怕是一把，是也要给我带回来。第二轮控火，请双方入场。去吧，小红，别给咱家丢人。那是地心青莲火，还有那个是极寒古灵焰。哼，雕虫小技，变毛生生，也配谈控火？少主说了，那是传说中的息壤，机甲枯竭的灵脉就有救了。咦，二师姐，这地怎么突然有点软，像是施了肥？可能是地气翻涌吧，别乱动，小心砸脚。这是第一次警告，再伸爪子，剁的就是头。好快的线，告诉家族计划取消，他不是普通的农妇。这是什么火？难道是传说中的？第二轮，杂役风灵宠控火通过。干得漂亮！晚上给你加餐，吃红烧肉。好，既然你们想看真本事，那本座就成全你们。九转乾坤炉，那是丹顶阁的镇阁心切，唐伯主这是要拼命了！决赛现在就开始，把你那口破锅拿出来！今日我要让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丹道。师妹，你想吃清淡点的，还是重口味的？刚才吓了一跳，吃点压惊了吧？爆炒？好，那就爆炒。起！九转丹诀，龙啸九天。这是丹劫异象，还没成丹就已引发天地异象。师兄，加稳点儿，这可是古师兄昨晚刚改装了自动控温神锅3.0，别磕坏了。什么法器？防御型的盾牌吗？盾牌你个头，那明明就是口锅。他们带口锅上来干什么？煮野药吗？哗众取宠。本座今日练的是太清九转延寿丹，以此丹引动大道法则。你那口破铁锅，连做我的炉渣盛具都不配。小师妹，备菜。好嘞。难道是传说中早已绝迹的玉龙参？不对，玉龙参没这么大。这到底是什么位阶的灵材？给我镇压！混账！这里是丹道大会，谁准你在擂台上炒菜的？民以食为天，既然是天，我这锅里炒的便是天道。大伯，爆炒！我怎么感觉有点饿？该死，我的道心居然在想吃一口那个萝卜！给我回来！起火！各位前辈，丹药有毒，还是吃饭健康。要不先尝一口？炸了！那口锅里有古怪，干扰了本座的丹运，这是无耻的偷袭！锅没问题，是你炉子里的灵气觉得我这边的菜更香，自己跑过来的。我那练了几百年的准仙丹，怎么可能还不如一盘萝卜吸引人？裁判，我要求重赛。本座的丹气尚在，只要聚拢丹气，我就还没输。这就是你的丹道，连你自己的丹气都觉得这盘菜好吃，你还有啥好争嘞？这不可能，这是幻术，这是心魔。是不是幻术？尝一口不就中了？别动，让我看看。太好吃了！这就是大道。那我修的是什么？你修的是偏见，万物皆有灵，你非要把它烧成灰再吃，他能高兴吗？怎么回事？这种劫云不是针对人的。看来老天爷也想来蹭饭嘞。火候差不多了，再煮就要老了。师兄，那是二师姐封的那个不？这锅盖虽然丑了点，但保温效果不错。什么鬼东西？一个破锅盖挡住了九霄神雷。别急，还得焖3息，
入味了才好吃。这是灭世劫光，这是天道要抹杀这个艺术。宗主别乱动，师兄，这擂太吵了，影响吃饭的心情。那是给大黄留的家餐，别让他吃撑了。放心，他胃口好得很。大黄，这玩意儿马嘴得加钱。吃完了这块也是你的。宗主，你瞅瞅，我就说他不是来劈人嘞，他是想来抢饭吃嘞。这吃相也太难看了，连锅都想端走。那是什么级别的生物？把天劫当棉花糖吃？味儿有点淡，下回给你撒点孜然。接锅。这香气里竟然蕴含着比极品丹药还要纯净的法则碎片。这是清炒萝卜，这就是刚才连天道都想抢着吃的东西。宗主尝尝。我的，这第一口必须是我的。师兄，看来这生意稳了。我把那双脏手拿开！老夫卡在元婴后期300年了，这口萝卜是我的命。老夫寿元将近，这分明是续命神药。诸位，成何体统？还有几万弟子看着呢。哎呦，谁踩我脚？别跟老夫提体统，那是把生之法则炒进去了。谁拦我，谁就是祖道之仇。你是来羞辱老夫的吗？这萝卜用了大火猛炒，锁住了水分，趁热吃，凉了就行。为什么没有一丝杂质？老夫用九转丹火提炼了3000年，都不曾做到如此纯净。你用火逼出药材的药性，而我只是帮他把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原来这是顺其自然。本届丹道大会胜者逍遥宗杂役方。邱长老，这时候走是不是不太礼貌？前世旨，老夫身体不适，先回去。回去哪里？如果我没算错，此刻丹鼎阁名下所有的资源，甚至包括刚才炸掉的那堆废铁，现在都姓姜了。你们这是设局，我不认。我是丹鼎阁长老，你们不能。邱长老，俺们杂役峰最讲道理，要么还钱，要么去俺们后山挑粪抵债。我算算啊，你大概得挑3万年。签吧。从今日起，世间再无丹鼎阁，只有逍遥宗药膳部。你不签，老朽亲自废了你的修为。合作愉快，接受工作，这就开始。那个谁，手脚麻利点，这青铜炉子是古董，别磕坏了。这以后就是咱们药膳部用来烤红薯的烤炉了。住手啊！这是祖师爷留下的基业，我要去宗门执法庭告你们。告谁？阁主。您这是要……这牌匾太碍事了，挡光影响大师兄晒萝卜干，还不快来帮忙！把这些虚头巴脑的装饰都拆了，以后这里是药膳部，要讲究实用。阁主，您疯了吗？这是要把丹鼎阁的根都挖断啊！根早就烂了，我吃了那碗萝卜才明白，既然输了，就要输得起。从今天起，别叫我阁主，叫我唐杂。公主，大师傅后厨清理出来了，随时可以入住。表现不赖，赏你嘞。别挡着我们盘库！邱长老，别坐地上了，赶紧把库房钥匙交出来。都在这儿了，还有这几年的账本。小师妹，去挑点喜欢的，特别是那种亮晶晶的石头。大黄不是断粮好几天了吗？中嘞！四师兄，这个能不能给三师兄做个新床板？我瞅他那床太硬了。准了，今天全场小费，邱老爷买单。大师兄。那个龙腰子别切太薄，大黄就爱啃有嚼头嘞。好嘞。我想把后山的围墙拆了，换成9天玄铁的，再装上108门神火炮，谁敢来偷菜，直接轰成渣。俗气！我要去天一阁他们镇阁的那匹云梦锦买回来，给小花做身新衣服。咱们峰的保安不能穿得太寒酸。买，都买！师傅的酒得换成琼浆玉液，大师兄的锅得换成太乙精金嘞。师傅，你说咱是不是算在修真界站稳脚跟了？诺诺，有时候站得太高，风也是很大的。输了，赌局输了，但数据拿到了。能在这个年纪完成对实体产业的垄断闭环，他是个天才。可惜他不懂什么叫金融海啸。传令下去，商盟抛所有逍遥宗的债券。
明天我就让他手里的灵石变成废纸。3个点5个点。明儿给师傅搭救，后儿给二师姐车补，大后儿这是线坏了。大伙，你起来瞅瞅，我是不是今儿使大了？这是咋回事啊？别拼了，师傅，钱坏了，明明刚才还好好嘞。钱没坏，是人心坏了。诺诺，你看那边，那是商盟的赤子令，意味着不死不休的商业围剿。从明天起，我们要买的每一粒米、每一寸布，恐怕都要付出100倍的代价。他们是来抢钱嘞，不光是钱，他们要你的地，要你的配方。这一战之后，全九州的恶狼都会盯着你。师傅虽然能打，但挡不住这漫天的算计。师傅，隔壁村里王大爷说过，地里生虫了，不能怕，得治。只要地还在，家就在。不管他们是抢饭嘞还是抢钱嘞，来一个我买一个，来俩我买一双。好，四师兄，咱这回是真的一夜回到离坊前了，现在咋弄？其实还有一个地方，他们那儿的灵石灵力可是全九州最浓郁的。搁哪嘞？九州商都。看来这回咱们真的要进城了。四师兄，咱在这真能挣着钱不？这墙上镶恁多夜明珠，黑了睡觉不晃眼吗？九州商盟最不缺的就是灵石，人家这是用钱在烧护城大阵。咱们这次出来可是背水一战，要是再不卖点山货换钱，今晚咱俩加上这狗都得睡桥洞。放心吧，师兄，虽说都是些我不用的废料，但应该能换几顿饭钱。坏了，漏电了！什么人竟敢污损护城大阵？这可是3节聚灵阵的阵弦！大哥，对不住，乡下狗不懂规矩。哼，这阵法纹路是用在此地连接地脉的，沾了污秽就要重刻，罚款。一共625块中品灵石。那个大哥，先前俺们真没带够，昨儿家里遭了灾，余粮都碎了，能不能用东西抵？这块石头重不重？这是俺家用来压咸菜缸嘞，我瞅它怪沉，应该是个实心货。地基！难道是这石头上的露水味太冲，把这帮讲究的城里人熏着了？那个大哥，是有点味儿，但我这石头结实啊。你们那柱子不是坏了吗？用这个顶一顶，肯定比原来那个强。快住手！何方前辈在此施法？若是对我商盟有不满，尽管开口，何必动用这种？队长，这女修想拿石头抵罚款。睁大你的狗眼看看，那是石头吗？纯度9%，这是极品黑曜晶原矿。黑曜晶还是极品原矿？一只鸭大小就能买半条街了吧？那是哪个隐士家族出来体验生活的？这玩意儿能抵那600块灵石？之前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冲撞了仙子。您2位还有这只神犬，快请进。那就中，省了一笔。这石头我还得留着着呢，要是没了它，下一缸酸菜容易坏。咱们之前是不是太保守了？如果那块压缸石都能让这帮城里人下跪下，那你这筐里其他的破烂儿……走走，咱们不去住店了，直接去那儿。既然这里死要钱，那咱们就用这筐垃圾把他们的钱全换过来。散户收购区在后门，左转直走500米，这里是贵宾交易区，别弄脏了地毯。俺们不是散户，我想买点特产，你们这儿收不收水产？后厨缺不缺鱼我不清楚，但这里是商盟总部，我们只收3阶以上的灵材。你那些小鱼小虾，去菜市场吧。菜市场？我师妹的东西，就算是扔进猪圈，那猪都能立地飞升。师兄轻点儿，那鳞片边缘割手。这是3阶灵材，这玩意儿够不够格进你们的贵宾室？够，3位贵客，请跟我来2楼的甲字号鉴宝室。哼，前面带路，记住了，茶要最好的悟道茶。师兄，悟道茶咱家不是只有煮茶叶蛋的时候才用吗？这儿也有。师妹，出门在外排场不能输，待会儿进去你别说话，光坐着就行。咱们是来谈生意的。哎，师兄，这地方房咋感觉阴森森嘞？这茶还没咱家门口那棵椰树叶子好喝，一股子通醋味儿。这就叫溢价。这商盟垄断了九州9成的生意，早就忘了什么叫货真价实。我是顾占真，九州商盟首席鉴宝师。听说你们手里有点带着龙气的水产，拿出来吧，我时间很宝贵。
没空陪你们过家家。这就是那个水蝉。这就是你们说的龙妻？这不是嘞。这当然这不是。你们看这杂乱无章，再看这色泽暗沉无光，这哪里是龙鳞，分明是深海蓝里的老皮。大师觉着这玩意儿能值多少钱？这种充满杂质的废料，炼器师还得花大力气提存，本来是要收处理费的。不过看在你们大老远背进城的份上，商盟做个善事，10块下品灵石，这还是看在那点微薄的所谓龙气份上，拿回去磨成粉，或许能做个低级护心镜。中吧，反正家里还有几百筐，薄利多销嘛。既然量大，那我可以给你们开个长期收购价，每块8块下品灵石，有多少收多少。师兄，咋了？10块下品灵石，这历经万年不雪的龙息，你说是蓝里老皮？在九州鉴宝界，我说他是蓝里，他就是蓝里。这里是商盟，既然把货拿出来了，卖不卖可由不得你们。我看这鳞片来路不正，疑似盗取我商盟库存，我要扣下查验。师兄，他是不是想赖账，还想抢俺的鱼鳞？顾大师，你当我不识货，还是觉得你这商盟的招牌够硬，能只手遮天，把黑的说成白的？竟然敢质疑本座的眼光！在九州商都，我顾剑真3个字就是金字招牌。我说他是废料，天王老子来了，他也是废料。金字招牌，我看是黑店招牌吧。想吞货就直说，扯什么蓝鳞老皮，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出了这扇门，整个九州商都乃至方圆万里的所有商铺、拍卖行，没有任何一家敢收你们的一分钱。他是不是在猥亵俺们？师妹，这世上有些狗眼人低的东西，不给他点颜色瞧瞧，他还真以为自己是开染坊的。骚！师兄，现在咋弄？要是真没人收，这鱼鳞岂不是真得拿回去剁碎了喂鸡？小红肯定嫌这玩意儿塞牙。师妹，把空放下。啊？搁这儿？对，就在这儿。这两人疯了吧？敢在顾大师的地盘摆摊儿，看那穷酸样，估计是想讹点零食。师妹，把那些垃圾都倒出来，就在他对面摆摊儿，我要让他求着我们卖。师兄，真要搁这儿卖啊？这儿的人传得怪体面嘞。怕什么？丢人能当饭吃吗？到，全师兄我做生意讲究的就是一个货实价实，童叟无欺。好家伙，还以为是什么隐士高人来体验生活，结果真是收破烂的。这一个铁块都锈成那样，白送我都嫌占地方。各位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这铁块虽然锈了点，但那是岁月的痕迹。今日开张，只待有缘人。有缘人，我看是冤大头吧？你要是能卖出去1件，本公子把这折扇吃了。师兄，要不咱降价吧？这木头真嘞可脆，我都不好意思坑人。让让，别挡着老夫的路！这不是神兵阁的欧阳叶大师吗？听说他为了打造一把神剑，已经闭关3年没出门了，怎么今天跑这儿来了？这气息……那个大爷，您要是嫌这树枝挡路，我就把它挪开。您可千万别激动，气大伤神。大爷，您这是弄啥嘞？咱有话好好说，别一言不合就兴大怒啊！他还是活的呀！苍天有眼，老夫找了一辈子，没想到在有生之年，竟然还能见到尚未死寂的天外星辰母亲。师兄，这老头是不是饿晕了？这玩意儿也不会下蛋啊！这位老，没错。这正是家师传下来的天外那个什么金星辰母金，而且是蕴含着太初生机的原矿。它的锈迹之下，那是大道自会的保护层啊！只要轻轻拨开，真的是星辰母金。传说中只要掺入加盖大小的一点，就能让凡体晋升为灵气的神材。哎呀，坏了，掉漆了，这还能卖出去不？小姑娘，这东西我要了，你说个数。1000万极品灵石，虽然这个价格对于这种神物来说简直是白送，但在下出门匆忙，确实没带这么多现钱。这是老夫随身带的神火令，能调动神波阁1半的资源压给你，占地8亩，自带地火灵脉，房契就在这儿，全给你。那是流光剑，前几天拍卖会上有人出价300万都没买到的那把。老丈果然爽快，成交。师兄，你疯了？这要是以后人家发现被坑了，找上门来打俺们咋办？多谢二位成全。家出大事了，对面那2个要饭的把神兵阁搬空了。师兄，既然那块烂铁都能卖个天价，你说这根烧火棍该不会也能换套房子吧？一套房子？师妹，把这个木头给我竖起来。今天咱们不卖房，咱们拍卖一座城。星辰母金，雷击悟盗墓，
那个乡下丫头到底是去哪个上古遗迹进的货？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杂艺风特产盲盒即将上线。备车，去请裴先生，就说有人要在商盟的门口砸我们的饭碗。这是6阶不7阶妖皇的腿骨，上面还残留着道韵，这是被无上强者硬生生嚼碎后留下的精华呀！多谢姑娘，多谢神犬赐宝。这种骨头家里头倒是还有一堆，平时大黄吃剩的我都扫到后院堆肥了。恁要是真想要，下回我给恁带一筐过来。不要预定，把你家那堆肥坑里东西都给我留着，我全包了。这生意不是怪好了吗？生意是太好了，好到有人坐不住了。对啊！接到举报，有人在此严重扰乱市场秩序，所有货物当场扣押，人员带回戒律堂审问。来人，把这些赃物都给我装起来，一颗石子都不许落下。老夫倒要看看谁敢说这是假冒伪劣。你的意思是说老夫眼瞎，还是说老夫脑子不好？欧阳大师，不仅欧阳大师眼瞎，看来我也眼瞎了。你们商盟好大的威风，想把我们预定的堆肥份额吞了。你们商盟是不是想跟九州修真界开战？师兄，城里人都这么讲义气嘞？当你手里握着别人求之不得的东西时，你的敌人就是他们的敌人。精彩！这一手驱虎吞狼玩得比许多千年世家还要熟练。既然是打开门做生意，那我商盟自然欢迎。只是不知道钱师兄能不能解释一下，为何你们的货源取之不尽？多还不好吗？这东西长得快，割了一茬又一茬，大家分一分都能吃饱，这才是过日子了吗？把星辰铁比作韭菜，这就是尹氏家族的底蕴吗？裴公子想用以后会贬值来吓唬大家，怎么是想让大家退回来，好让你商盟低价抄底吗？凡是在商都内流通的大宗不明神材，商盟有权核查来源。哎呀，大黄别瞎叫唤，不好意思啊，俺家狗护士，他以为你要抢他骨头嘞。今日是商盟唐突了，我们走。公子，您受伤了，那条狗有问题。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就这么算了？哼，算了。是，属下这就去安排。收工。师兄，我饿了，咱是不是能去吃顿好嘞？我想吃肉，大块的那种。吃，必须吃！听说这商都最大的酒楼叫醉香居，走，师兄带你去尝尝，看看有没有咱们后山的泥鳅好吃。四师兄，这东西沉死了，换点大米白面多重，这一床石头背回去，肩膀都要压塌了。师妹，这叫甜蜜的负担。有了这些石头，能给你那个漏风的屋顶换上万年雷迪木的瓦片。大黄，尝尝，这可是城里人抢破头的宝贝。你看，师妹，走快点，烧鸡凉了就不好吃了。这城里的风咋跟咱村后山一样的阴森森嘞？是不是要下雨了？不是要下雨，是要脏东西了。大黄，到了，师姐，俺回来啦，带了烧鸡。回来了，先把钱放下，进屋洗手吃鸡。师姐，你搁那修啥嘞？这线咋嫩长？没什么，绣几个沙包给大黄磨牙。师姐，正好这只鞋底磨透了，还得麻烦师姐给补补。早点睡，不管听见什么动静都别出来。能有啥动静？除非这破客栈闹耗子。大黄，守好家产，少一块零食我就扣你一顿骨头。老大，我刚才看的真的，那一筐全是零食，而且有好几块还在发紫光，绝对是极品货色。那个坐在屋顶上的女人是怎么回事？刚才我探查过了，那女人身上也没灵力，坐在那儿跟个木头桩子似的，估计是负责守夜的。老规矩，动作轻点。上！千层底最讲究走线。老三，怎么回事？别挡道！既然来了，就别急着走，这料子还没拼完呢。这下走路应该不硌脚了。
再织一套新衣服吧。使劲了，收益真是绝了。小师妹醒了吗？吃早饭了。谢谢师姐，我就知道师姐对我最好了。好了，快放我下来去吃饭。还是师姐疼俺。太过分了！四师兄，谁惹你了？早饭叫人抢了。我回来的路上看到满大街都在贴这个1级禁令，这可是商盟用来对付邪修魔道的最高规格封杀令。好狠的手段！小师妹别怕，大不了我们回宗门，师兄那里还存着不少腊肉，饿不着。不走，既然他们不卖给俺们吃了，那俺们就自己做。出事了，昨天的那些老主顾恐怕也要找上门了。各位客官，对不住了，外面的动静你也听见了，商盟的禁令也贴出来了。既然主人家不留客，那便走吧。老板，来壶凉茶，再弄一盆水给狗。不买，我不做生意啦！至于吗？俺就买壶茶。他不光是不让人卖东西给我们，还在制造一种恐慌。他在告诉所有人，我们是不可接触者。四师兄，怎么了？是不是饿了？忍一忍，出条捷径。俺不饿，俺就是觉着这也太欺负人了。他们明明可想要俺的东西，今儿陪酒算贴张纸，他们就不敢要了。他们明明可想赚俺的零食，那个茶摊老板看着零食都咽口水水了，可他不敢拿。这种感觉比某零食还难受。既然正规的路子他给堵死了，那我们就走野路子。二师姐，还有泥巴吗？熙壤虽然没了，但普通的黄泥城外多的是。好，师妹，把你筐里那些没人要的鸡毛、狗牙、破石头都倒出来。今晚咱们教陪酒算一个乖。就是他！我兄弟昨天买了这块铁，想回去打把菜刀，结果刚拿回家，全家人就开始做噩梦。那是玄铁里头生了一点煞气，用火烤烤就没了。煞气？他承认了，这就是禁区出来的邪物。他们咋能这样？这明明都是好东西啊！四师兄，你说这是邪物？没错，这东西有煞气。既然是邪物，你们留着也是祸害，我就勉为其难帮你们回收处理。师姐，动手！哎，你们为了各位的身家性命，这些祸害我们就收回了。退钱！咱们这就去商盟鉴定一下，若是这玄铁真有毒，我双倍赔偿。若是没有，那你得去矿山挖50年灵石。算了，钱我不要了，只要把这晦气送走就行。这就完事了？完事儿，这才刚刚开始呢，师妹。走，有了这批原料，今晚我要让陪酒算知道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都退货了，很好。等他们求告无门的时候，我们再出面。记住，压到1成价。四师兄，10块灵石买个泥疙瘩，搁村里能买2头猪了。10块灵石，抢劫啊！对面卖二手飞剑才8块。让开，都给我让开！这不是寒尸老鬼吗？中了玄冥寒毒30年，怎么还没眼前？还有吗？还有没有这种泥鳅？给我来10个，这是救命的神药啊！昨晚这位老板给了我一棵泥鳅树，结果开出这根神羽。师兄，那不是小红屁股上那根？那是焚天神羽。10灵石1个。我也要一个。龙牙，这是上古龙牙，上面的煞气能破金丹气护盾，真的能突破？那是金元，是煞气破开了瓶颈。别抢，那个谁皮痒还没付钱呢！哎呦，我的手！走，师妹，换个地方接着搓泥。听说了吗？黑市出了种厄运福袋，里面全是禁区神物。什么？有人开出了凤凰神羽，只花了10块灵石。诸位都听说了吧？那个福袋，我有个表弟昨晚买了一个，回家一打开，当场就口吐白沫，那是中了禁区的邪煞诅咒啊！救命啊！刚才还听人说有人开出了神羽，肚子里有火。大家都看清楚了，这就是不听商盟请告的下场。四师兄，那个人好像真是吃了我包进去的那种红果子。哦，那果子怎么了？那是后山长的火辣子，我昨儿看那果子颜色怪好看，就顺手塞进去几个。没事儿，对于外面的修士来说，
指不定是什么猛药。排出来了，堵了我10年的丹毒全排出来了。那个果子太劲爆了，吃下去就像吞了一团火，把我经脉里的杂质烧得干干净净。那不是中毒？你见过中毒能连升2级的吗？那分明是洗精伐髓的神效。我就说嘛，杂役风可是能跟禁区打交道的存在，怎么可能卖毒药骗我们？他们说是煞气，其实是药力太猛，有人受不了。不是，真不可能走。听说就在云兰客栈那边。这也中？这就是认知偏差，师妹。那果子早知道这么好卖，我就不给猪吃了。那可是好几百个猪机器啊！走，回客栈。这把火已经烧起来了，咱们得给它添点柴。那是什么果子？那果子里蕴含的火灵力极为霸道，疑似是传说中的焚天神果。神果卖10块灵石一个，这群败家子儿！把库存的所有流动资金都调集起来。爷，您这是要……我看他们有多少货，全部买下来。我要让他们一颗泥鳅都留不到市面上。等垄断了货源，这神果卖多少灵石，就是我说了算。人呢？裴爷，您回来了。客人呢？今天是1号，各宗门采柜的日子，人哪去了？大家可能都在忙吧。拿出来。好啊，真是好啊！不仅客人都跑了，你们竟然也在买那个破福袋。可是刚才隔壁丹顶阁的王长老都去排队了，还为了抢位置跟御守门的人打了一架。去库房，把在这个月准备用来结算各宗门货款的流动灵石全部提出来。全部？那可是30亿灵石啊！要是出了岔子，咱们的资金链……没有岔子，这是必胜的局。四师兄，这图拧得很，咱能不能直接卖图啊？师妹，坚持一下。别叫唤了，你的牙太多了，占地方，回头给你买肉吃。小红别恁小气嘛，反正也是要换毛嘞，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这一批至尊版差不多够了。对了，师妹，那种火辣子果子还有吗？有是有，这种野果子长得快，村口那棵树上全是，我也没咋摘。不急，要是真有人喜欢吃这玩意儿，下回我把树直接挖过来。不急，都让开。大鱼上钩了，师妹，把泥巴收一收，咱们的大客户来了。哼，我不喜欢排队，也不喜欢限购。这里是30亿灵石，你所有的库存不管有多少，我商盟全包了。裴会长，怎么还要亲自跑一趟？师妹还愣着干什么？快把后院所有的泥鳅都搬出来！真全给他。刚才那个穿灰衣服来老伯排了老排队顶什么用？能当饭吃吗？这才是咱们的贵人，真正的院哦不，大金主。大黄，干活了。果然是禁区之物，这里面包裹的东西虽然气息杂乱，但绝对是外界绝技的神材。顾建真，清点数目，入库。快，都搬走，小心点，别磕着碰上。裴会长，这可是我和师妹没日没夜的炼制，也就攒了这么多。不管有没有，从明天开始，你们哪怕只做出来1颗我也要了，价格双倍，并且如果让我知道你们私下里卖给别人，那就是看不起我裴九算，看不起商盟。这也太欺负人了！那个姓钱的掌柜也是个软骨头，转头就全卖给商盟了。可是师兄，咱真没货了。刚才那个姓裴的说明儿还要，而且是双倍价钱。咱们带来的货是没了，但你家后院的垃圾堆里不是还有好几座山吗？你是说回去拿？对，回家进货。既然裴会长这么热情，要把全部身家都送给咱们，咱们怎么能让他失望呢？哪怕是把咱们村口的垃圾堆搬空，也要满足客户的需求。那些真的有人要？有，只要是咱们那儿出来的，裴九算也会当成宝贝供起来。走，大黄，别吃了，套车，咱们连夜回家进货。哇哦！回来给你买一整头猪。师妹，记住了，只要看起来像宝贝的，全都拉回来。裴会长说了，他照单全收。知道了，师兄，你都啰嗦800遍了。我得留在城里布置明天的场地。牛哥，辛苦跑一趟，回来给你加餐。干活了！少废话，不想干活，明儿就把你给那个裴会长当看门狗。听说他那儿顿顿有肉吃。
这不是三师兄那个机关刃炸烫手崩飞了零件吗？反正硬得很，除了硌脚没啥用。那是世界树掉下来的枯枝，烟太大了，抢眼睛。算了，那个裴会长应该不嫌弃烟大，装上。恁多，一辆车根本装不下呀！大黄，去把村里用来拉磨的那几十辆板车都拖出来。干得漂亮！这个烂木头装上，这个碎瓦片装上，这个不知道谁掉的牙齿也装上。这真的中吗？这些东西在村口风吹日晒好几年了，会不会不太好？也是，反正师兄说了，这也是为了教城里人节约资源，咱这是变废为宝，是积德。出发！会长，昨晚入库的泥鳅都在这儿了，按照您的吩咐，市面上只要出现一个，我们就收一个。会长，这可是咱们商盟80%的流动资金啊！万一那个江诺手里还有货怎么办？还有货？昨晚钱不空那个视财如命的家伙在客栈门口笑得脸都僵了。如果他们手里真有源源不断的货源，绝不会这么急着一次性变现。会长英明，那我们接下来提价发通告，今日起商盟独家发售神魔福袋，价格在昨日收购价的基础上翻3倍。是，我这就去办。这就对了，哪怕他是神，手里的资源也是有限的，而资本的力量是无限的。钱不空那边有什么动静？会长，钱不空在城门口搭了个巨大的台子，还挂了横幅，说是要搞回馈庆典。不过江诺还没现身，钱不空一直在那儿喝茶嗑瓜子儿，看起来像是在拖延时间。拖延时间，这就是虚张声势。怎么回事？是哪位大能在城内斗法吗？会长，你看北门那边。会长，江诺回来了。回来他带了多少货？10车还是20车？100车不止，后面的根本数不清。而且什么？而且每一辆车都堆得像小山一样，全是盲盒，满出来的泥鳅滚得满地都是，路边的狗都在那抢着玩。让一让嘞！新鲜出炉的土特产，昨儿刚跑出来嘞，2大管包。为了回馈各位老铁，这批福袋全是现货。2大管饱，现货批发。这不可能，禁区怎么可能是个批发市场？那里的规则之力呢？那里的凶兽呢？会长，完了，咱们的流动资金全换成这些泥巴了。慌什么？他有货又怎么样？只要我们买光。师兄，货到了，累死俺了！村口那堆垃圾都叫俺铲平了。裴会长，我家师妹心善，怕裴会长收不到货着急，特意连夜回去拉了一批过来。这里是100车，大概也就3万亿灵石。当然，咱们也是老朋友了。裴会长，我给你打8折，这可是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的价呀！买，你说多少我就要多少。开总库，调集所有流动灵石，也要把这批货给我全部吃下来。会长，要是动了那个，咱们名下的1000多家钱庄就……闭嘴！只要货在我手里，明天我就能翻倍卖出去。裴会长大气，师妹卸货。整理。钱，丹顶阁长期承诺兑票50亿收，预售阁抵押债券打个9折收。陈慧28000亿灵石，剩下的零头我就给您抹了。这就是商盟的眼光，8阶涅槃果核，看见了吗？从今天起，这种福袋商盟独家发售，1颗1万灵石，概不讲价。师兄，咱走吧，天都快黑了，还得回去赶工嘞。慢着，钱不空。这次就算是给你们买个教训，这9州的市场终究还是我裴某人的。裴会长，您是不是误会了什么？误你现在的货都在我手里，你拿什么跟我斗？大叔，你要是真的特别稀罕这些泥鳅，你可以预定一下。预定？不是结束了吗？这只是头一批啊！村口垃圾堆那边，俺让500个傀儡接着挖嘞，大概还有500车，明儿一早就能拉过来。对了，要是500车不够，俺还能去后山把猪圈铲一铲。大叔，你没事吧？俺20姐说了，年纪大的人不能大喜大悲，容易中风。会长，负责坏了，金库空了，连耗子进去都要流眼泪呀！裴会长，我小妹那500车泥明天一早到，您要是拿不出灵石，我可就直接在街头摆摊了。我降价发售，这些盲盒现在5000灵石1颗。裴会长，你当我们傻啊？按照这个价格，您的估计连50块灵石都不用。裴会长，看来您的独家垄断生意做不成了。那么，你们商盟下达的1级封杀令还作数吗？全城的商铺到底能不能收我们杂役风的货？作废，你们赢了。师兄，这就没灵石了，城里人也没多富嘛。钱老板，你那500车货怎么卖？为了回馈9州修士，从现在起
50块下品零食一个，先到先得。50块，我要10个，我要20个！别急，还有老子推荐了。会长，全完了！外面怎么了？强诺他们把盲盒的价格降到了50块下品零食，连街边卖糖葫芦的都去排队了。那我们花5000一块收来的那些货呢？卖不出去啊！大家都说杂役风的才是新出土的，我们手里的是二手货。师兄，俺饿了，俺不卖了，俺要去吃肉包子。行，收摊儿。老板，来3个肉包子。不卖了，不卖了，我要去杂役风的摊子上排队买盲盒呢。你开门做生意有钱不赚啊？妹子，昨天一个盲盒还卖5000，今天只要50，等明天说不定就涨回去了。我这包子铺干1年都不如去开出一个边角料赚得多。零猪价格翻了1倍，你给我6块零食我都不一定卖你。师兄，1块零食不是能买一个大肉包吗？坏了，咱们手里握着的零食太多了。师妹，咱们手里的这些零食如果放着不花，明天估计就只能当石头撒狗了。那咋办？咱们必须把它们变成实打实的资产。明天一早，咱们就去把城里最贵的地皮全买下来。裴会长，你今天必须给大家一个交代。我们拿着2万8千亿的流动自尊去收了一堆破泥巴，现在满大街都是那丫头的盲盒，咱们库房里的货连倒贴都没人要，这馊主意到底是谁出的？各位掌柜，这事真不能全怪会长，谁知道杂役风那个姓钱的这么狡猾？你这个连真红逆鳞和水蛇皮都分不清的瞎眼废物！如果不是你在大门口得罪了他们，商盟能落到这个地步？裴九算，把你的私人磷矿交出来填这个窟窿，商盟或许还能给你留条活路。填窟窿？除了我，这屋子里谁有本事收拾这个烂摊子？通知下去，3天后提前开启9周年度全拍卖会，我要让所有世家都知道，真正的宝物只在商盟。师兄，买着地了吗？城里这群老狐狸精明的很，昨天3万零食一亩的林田，今天直接给我报价10万。那俺们的零食不就只能堆在屋里头发霉了？哟，商盟的人。钱老板、江姑娘，3天后9周年度拍卖会提前开启，裴会长诚邀2位大驾光临，共赏奇珍。哼，鸿门宴啊！师兄，这上头写着啥嘞？写着拍卖会提供9州顶级的灵液，全是8阶以上的灵兽肉和珍稀灵果。去，他们管饭嘞！想在自己的地盘割我们的韭菜？行，那我们就去教教这帮井底之蛙，什么叫真正的顶级货。我们必须尽快把这些破石头换成实物资产。今天城东的地皮报价已经翻了5倍，强买不划算，我们得换个路子。钱老板、江姑娘，商盟又来人了。刚才不是已经送过请帖了吗？这商盟咋送个信还分好几波嘞？在下是送来至尊包厢的白玉牌，以及本次拍卖会的名录图册。哼，直说吧，有什么条件？按照商盟的规矩，进至尊包厢是需要验资的。自己数数这屋里有多少零食。钱老板息怒，这是名录图册，2位慢慢看，在下告退。裴九算是想探我们的底，看我们手里到底还有多少神物。哼！千年紫血神，这不就是营养不良的紫萝卜吗？师兄，你看，无限量供应，而且下头写着吃不完能给玉盒打包带走。行，去，既然要去吃他们的，咱们也得拿点东西去。